他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亲生父母赶出家门。是你们自己滚呢，还是我派人让你们滚？你说什么？老子可是你亲爹！从今天开始你就不是了。什么狗屁亲情，全他妈见鬼去吧！只因前世他被养子栽赃陷害，不仅遭到家人的冷漠偏心，甚至被全校师生群嘲谩骂，最后还落得个车祸惨死的下场。如今重活一世，当父亲再次举起藤条时，他选择不再隐忍。逆子，你还敢反抗的是吗？为什么不敢？我让你起来了吗？给我跪下！你个不敬父母、毒害手足的畜生！我们从小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你的家教呢？你明知道小翔花生过敏，却故意在他的食物里放花生酱。要是不管你是不是，下次就该放毒药了。小翔已经够可怜的了，可是你依旧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他。爸妈教育你也是为了你好，还不快跪下受罚？面对众人的呵斥，魏晨只是目光冷冷地扫了他们一眼，随后轻蔑一笑。堂堂魏氏集团董事长，手底下管着几千名员工，竟是个是非不分的蠢货。难怪爷爷常说你烂泥扶不上墙，一直悉心培养我当接班人。原来他早已看出你眼下心盲的本质，真是可笑。你说什么？我说错了吗？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连证据都懒得找，就对自己亲生儿子下毒手。你不是蠢就是坏。他要说屎是香的，你是不是也要尝尝？此时气急败坏的杜思慧上前想要一巴掌抽到他脸上，不料却被他挥手挡开。不要逼我打女人！你个小畜生，真是反了天了！谁教你这么说话的？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你们养过我吗？别忘了我可是爷爷养大的。听到这话的杜思慧顿时满脸难看，片刻后又下意识举起了手掌。怎么还想打吗？你不就是因为生不出儿子，所以不得不找人取卵代孕吗？又因为我不是从你肚子里出生的，所以就一直看我不顺眼吗？还有你们这些垃圾，你们不就是嫉妒爷爷把集团30%的股份给了我，所以心中不平衡吗？以前我为了亲情拼命讨好你们，结果一个个拽的258万似的，真以为你们有多高贵是吗？死过一次的魏晨早已看透一切，现在的他只想撕碎每一个人的遮羞布。你们刚才的污言秽语我可以不计较，就当做是还了你们的血缘恩情。但是如果再有下一次，我保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们不信可以试试看。此话一出，本就气急败坏的魏国红此刻更是感觉权威受到挑衅，心中的怒火再次燃烧。反了，小畜生反了天了是吧？今天我非得狠狠教训你，让你知道这个家到底谁做主。说完，魏国红拿着藤条就要往魏晨身上抽去，而魏晨却是咧嘴轻笑，眼神里透着一丝癫狂。看来你们是把我刚才的话当放屁啊，那我也就没必要再装了。你想干什么？什么狗屁亲情，全他妈见鬼去吧！魏晨，你疯了吗？快住手！他可是你爸呀！我是你爸，别打了！你们都是死人吗？还不快点拦下他！马上把这个小畜生给我控制住！快救爸爸！魏晨，你怎么敢的？今天谁都救不了你！你这个疯子，鞭打亲爹是会天打雷劈的，我们魏家绝对容不下你这种垃圾！霎时间，众人纷纷对着魏晨一顿口吐芬芳，然而却没有一人敢上前拉架。片刻后，打累了的魏晨顺手就将魏国红丢在一旁。快，赶紧把人送去医院！不，让家庭医生过来，这事儿要是爆出去了，我的老脸往哪儿搁呀？难怪大哥敢打亲爹，原来是料定爸爸不敢曝光出去，你可真够狠的！这个逆子狂躁症复发，马上给精神病院打电话，让他们过来拉人。听到这话的魏晨不由得轻笑起来，心中不免感叹这个爹竟然如此狠辣。上来就给我扣一顶精神病的帽子，这么一来，不仅可以找回被打的面子，而且可以名正言顺夺走爷爷留给我的股份，还能好好在精神病院里收拾我一顿，真是一箭三雕的好手段啊！此话一出，客厅里的气氛顿时安静的可怕。就在这时，杜思慧似乎想到了什么，随后走到魏国红身旁：“老公，要不这件事就算了吧？”是啊，要是被人知道我们魏家出了个精神病，我们以后还怎么见人啊？不行，今天敢打亲爹，明天就敢毒杀全家，这种畜生不能留，必须让他尝尝教训。就是他不仅敢害小翔，还敢害亲爹，这种弟弟我可不敢认。今天就算他跪下来求饶，都不能放过他。客厅里再次响起了众人的口诛笔伐，而一旁的魏晨此时却不自觉地勾起了嘴角，随后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熟悉的号码。公叔，休息了几年身子骨没养废吧？带人来一趟老宅吧。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在场的众人顿时全都露出了一脸震惊之色，而地上的魏国红更是吓得脸色惨白。你这个逆子，没事打电话给徐老鬼干嘛？你想造反吗？魏晨没有理会，而是静静等待起来。10分钟后，几辆豪车缓缓停在了门外。只见一个老者带着20多个保镖走进了别墅。公叔，你带这么多人来想干嘛？少爷相照，我这个老不死的哪敢不来？如今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欺负到少爷头上，老爷子在天之灵可不想看到这样的局面。胡说八道！这个小畜生毒害手足，殴打亲爹，我难道还没资格教训他吗？那你就教训一个试试看。随着徐茂公的话音落下，刚刚还在嚣张跋扈的众人顿时全都哑口无言。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到了魏晨身上。
这下你们知道了吧？我想动谁直接就会动手，根本不屑于玩些不入流的小手段。倒是你们亲爱的弟弟可真像个娘们，天天只会学小女生栽赃陷害，不会是看宫斗剧看上瘾了吧？此话一出，魏家众人的脸上满是尴尬，就连看向魏翔的眼神里都尽是怀疑。我没有陷害大哥，爸，那你们相信我？看着魏翔楚楚可怜的模样，魏家人顿时脸色骤变，一个个看向魏晨的目光都带上了厌恶。公叔，请这位魏生先生吃点花生酱吧，我想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花生过敏。徐茂公一挥手，两个保镖立马走了出来，而魏家人见状则是齐齐将魏翔护在身后。放肆！你到底还要发疯到什么时候？魏翔不是说我偷偷在他的食物里放花生酱害他过敏吗？那就让我们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装的吧。你敢？我他妈有什么不敢？谁敢惹我都得付出代价。你有本事护住他吗？给我滚！闻言，两名保镖一把挥开魏家人，直接将魏翔给揪了出来。爸，那救我，过敏会死人的，救我！我真的没有陷害大哥。住手！你敢动他，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小畜生，你当真是要把这个家给毁掉吗？小翔也是我们弟弟，你怎么能手足相残啊？太过分了！再不停手就别怪我们不认你。然而，任凭魏家人再怎么呵斥谩骂，魏翔还是被灌下去了一整罐花生酱。快把人送去医院！魏国红焦急地招呼佣人将魏翔拖走，而魏晨却没有阻止。这小子身上秘密颇多，太早弄死可没意思，让他慢慢享受折磨才有趣。好了，现在是你们自己滚呐，还是我让人帮你们滚呐？你说什么？老子是你亲爹，你竟敢把我们赶出去！我刚才说过的，谁要惹我不爽，谁就给我滚出去！你们不会以为这是在开玩笑吧？再说了，不把你们赶出去，难道等着你们小儿子隔三差五来陷害我吗？本来就是你害的小翔，以为我们眼瞎吗？呵呵，魏家现在还轮不到你当家做主，你凭什么赶我们出去？别以为老头子把别墅给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未成年人一切都还得监护人做主。你敢再发疯，我马上报警！你不会以为公叔可以一手遮天吧？没错，若是让人知道我堂堂魏氏集团董事长被人从魏家老宅赶出去，我还不如直接报警把事情闹大。公叔，接下来就看你的了。不想吃是吧？那就全都别吃了。放肆！不教训你一顿，你是不知道这个家到底谁做主。看样子你很不服气啊！不服气也得给我憋着。我以前受过多少气，你现在都得给我受一遍。魏晨冰冷的眼神令所有人都为之一颤，只因前世他被养子魏翔栽赃陷害，不仅因此遭到家人的冷漠偏心，甚至被全校师生群嘲谩骂，最后还落得个车祸惨死的下场。如今重活一世，当再次面对家人的无情指责与谩骂时，他选择不再隐忍。我刚才已经说过，谁惹我不爽，现在就给我滚出去！你们不会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吧？别以为老头子把别墅给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未成年人的一切都还得监护人做主。你敢再发疯，我就马上报警！你不会以为公叔可以一手遮天吧？既然你们想留下来，可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再说魏翔这小子身上秘密颇多，太早弄死了可没意思，让你们慢慢享受折磨才有趣。不想走也可以，反正1年后我成年之日就是咱们断绝关系之时。在此之前，希望各位不要再搞事，否则我不介意继续收拾你们。公叔派人接管别墅的安保事宜，再把2楼所有房间全部清空，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踏足2楼。说完，魏晨转身潇洒离去，而魏家人却只感觉像是在做梦。这个畜生简直太无法无天了！爸哇，你们也不管，他把2楼清空了，我们去哪里住啊？3楼、4楼都还有客房，咱们先搬过去住着吧。现在公叔出面，咱们也奈何不了他，先暂时忍忍吧。忍，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客房那是人住的地方吗？我怎么能住这么小的房间？闭嘴！有本事你去找他闹剧，你看看他会不会卖你这个面子。今天这个事有点不对劲啊，小陈不是个会害人的性子，可他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火呢？难道是咱们真冤枉了他？不可能，自从小翔到咱们家以来，他针对陷害过小翔多少次了？一个有前科的家伙哪里还有脸说是被冤枉的？是呀，他上次害小翔从楼梯口摔下来，你们都忘了吗？上个月砸碎花瓶陷害小翔，还抢他的零花钱呢。几个姐姐顿时开始不停地讨论魏晨的不是，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一切都是养子魏翔的阴谋。早知道这个白眼狼是个坏种，当初就应该掐死他，搞得现在狼崽子都会咬人了。哇，你们可别忘了，今天他说了2次要和我们断绝关系，还有1年他就满18岁了。到时候继承爷爷留下的30%股份和大笔遗产，再加上公叔等董事会元老的支持，咱们非得被扫地出门了不可呀！此话一出，刚刚还在滔滔不绝的魏家人顿时全都变了脸色。片刻后，杜思慧突然阴冷一笑：“放心吧，魏晨这兔崽子就是嘴硬心软，以前也不是没闹过脾气，哪一次不是咱们哄一哄就又乖乖当狗了？只要这几天你们对他好点就行了。”是啊，都是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啊？你们当姐姐的对他好点，他不就跟以前一样了吗？等他成年了，我还准备哄着他分一点股份给小翔呢。也对，一个未成年小屁孩撒泼打滚，不过是想要获得家人的关注而已。这几天只要少骂几句，他就会像以前一样屁颠屁颠的凑上来了。
众人随即开始商量对策，而一旁的魏如云却没有跟着附和。沉思片刻后，他赶忙岔开了话题。咱们还是先去看看小翔吧，他被灌了这么多花生酱，也不知是不是在急救，万一救不过来可怎么办啊？听到这话的众人顿时清醒过来，很快魏家一行人便来到了医院院长办公室。李院长，我儿子没事吧？他花生过敏很严重的，这回误食了大量的花生酱，是不是还在抢救啊？然而听到这话的李院长却是尴尬一笑，随后眼神示意一旁的急诊科主任。刘主任，你给魏董解释一下情况吧。其实魏董不必担心，魏翔少爷根本就没有过敏。此话一出，在场的魏家人顿时全都瞪大着眼睛看向了刘主任。没有过敏？你开什么玩笑？确实没有过敏，他就是口鼻处堵塞了些花生酱导致窒息而已，简单冲洗一下就好了。现在人就在病房里清醒着呢。说完，刘主任便带着众人来到了病房。而当看到一切正常的魏翔时，众人瞬间就变了脸色。小翔，你不是说你花生过敏吗？对不起，我好像弄错了，我不是花生过敏。霎时间，整个病房里的气氛突然安静的可怕，就连一向爱子心切的杜思慧此时都察觉到了事有蹊跷。然而就在此时，魏翔却又装出了一副可怜的模样。你们肯定认为是我故意陷害大哥的，对不对？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难道当初是我误食了其他东西吗？听到这话的杜思慧瞬间心软，随后一脸慈祥的看向了魏翔。你的孩子别想太多了，一切都是误会而已，下次可别这么粗心大意了。是啊，没事就好，也许小翔是对其他东西过敏呢。没事就住院回家吧，一场误会而已，解释清楚就好了。此时魏家人脸上全都挂上了笑容，只有魏如云满脸古怪，似乎是发现了什么。与此同时，魏家别墅里，徐茂公看着眼前的魏晨，心中满是赞赏。少爷，你真的长大了。公叔，你叫我小五就好，以后我可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了。你的意思是真要和他们断绝关系吗？那当然，这一大家子眼盲心下之辈，我不想再和他们扯上任何关系。对了，公叔，魏翔这小子笼络人心，可是一把好手。倘若有一天他想要蛊惑你，切记不要相信他，我身边可就只有你了。放心吧，老爷子交代过的事，我永远都不会忘。那你看要不要我找人悄悄做了他？不用，这人也就会一点不入流的小手段而已，留着反而有大用处。时间很快来到晚上，魏家众人也从医院接回了魏翔。然而当他们看到魏晨一个人坐在饭桌主位上时，刚刚还在满心欢喜的杜思慧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王妈，这是怎么回事？咱们魏家的规矩呢？人还没齐怎么就开饭了？而且那一大桌子都是些什么菜？你不知道先生胃不好要吃清淡的吗？夫人，这是陈少爷让做的，我们也不敢拒绝呀。那就赶紧把菜撤走，看着就让人倒胃口，让人送些清淡的过来。听到这话的王妈没有立即行动，而是转头看向了魏晨。然而魏晨却眼神冰冷地注视着杜思慧。看不惯就滚！我的菜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评头论足了？杜思慧被这突如其来的挑衅气得咬牙切齿，就连身体都在微微颤抖。就在这时，魏翔却站了出来。爸，那咱们还是先吃饭吧。王妈，快把爸妈最喜欢的几道菜都端上来。还是小翔好，不像某些人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这辈子都别想让我多看一眼。我最疼爱的儿子只有小翔。很快，一行人脸色各异地坐了下来。而魏国红在扫视了一眼饭桌后，却不由得皱起了眉头。王妈，你们做事怎么越来越敷衍了？我的养胃药膳呢？是啊，王妈，爸爸的胃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怎么没准备药膳呢？对不起，小姐，以往的药膳都是陈少爷准备的，他为了让先生胃口好一点，往往要精选几十种名贵中草药亲自熬煮，一锅养胃药膳动辄要炖煮3个小时以上，我们这些下人哪里懂这些啊？随着王妈的话音落下，在场的众人顿时全都瞪大着眼睛看向了魏晨。算你还有点孝心，快去准备药膳吧，然后再给小翔道个歉。今日之事，我就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你要不要听听自己说的是什么屁话？都他妈翻脸了，还想让我当牛做马？我看你还是吃屎吧！听说吃屎最养胃了。你说什么？放肆！魏晨，你怎么能这么不文明呢？你的家教呢？谁允许你这么跟爸爸说话的？魏家众人再次开始了他们的指责和谩骂，而魏晨却是缓缓站了起来。不想吃是吧？不想吃那就谁都别吃了。他明知自己花生过敏，却故意吃下一大罐花生酱，然后当着全家人的面顺利发作。小翔，你这是怎么了？我好像花生过敏了。此时魏晨便再次成为了他们的怀疑对象，而这一次他却不在医院。过敏是吧？那就全都别吃了。原来前世他就被养子魏翔不断栽赃陷害，不仅因此遭到家人的冷漠偏心，甚至被全校师生群嘲谩骂，最后还落得个车祸惨死的下场。如今重活一世，当再次面对家人的无情指责与谩骂时，他选择当场掀桌子。
这个不孝子，迟早有一天要遭天打雷劈。爸妈，你们别生大哥的气了，气坏的可是自己的身子啊！只可惜我不是你们亲生的，不然我也会上去劝劝他。小翔，你放心吧，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亲儿子。对，我们没有他这么狠心的儿子，你才是我们亲儿子。就是他算什么东西，也敢给我们甩脸色，真是半点家教都没有。爷爷从小带大的人就这个德行。幸好有小翔这个对照组，不然我们还看不出他有多恶心呢。霎时间，整个客厅里全是魏家人的指责和谩骂。时间很快来到2小时后，被魏晨赶到3楼客房的几人正在商量应对魏晨的计策。这时，王妈走了过来：“大小姐，老爷传话让您尽快把几份投资计划书赶出来，他明天在集团早会上要用。”知道了，王妈，你明天帮我把东西搬到江景小区大平层里去，以后没事我也懒得回老宅，免得被魏晨给气死。好的，大小姐。其实陈少爷他这些年也是受了太多委屈，才憋不住爆发的，你们多包容包容就好。我还包容他？你没瞧见他今天的猖狂样子吗？再这么下去，是不是连我这个大姐也要跪着讨好他？可是以往都是大少爷讨好你们的呀。不管怎么样，忤逆父母就是不对。不过看在他多年讨好的份上，我也不是不能给个机会他改正错误。你把这几份急用的投资计划书送过去，让他今晚抓紧给我做出来。表现好的话，我明天会在爸爸面前替他美言几句。欲言又止的王妈无奈的点了点头，随后转身离开了3楼，而魏琳琅则是转头看向了几个妹妹。只要他做好这几个项目，我也不是不能原谅他今天的冒犯，毕竟是血缘上的亲弟弟，就当可怜可怜他吧。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现在的他和以前完全就是两个样。很快，王妈去而复返，而当看到王妈手上的项目书后，魏琳琅的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怎么回事？我不是让你给他吗？对不起，大小姐，陈大少爷说让你滚远点，以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去恶心他。听到这话的魏琳琅顿时火冒三丈。什么？我肯给他机会立业是他的荣幸，多少人想接触这种集团机密都没机会。他还说你要是没本事坐稳总裁的位置，就自己辞职。这些年他帮你的已经够多了，别天天臭不要脸，得寸进尺。王八蛋，他还真的这么说？没错，这就是陈少爷的原话。好你个魏晨，竟然敢这么羞辱我！真以为离了你地球就不转了是吗？要不是想给你机会修补家人关系，这种机密文件也是你能接触到的，真是不知好歹的白眼狼！王妈见状，赶忙将资料放下，随后转身离开了房间。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当魏晨和魏翔同时走出别墅时，司机小吴已经早在此等候。对不住了，陈少爷，车子有点挤，你要不还是像以前一样骑自行车去上学吧，主要是环保。是吗？我觉得你要是能把嘴巴闭上的话，会更加环保。说完，魏晨直接几巴掌抽到了司机脸上，很快就将对方打得鼻青脸肿。现在我给你一次张嘴的机会，告诉我这辆车挤不挤？我问你到底挤还是不挤啊？翔少爷，救我！就你！你看他敢在我面前说一个不字吗？听到这话的司机顿感绝望，而魏晨则是一脚将他踢出了数米远。就在这时，几辆捞屎来吃突然开到了别墅门前。少爷，请上车。先等一下，把我的斧头拿来。接过斧头的魏晨对着眼前的大锯就是一顿疯狂输出，很快一辆崭新的没菜得吃就变成了一堆破铜烂铁。好了，现在该你骑自行车去上学了。说完，魏晨坐上捞屎来吃，潇洒离去。半小时后，魏翔终于最后一个赶到了教室。同班的几名富二代见状，立即走到了他的桌旁。翔哥，你这是怎么了？不舒服吗？不会是受委屈了吧？你有事千万要跟哥几个说，别自己憋着。此时，其中一人像是发现了什么，随后恶狠狠地看向了魏晨。妈的，这小子现在还敢找你麻烦，老子弄不死他！听到这话的魏翔顿时邪魅一笑，他知道每次只要自己装出可怜的模样，所有人都会下意识替他打抱不平。我没事，你们别瞎想了，都认真复习吧。你也太大度了吧，谁都看得出来是那小子惹你不开心了。就是魏董夫妇现在最疼的可是你，就算他有血缘关系又怎么样？收拾落水狗的机会到了，你们谁去？小强上次可是帮了你大忙，现在他受了气，你去帮忙找回场子不过分吧？就是啊，那小子都要与魏家断绝关系了，你还怕个球啊？几人相互对视了一眼，然而却只有季强一人来到了魏晨桌前。魏老五，听说你爸妈都不要你了，没想到你也有今天。我只说一遍，滚！哈哈哈！你们快看，这小子死到临头还是这么狂，我倒想看看一个被家族厌弃的丧家之犬有什么底气。然而没等季强说完，魏晨已经掐住了他的脖子，随后抄起一支圆珠笔朝季强的眼眶以及口鼻扎去，顿时惨叫声响彻八方。而看到这一幕的魏翔以及跟班直接被吓得目瞪口呆。天哪，快去叫老师！疯了，这家伙绝对疯了！报警！马上给我报警！老子要送他进去坐牢。这点皮外伤可没办法送一个未成年去坐牢啊。不过我可以帮你把我的罪名加大一点。说着，魏晨继续对季强脸部进行无差别攻击。教室里再次响起了一阵阵惨叫声。
人家挑拨几句你就乖乖跳出来当刀子，季家除了你这么个蠢人，真是家门不幸。不用挑拨离间，今天伤我之事，就算不报警，我们季家也绝对咽不下这口气。你给我等着。好啊，我等着。小小季家，我就是喂你们吃屎，你们也得给我咽下去。不服气就让你们季家长辈过来找我。还有你们几个，刚刚就是你们要帮好兄弟出头是吧？来来来，你们的机会来了。随着魏晨的目光扫视过去，几名富二代立马吓得连连后退，只留下魏翔一人愣在原地瑟瑟发抖。大哥，你想干嘛？只是看有同学靠近，男人就开始削铅笔。当同学来到他面前时，男人突然起身朝他的面部扎去，顿时惨叫声响彻八方。只因前世他被养子魏翔不断栽赃陷害，不仅遭到家人的冷漠偏心，甚至被全校师生排挤，最后还落得个车祸惨死的下场。如今重活一世，当再次面对魏翔的阴谋诡计时，他选择不再隐忍。人家挑拨几句你就乖乖跳出来当刀子，季家除了你这么个蠢人，真是家门不幸。你给我等着，我们季家绝对咽不下这口气。小小季家，我就算喂你们吃屎，你们也得给我咽下去。还有你们几个，刚刚就是你们要帮好兄弟出头是吧？现在你们的机会来了。随着魏晨的目光扫视过去，几名富二代立马吓得连连后退，只留下魏翔一人愣在原地瑟瑟发抖。大哥，你想干嘛？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弟弟，别天天一口一个大哥，恶心人。就是你一直怂恿别人对付我，出了事又想躲在背后安然无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让我来帮你测试下头部的抗击打能力吧。说着，魏晨抓住魏翔的头，疯狂往课桌上撞去。教室里顿时响起了杀猪般的嚎叫。叫什么叫？吵到同学们学习了，你不知道吗？明天还要参加期中考试呢。就在魏晨砸得正尽兴时，教室里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住手！你说住手就住手，什么东西也敢在我面前指手画脚？魏晨，你这个暴力狂，魏爷爷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兄弟相残，欺压同学，你简直就是魏家之耻！思思，快救我！竟然还能说话，是这个桌子的质量太好了吗？说完，魏晨再次抓起魏翔的头发，狠狠地往课桌上撞去。而一旁的谢思思则是气得满脸铁青，情急之下，他抓起书桌上的裁纸刀抵在了自己的脖颈之上。魏晨，你再不住手，我就死给你看！什么？还有这种好事？那你快点动手吧！听到这话的谢思思顿时满脸不可置信地看向了魏晨，他没想到曾经的舔狗如今却完全变了个人。就在这时，班主任终于赶到了教室。魏晨，你疯了吗？马上给我住手！原来是李老师啊，早上好啊！你这个杀千刀的，怎么敢对自己的同学下这种狠手？我马上就报警，把你送进少管所。老师不能报警，我已经通知家中的长辈过来处理了。反应过来的李老师立即收起了手机，毕竟他也担心警察来后会把事情闹大。半小时后，几方家长匆匆赶到校长办公室，而当他们看到受伤的子女时，纷纷气得血压飙升。思思，你没事吧？小强，这是怎么回事？天哪，小翔，你怎么被打成这样了？是谁干的？当杜思慧看到一旁悠闲的魏晨时，立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有些多余，毕竟这里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人敢对魏翔动手。小畜生，敢动我儿子，老娘杀了你！魏夫人，我建议你想清楚再动手。我这人向来喜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昨天连魏董都被抽破了相，你不会以为自己很特殊吧？小王八蛋，我是你妈，你连我也想打？生物学上的妈而已，成年后咱们就断绝关系。魏夫人难道忘了旁边这位才是您儿子？听到这话的杜思慧差点被气晕过去。此时一旁的季明贤突然开口：你们的家事请回家去说，现在我只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侄子季强为什么会伤成这样，谁能给我一个解释？小陈，你与思思青梅竹马，不会疯到连她也伤了吧？你谢恕我可就这么一个女儿。面对几人的逼问，魏晨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看向了一旁的校长。季先生、谢董、魏夫人，事情经过都被教室监控记录了下来，现在伤员情况稳定，季强同学也不同意报警，要不咱们先看看监控，再决定怎么处理。10分钟后，看完监控视频的几人脸上顿时浮现出尴尬之色，而杜思慧看向魏晨的目光却带着一丝愤恨。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畜生，连自己兄弟都打，你简直是人渣败类！校长，我要求立刻开除这种垃圾！听到这话的众人全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他们没想到杜思慧为了给养子出气，竟这般辱骂亲生儿子。魏夫人这个亲妈都提议让你退学，那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了。我侄儿季强虽然主动挑衅略有不对，但是受了这么多伤势，心里面子都不会好受。只要魏晨退学这件事，我们可以不再计较。没错，几个孩子闹出这么大的阵仗，必须得有人付出点代价吧，否则他们不会长记性。三位既然表了态，晚辈我斗胆也说上几句没问题吧？贤侄想说什么？我想说你他妈是不是眼瞎啊？这件事从头到尾跟你女儿有半点关系吗？还一上来就拿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我劝你赶紧带她去医院看看脑子吧，还想让我付出代价？当年要是没有我爷爷的提携，你就是个工地里给人扛大包的臭瘪三。当了几年谢董就忘了自己几斤几两了吗？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谢志江顿时气得满脸涨红，几次想要爆发却都强行忍了下来。
不错，以前若是没有为老爷子扶持，我这辈子都不会有太大出息。这个恩情谢某不敢忘记。不过贤侄当众这么谩骂长辈，是不是太过分了些？过分？你不会以为老爷子死了，以前的事就没人知道了吧？这些黑料现在可都在我手里，没把你送进去已经是我仁至义尽了，还他妈敢来招惹我！听到这话的谢志江顿时冷汗直流，他没想到魏老爷子竟会把自己的把柄交给魏晨。想到这里，谢志江立即换了副嘴脸。贤侄骂得对，今天是我老谢不懂规矩，这件事我们锦江集团就不掺和了。凭什么他打了小翔不需要付出代价吗？你为什么还要给他道歉？闭嘴，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抱歉了贤侄，我这女儿确实有点脑残，我现在就带她去医院看看。说完，谢志江强行拉着谢思思离开了办公室，而一旁的季明贤却是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模样。谢董不掺和此事，我们季家可不会就这么算了。说吧，你伤我侄子这事儿该怎么算？算他自己倒霉不长眼，算你们季家人太蠢给人当枪使，算我好心帮你们教育子孙。怎么样，季三叔对于这个回复还满意吗？听到这话的季明贤没有立即发怒，反而露出了满脸阴笑。魏大少好胆色，我们季家多谢你管教小侄之恩，有空定来要好好回报你的大恩大德。季老三，你们家想对付他可别找错人，这小畜生昨天还在家揍了老魏，现在我们魏家可跟他没多大关系。刚才还一口一个亲妈，怎么现在就没关系了？你自己惹的祸是自己担着，你把小胜打成这样，就算季家不追究这件事，我也会追究到底。行了，今天这是我只找魏晨的麻烦，绝不牵扯到魏氏集团。那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收拾季强而放过谢思思吗？为什么？因为在我看来，你们季家比锦江集团要好收拾，我就喜欢捡软柿子捏，懂了吗？果然还是太年轻，你以为捏到了软柿子，殊不知这次踢到的是块铁板，是吗？不知道季三叔对这个还有印象吗？为了劝架，他竟然把刀架在了自己脖子上。魏成，你再不住手，我就死给你看！什么？还有这种好事？那你动作快点！说完，他抓着魏翔的头继续往课桌上砸去。只因前世他被养子魏翔不断栽赃陷害，不仅遭到家人的冷漠偏心，甚至被全校师生排挤，最后还落得个车祸惨死的下场。如今重活一世，当再次面对魏翔的挑拨离间时，他选择有仇当场就报。很快，几方家长相继来到了校长办公室，而当他们看到自己受伤的子女时，顿时全都把矛头指向了魏晨。说吧，今天这个事怎么解决？你他妈的是不是眼瞎呀？这件事从头到尾跟你女儿有半点关系吗？我劝你还是赶紧带她去医院看看脑子吧。还有你知道我为什么收拾季强而放过谢思思吗？为什么？因为我就喜欢捡软柿子捏，懂了吗？此话一出，顿时所有人看向魏晨的眼神都像是在看傻子。毕竟季家在政界的实力，大家都有目共睹。你果然还是太年轻，以为捏到了软柿子，殊不知这次踢到的可是块铁板，是吗？那不知道季三叔对这个还有印象吗？当季明贤看到魏晨手中的照片后，顿时吓得脸色惨白。他没想到魏晨手里竟会有他的把柄。三叔，你怎么了？闭嘴，还不快给你魏哥道歉！人家挑拨几句你就上去当刀子，季家怎么会有你这种废物？三叔，明明是他。少废话，魏少爷教育你那是看得起我们季家，快点过来道歉。此时的季强心中纵使有千万个不愿意，却还是咬着牙走到了魏晨面前。对不起，季三叔，你有听到他说什么吗？大声点，魏少爷没听到。对不起，我也只是受人指使，是我糊涂了。好你个魏晨，今天就算是他们两人不计较此事，我也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刘校长，你们圣瑞高中百年清誉可不能被这种人渣给玷污了，赶紧将他开除。而刘校长此时却也不敢轻视魏晨，毕竟另外两大家族都已经选择不追究。魏夫人，你们毕竟也是一家人，不管是退学也好，转学也罢，要不你们回家商量商量。商量什么？这是殴打同学违反校规的大事，你们只管按照规矩办事就好，不用顾及任何人的面子。这个不妥吧？要不你们自己再考虑考虑。别废话，开除，必须马上开除，否则我就找你们董事会投诉。听到这话的刘校长顿时犯了难，毕竟学校的董事会也在几大家族掌控之中。沉思片刻后，刘校长突然话锋一转：魏夫人，您是他们俩的监护人，有权选择给其中一人转学、退学或者是休学。反应过来的杜思慧心中的怒火顿时消失一空，随后冷笑着看向了魏晨：那就给魏晨转学，我作为监护人，决定让他转去13中。那你不能这么做，大哥成绩很好的，你怎么能让他去13中那种地方呢？这不是毁了他吗？小翔，你就是太善良了才会被他欺负，这件事你别管，我们魏家不需要这么不服管教的小畜生。那我没事的，一点都不疼，你千万不要为了我刁难大哥，我会良心不安的。此时听不下去的谢志江突然想要开溜，这件事我就不再追究了，我先带我女儿去医院看看脑子。不用了，去医院又要花不少钱，咱们家装修房子还差钱呢。如果你需要周转，可以试试抖音钱包里的放心键，打开抖音网钱包放心键，激活额度，跟着要求申请，最高额度20万，等资金到位还上就行。
我今天既不会转学，也不会付出半点代价，我还要让魏翔去学校广播室当众道歉检讨，你信吗？小兔崽子，你到底在发什么疯？刘校长，我的要求你听见了吧？魏晨同学，学校有学校的规矩，你打人的事情人家不计较就算不错了，怎么还能提出这么过分的要求呢？放心，你会答应的。说着，魏晨走到校长的办公桌旁，随后在上面写下了几个数字。而当刘校长看清上面的数字后，顿时脸色大变。现在能办了吗？能办。魏夫人，学生本人不同意的情况下是不能转学的。另外，这件事的起因是魏翔故意挑衅同学才惹起的事端，已经严重违反了校规校纪，他必须受到处分。刘校长，你疯了吗？动手打人的明明是他，为什么要处分魏翔？我要你立刻收回刚才的混账话，否则你应该知道得罪我们魏氏集团的后果吧。你选吧，如果拿不定主意的话，可以向学校董事会汇报。反应过来的刘校长瞬间如释重负，随后急匆匆地走出了办公室，而一旁的杜思慧却依旧不依不饶。别以为你装神弄鬼就能将这件事糊弄过去，就算是盛瑞高中背后的大股东，也得给我们魏氏集团一点薄面。你以为你是谁啊？人家给的是老爷子的面子，你一个外姓人也配咬我魏家之旗？听到这话的杜思慧再次气炸了肺，他不明白曾经唯唯诺诺的魏晨如今为何完全变了个人。很快刘校长去而复返，而此时的他脸上已无半分惶恐与慌乱。魏夫人，学校经研究决定给魏翔同学大过警告处分，并要求他立刻在广播室公开道歉，否则会对他做出开除处理。我不同意这个处理方案，你再这样我可要报警了。希望你们好好掂量一下后果。请你抓紧时间做选择，这是大老板亲自做出的指示，你报警也只是同学间的打闹，未成年该怎么处理，最终还是得由学校负责。随着刘校长的话音落下，杜思慧顿时露出了满脸的绝望与憋屈。片刻后，他突然走到魏晨面前，抓住魏晨的手臂。魏晨，你马上跟刘校长说我们和解，不要给小翔处分，你快说啊！你在教我做事吗？滚开！刘校长，记住了，让他给老子检讨深刻点。魏同学放心，我们校领导班子绝对不会姑息养奸。时间很快来到下午，当魏晨走出校门时，突然被一个女生拦住了去路，而来人正是一直被魏氏集团资助的贫困学生夏沫。找我有事吗？魏晨学长，小翔哥哥成为孤儿已经很可怜了，你还要殴打欺辱他，这是人干的事吗？而且你还要动用强权逼迫他在校广播室道歉，哪有这么欺负人的？我一直以为你是善良的好人，可现在才发现你与其他有钱人一样，都是为富不仁的混蛋。我要你马上跟我去道歉。面对夏沫的无理指控，魏晨不由得冷笑起来。你是吃得太饱了吗？如果你是吃撑了想来这里找存在感，我奉劝你最好省点力气。学长，你怎么如此理直气壮？难道你就没有半点羞耻之心吗？该有羞耻心的是你，一切事情始末都不清楚，道听途说就敢胡乱做出判断，你以为自己是正义使者吗？说完，魏晨走上车准备离开，而夏沫却突然挡在了车前。我不管，总之你马上跟我去找小翔哥哥道歉，并保证以后再也不欺负他，否则我不会让你离开的。哎，又一个脑残！少爷，要不要把他拉开？不用这么麻烦，直接给我撵过去。是。只因吃饭迟到1分钟，他竟让弟弟和狗坐一桌。这桌太挤了，你还是去那一桌吃吧。听到这话的魏翔顿时气得脸色铁青，而魏晨则是若无其事地吃了起来。只因前世他被养子魏翔不断栽赃陷害，不仅遭到家人的冷漠偏心，甚至被全校师生无情排挤，最后还落得个车祸惨死的下场。如今重活一世，当再次面对同学们的无端指责时，他选择不再隐忍。他妈的，又一个脑残！少爷，要不要我下去把他弄开？不用那么麻烦，直接给我撵过去。是。随着保镖的一脚油门下去，夏沫顿时被吓得连连后退，随后直接摔倒在地。太过分了！我要和你这种人渣一刀两断！一刀两断？那你想怎么断？总之就是要断，除非你马上跟我去找魏翔学长道歉，并保证以后再也不欺负他，否则这件事我跟你没完。好，说得好！你他妈的从初中开始就接受我们魏家的资助，每月3000元，持续了6年。还有你身上穿的，平时吃的喝的用的，哪一个不是我魏家出的钱？想断了是吧？好啊，还钱啊！随着魏晨的一声怒吼，夏沫瞬间就慌了神。我心怀善意，想把你拉出泥潭，可你却忘恩负义，假清高，拿着我魏家的钱财供养你们一大家子吸血鬼，还口口声声在我面前喊仁义道德，想立圣母小白花人设是吧？我没有。你没有这些钱，老子就算拿去喂一堆猫猫狗狗，他们都知道对我摇尾乞怜，而不是反咬我一口。听到这话的夏沫顿时瞪大着眼睛看向了魏晨，他不敢相信曾经的舔狗如今竟敢这样辱骂自己。我只是不想你和魏翔学长关系破裂而已，你怎么能满口都是钱呢？你现在是掉在钱眼里了吗？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这么市侩？
少他妈废话！从现在开始，我会中断你每个月的助学金，你们一大家子的花销账单也会给你寄上门。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还钱吧。说完，魏晨坐上车扬长而去，只留下夏沫愣在原地，久久无法回神。很快，魏晨便回到了魏家别墅。此时，客厅里已经备好一桌菜肴，而魏晨则是一言不发，直接坐下就开吃。你的家教呢？回到家也不知道叫人，哑巴了是吧？你是人吗？怎么跟你爸说话呢？就连动物都知道对自己的孩子好，可是你们却放着亲儿子不疼去疼养子，就这德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人？此话一出，魏国红顿时被气得满脸涨红。就在这时，养子魏翔也走了过来。大哥要是不喜欢我待在家里，我可以走的。你千万不能对父母这么不尊重，这是要遭天打雷劈的。不想挨揍的话，就把嘴巴闭上。哦，对了，这里太挤了，你还是去那一桌吃吧。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魏翔立马闭上了嘴。然而魏国红夫妇此时却并没有立即发怒，而是渐渐收敛了眼神里的怒火，并强行装出一副和善的模样。小陈，你也真是的，咱们一家人有什么话不能坐下来好好说呢？这是我吩咐王妈特意为你做的红烧牛肉，没有放葱花。我不吃牛肉，有屁快放！没事别来恶心我。你爷爷是不是给你留了些什么东西啊？爷爷留了什么你不清楚吗？当初他老人家死的时候，你可是巴不得把一根毛都搜刮干净吧？连远在燕京和省里的代姑二姑都分不到一丁半点。你别扯其他的，我说的不是股份和房产。老头子是不是给你留了情报网、人脉，还有各大家族的把柄之类的东西？你还是个未成年，有些东西你把握不住的。现在不知道多少人在背地里想弄死你呢，快把东西全部交出来！是啊，我们当爸妈的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你出事呢？你把情报网交出来，把知道的一切信息都交代清楚，以后你老老实实读书就好了。听到这里，魏晨不由得笑了出来。他们不知道的是，老爷子并没有留下什么情报网，只不过是他前世知道了太多秘密而已。你笑什么？快点交出来吧！我们魏氏集团最近与锦江集团有个大项目在推进，姓谢的半分情面都不肯让步。你把他黑料拿出来，我非得让他狠狠出一次血不可。你可真会做美梦呢！我要做也是把你的黑料给泄露，怎么可能帮你对付他？此话一出，魏国红夫妇的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他们没想到如今的魏晨竟会如此绝情。大哥，你怎么能帮着外人对付爸妈呢？魏氏集团是咱们一家人的心血，你不能这么过分的。外人？你怕马才是外人好吧？我再提醒你一下，魏氏集团是我爷爷一生的心血，不是你司机老爹的心血。别以为改个姓就能鸠占鹊巢，想不劳而获就回去继承你亲爹的锅碗瓢盆去吧。大哥别打了，我知道错了。你不是知道错了，你只是怕了而已。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魏国红再次被气得满脸涨红，而杜思慧更是直接晕倒在地。很快，家庭医生便赶到了现场。夫人，这是因情绪激动引起血压升高，从而导致的头疼病症，吃半片降压药就好。实在不放心，可以去医院做个详细检查。天啊，大哥你怎么能把妈妈气出头疼病来？这也太不孝了吧！夫人的头疼症已有10多年病史，一直伴随着剧痛和失眠，甚至偶尔有抽搐呕吐现象。以前受过不轻的折磨，不是现在才气出来的。对，以前他去过很多医院检查都没用，最后不知怎么就好了。是陈少爷用中医针灸配合按摩药膳调理好的。3年前老爷子病逝后，他就开始给夫人调养身体，算起来夫人已经有2年多没犯过病了吧。说完，医生满脸钦佩地看向了一旁的魏晨，而其余几人则是表情复杂。他们没想到曾经的魏晨竟然默默地为他们做了这么多事。陈少爷，要不你来试试吧，你给夫人扎个针再按摩一下，应该很快就能缓解。我可没有行医执照，你们还是把人送医院吧。再说了，人家还有最爱的养子呢，轮得到我出手吗？小畜生，她可是你亲妈，谁能眼睁睁看着亲妈遭罪？真不怕天打雷劈吗？你的良心呢？良心值多少钱一间？都这时候了，还想让我免费给你们当牛做马？你想屁吃呢？爸，你别和大哥吵，万一把你也气病了该怎么办？你倒下的话，咱们这个家也得散了呀！杀！说完，魏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客厅，只留下众人愣在原地，瞠目结舌。片刻后，清醒过来的杜思慧突然坐了起来。不行，我得找小陈说清楚，这些天是我对不起他，可毕竟母子哪有隔夜仇，他一定会原谅我的。很快，杜思慧便来到了2楼。然而，正当他想要上前推门时，却被保镖拦了下来。夫人，请止步，少爷不喜欢有外人踏足2楼。外人？我是他吗？赶紧让魏晨出来一下，就说我很难受。少爷在休息，任何人都不得打扰，特别是夫人你。少爷特意交代过，犯病了就去医院，死了也别来烦他。听到这话的杜思慧顿时只感觉五雷轰顶，头晕目眩。此刻他才终于意识到魏晨根本不是在闹别扭。就在这时，魏家几个姐姐终于赶了回来。
他明明是个右撇子，可今天却用左手拿筷子。大哥，你是不是拿错筷子了？我没拿错，因为这只手还有其他用途。说完，魏晨就往魏翔脸上一顿疯狂输出，只因前世他被养子魏翔不断栽赃陷害，不仅遭到家人的冷漠偏心，甚至被全校师生无情排挤，最后还落得个车祸惨死的下场。如今重活一世，当再次面对魏翔的挑拨离间时，他选择有仇当场就报。你狗叫什么？吵到我们吃饭了不知道吗？你还是去和小黑一桌吧。为此，一家人追到2楼想要找他理论，不料却被保镖拦了下来。魏晨，你赶紧给我出来！别以为我们没在家，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你个丧心病狂的畜生！小翔也是你弟弟，你怎么敢对他下手的？就是，小翔没了父母已经很可怜了，你就不能让着他一点吗？他妈的，吵死了！我教训他怎么了？要是不想住在这里的话，现在就给我滚出去！此话一出，本就在气头上的几个姐姐再次被激怒。虽然以前是我们不对，但你就没有错吗？你要是现在跪下给我们道个歉，我们还是可以原谅你的。哈哈哈，有意思！我就喜欢你们这种，总能找到理由让我收拾你们。再敢计较劳资，就把嘴给你缝上！魏晨冰冷的眼神顿时令所有人都为之一颤，随后纷纷逃离了现场。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当魏琳琅看到电脑上的股市走势图时，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已经下场抄底，按理说股价很快就会暴涨，怎么这几天腾盛集团的股价还是不停下跌？你们到底是怎么做事的？投资不合金融部呢？拿出可行性分析报告没有？魏琳琅不停拍打着桌子发泄心中怒火，一旁的女秘书见状立即递上一份报告。总裁，短短2天，我们投入了7、8亿资金，总计将13.7%腾盛股份收入囊中。现在咱们已经成为腾盛第2大股东了。听到这话的魏琳琅顿时陷入了恐慌，他没想到脱离了魏晨的帮助后，自己竟然闯下了大祸。此时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爸，爸什么爸？你看看自己捅的大篓子，以前你可从来没犯过这么低级的错误，现在连最基本的背景调查都做不好了吗？爸，你听我解释，这是个意外。意外个屁！你自己想想该怎么跟股东们解释吧。我会想办法补救的，您给我点时间，大不了到时候我把账目做漂亮点。不用了，你马上拉高股价，陆续出货吧。我有确切消息，腾盛集团有可能会停牌退市，能抽回多少资金就抽多少，千万别全砸在手里。听到这话的魏琳琅这才稍微松了口气，而想到自己努力几年建立的投资天才形象如今就要崩塌，魏琳琅顿时皱起了眉头。难道没有魏晨替我做项目评估，我就真的玩不转吗？不会的，小小亏损而已，我迟早会做出成绩证明自己的。想到这里，魏琳琅陷入了沉思。与此同时，一间高档办公室内，一男一女正兴奋地举杯对饮。四爷，你说这次能坑到魏氏集团吗？若是不能坑到他们，我可是会吃不了兜着走的。放心吧，如果魏老爷子还在，我自然不敢随便对他们下套。可是如今他们就是个空壳子而已。只要这次能让魏氏集团吃一个哑巴亏，接下来我们入驻江州市就会变得顺利许多，也不枉李腾这个废物拿自己的小命给我们铺路。李腾可是你老公，他死了你就没有一点惋惜吗？一个废物罢了，不说他了。我们在这次做局过程中发现有一伙人也在抄底，他们行事隐秘谨慎，只吃了3个亿左右的股份，最后追查下来好像是徐茂公的人。是他，有点意思，不过3个亿不算多，随他去吧。这几天你盯着股市，一旦发现魏氏集团想要割肉放血离场，你就立马把新药研制成功的消息放出去。这一次我要狠狠羞辱魏家良。明白。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魏氏集团会议室内聚集了所有股东，而众人看向魏琳琅的眼神全都充满了愤怒。各位，今天召集这个会议，主要是为了最近集团执行总裁魏琳琅在腾盛药业投资案中执行出错，导致损失惨重一事。鉴于事情已经发生，魏琳琅对于此事负有主要责任，而我作为集团董事长也有监察不力之责，我们都必须做出严肃检讨。不过这个项目内情复杂，念在魏琳琅这几年为集团赚取到不少利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我希望再给他一次机会。听到这话的众人顿时全都面色各异，毕竟魏国宏出面保人，他们也不敢多言。各位叔伯，这次投资纯属意外，腾盛集团情况非常复杂，谁都没想到刚刚签署了投资合同，李腾就会跳楼身亡，此事我负有很大责任。不过在事件发生后，我已经最大努力挽回损失，希望各位叔伯看在以往情分上网开一面，下个季度我一定努力为集团赚取更多利润，尽力弥补这次失误。随着魏琳琅的话音落下，众人脸上顿时露出一副虚假笑意。就在这时，女秘书突然推门进来，随后在魏国宏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听完，魏国宏顿时火冒三丈。火英好，原来是这个王八蛋在背后做局。是他，这家伙不是常年在海外做生意的吗？怎么会跑到江州市来？这次亏钱事小，被人看扁了倒是真的。霍英豪此人摆明了要针对我们，麻烦大了。时间很快来到2天后，一间豪华大厅里，魏晨若有所思地看着霍英豪。
霍英豪竟然会单独给我发请帖，有点意思啊。不稀奇，您与魏家闹翻的消息早已传遍各个圈子。霍英豪想要在江州市扎根，自然早已打探好了情报。不，他之所以给魏家发了请帖，还给我单独发一张，应该是在做局腾盛药业股份时发现了我们出手的痕迹。按理说我的人做事很小心，不至于被人盯上的。不过真要一点痕迹都不留下也不可能。看来霍英豪这个人不简单啊。所以这也是我愿意赴宴的原因。一个小小的江州市突然挤入一个聪明人，应该会变得很有意思吧？就在两人谈话间，宴会厅门口突然响起了一阵骚动，原来是魏家人到场。很快杜思慧便发现了魏晨，并来到魏晨跟前。小程，你怎么不等等我们就过来了？我还让人给你订了一套高定礼服呢。晚饭吃了吗？饿不饿？我去给你拿点小蛋糕吧。尽管杜思慧一副慈母的模样，嘘寒问暖，魏晨却懒得看他一眼。哪来的苍蝇，太烦人了。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随行的保镖立即站了出来。夫人，我家少爷喜欢亲近，请吧。听到这话的杜思慧顿时身躯摇晃，眼中全是不敢置信，而一旁的魏琳琅却是满脸怒火。小畜生，你敢对亲妈这么说话？信不信我扒了你的皮？咦，怎么还有狗叫声？此话一出，现场顿时响起了阵阵憋笑，而魏琳琅更是气得几乎维持不住形象。琳琅，你别这么冲动，你们是亲姐弟，在这里吵吵闹闹，平白让外人看了笑话。他都不怕让外人看了笑话，我有什么好怕的？我可不惯他这个臭脾气，不是口口声声想要与我们断绝关系吗？既然这么硬气，就别蹭我魏家的请帖啊！非要厚着脸皮硬挤入这个不属于你的圈子，没有魏家你算个什么东西？魏琳琅恨不得将心中积攒的怒气全部发泄出来。然而就在这时，一个似笑非笑的声音突然传来：魏晨贤侄可不是蹭魏家请帖登门的，他是我请来的贵客。随着霍英豪的话音落下，顿时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聚集到了魏晨身上。女人每骂一句脏话，他就要倒一杯开水。当女人骂到第3句时，他突然起身将水泼向女人脸部，顿时惨叫声响彻整个大殿。只因前世他被养子魏翔不断栽赃陷害，不仅遭到家人的冷漠偏心，甚至被全校师生无情排挤，最后还落得个车祸惨死的下场。如今重活一世，当再次面对家人的咄咄逼人时，他选择有仇当场就报。他妈的一张嘴就开始喷粪，我说怎么这么臭？再敢鸡叫，老子就把嘴给你缝上！魏晨冰冷的眼神顿时令所有人都为之一颤，然而魏琳琅被抽肿的嘴巴却再次硬朗起来。不是口口声声想要与我们断绝关系吗？这么硬气就别蹭我魏家的请帖啊！没有魏家你算个什么东西？霎时间，魏琳琅恨不得将心中积攒的怒气全部发泄出来。然而就在这时，一个低沉的声音突然传来：魏晨贤侄可不是蹭魏家请帖登门的，他是我请来的贵客。随着霍英豪的话音落下，顿时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聚集到了魏晨身上，而魏国宏此时却立马换了副嘴脸。多年不见，霍老弟还是这么厉害呀！魏兄说的哪里话？咱们这么多年兄弟情谊，以后可得好好来往才行。以后会有机会的。小翔、琳琅，过来见过你们霍叔叔。不是听说魏老爷子只有一个孙子吗？怎么又冒出来一个？此话一出，人群中再次响起了一阵憋笑，而魏翔此时更是满脸尴尬。哎呀呀，魏兄千万别生气，我只是不认识令郎，所以才有此疑问。对了，魏晨侄儿可在？霍叔久仰。应该是我久仰才对，贤侄果然有魏老爷子之风，不愧是他亲自养大的接班人。刚才琳琅侄女说魏晨贤侄是蹭魏家请帖登门的，其实不太对，你可是我亲自发请帖邀请来的贵客。说完，霍英豪故意环顾四周，随即拔高了音量。诸位还不知道吧？前段时间腾盛集团发生了点小动荡，魏氏集团投资32亿，最终亏损8.6亿，割肉离场，而我们魏晨贤侄却在暗中抄底，又在最高点抛售，真是后生可畏啊！随着霍英豪的话音落下，顿时所有人看向魏晨的目光全都带着一丝惊叹，而魏家人却是个个表情复杂。我当谁这么有本事？原来是有内贼里应外合呢！霍老弟好手段啊！魏兄，这话我可不爱听。我与魏晨贤侄不过是拉拉家常，你就说他是内鬼？堂堂魏氏集团董事长，不至于如此输不起吧？这个逆子曾经口口声声要与我断绝关系，如今转头就重仓抄底腾盛。若说他跟你没有半点关联，你猜大家会不会信？投资失败是你这个废物自己没本事，陈少爷赚钱那是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出了事就甩锅污蔑，有你这么当爹的吗？公叔，话别说的这么难听，谁知道你是不是也掺和在其中，想吃里扒外呢？公叔，少说几句吧。某些废物喜欢给自己的失败找点理由，咱们也不好戳破。小畜生，你还嘴硬！如果不是你泄露集团机密，你怎么解释这些巧合？解释什么？是我让你们投资的吗？是我逼着你们抄底腾盛药业的吗？还是我把刀架在脖子上让你们割肉离场的？我若真是内鬼，怎会让魏氏集团才亏损几个亿？你看不起谁呢？另外，你的宝贝女儿18岁进入集团历练，前4年经手项目近100个，全部弄得一团糟。最近3年是我帮她制定每一份项目评估报告，才让她在集团彻底站稳脚跟。现在我不再帮忙做项目评估书，魏琳琅自己投资失败，亏损严重，这是他自己没本事，谁的锅自己背好，别甩到我头上好吗？
此话一出，现场顿时响起一片唏嘘声，而魏琳琅的脸色再次阴沉了下来。本人再次重申一遍，成年后立马会与魏董事长解除父子关系，也不准备继承魏氏集团。未来魏家与魏氏集团有任何事情，请不要牵扯到我身上。口口声声要断绝关系，你有本事就签署放弃继承股权协议，把它全部转给小翔继承，没本事就别吹牛。爷爷留给我的股份凭什么要转给一个司机的儿子？你脑子有问题也指望我脑子有问题是吗？我就算把钱捐给国家做善事，也不可能让他占一丁点便宜。爸，大哥，你们别吵了，能进入魏家已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气，我不配要股份的。小翔你别管，魏氏集团现在是我掌权，他想继承股份，最后也得问过我同不同意。好啊，我拭目以待。此时，一名穿着怪异的女人走了过来，随后恶狠狠地看向了魏晨。魏晨，魏翔是我的救命恩人，以后若是让我发现你再碰他一根汗毛，我保证让你生不如死。聂大小姐想耍威风，是不是找错了地方？真以为我是你可以随意收拾的人？一个不被魏家看中的废物，我凭什么不能收拾你？从今往后，魏翔若是出了半点差错，不管是不是你干的，我都会让你生不如死。听明白了吗？哦，这么不讲道理，看来聂大小姐是想给魏胜找个保镖兼保姆啊。本小姐就是道理，你若是不想出事，不仅不能碰她，还得捧着护着。她但凡出点事，我就拿你试问。兰兰姐，你别这么说大哥，他对我很好的，哪怕爸妈不喜欢大哥，你也不能这么欺负他。面对两人的一唱一和，魏晨并没有搭理，而是看向了一旁的聂胜元。聂叔，你们家有条狗没拴绳子，放出来到处咬人，你管还是不管？听到这话的聂胜元顿时脸色难看，片刻后又装出一副沉稳的表情。魏晨贤侄的脾气倒是挺火爆的，不过年轻人还是不要太气盛了，容易吃亏啊。我也想低调啊，可不气盛还叫年轻人吗？如果你家的狗再管不住，我不介意帮你管上一管。就在双方正剑拔弩张之时，见势不妙的霍英豪突然站了出来。今天是我做东，还望各位给我个面子，有什么事过了今天再说。很快众人纷纷散去，而徐茂公这时却突然皱起了眉头。少爷，我虽然在黑白两道都有一些薄面，可是比起聂胜元这种在黑道上堪称霸主一般的存在，还是有些不够看了。要不我厚着脸皮摆上2桌，也许他看在我的面子上愿意和解也不一定。我骂他女儿是狗，你也能说和？你可别开玩笑，会死人的。我没开玩笑，和解是不可能和解的。你若是害怕，不如去外面躲一阵子。我怕个屁啊！我这把年纪就算死了也是值得的。可你要是出事，我怎么对得起老爷子在天之灵？不如你出去躲躲吧。不用，聂胜元活不了太久的，你自己小心点。这件事我会解决。听到这话的徐茂公顿时陷入了沉思。毕竟聂胜元是江州市的地下皇帝，势力不容小觑。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当魏晨刚坐下时，一名学生焦急地跑了过来。不好了，学长，咱们班的人被那个聂青兰和魏翔他们堵在了厕所里。这有什么不好的？很好啊，我就喜欢他们这种总能找到理由让我收拾他们。带我去看看。同学被精神小伙霸凌，轮流扇耳光，杨子弟弟更是从中挑拨，煽风点火。而重生归来的魏晨选择不再隐忍，直接请他们到男厕所品尝隔夜尿。不好了，学长，咱们班的人被那个聂青兰和魏翔他们堵在了厕所里。很好，我就喜欢他们这种总能找到理由让我收拾他。带我去看看。很快，魏晨便来到了霸凌现场。只见宋归跪在聂青兰面前，被他的小弟扇巴掌。全他妈给我住手！随着魏晨的一声怒吼，顿时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聚集到了魏晨身上。而魏翔此时却自以为是的站了出来。大哥，你别冲动，兰兰姐只是在跟他们开玩笑呢，你总不可能24小时护着他们吧？让他出了这口恶气就好了。你他妈的是聋了还是瞎了？我冲动了吗？我冲动了没有啊？魏晨冰冷的眼神顿时令所有人都为之一颤。片刻后，聂青兰的几个小跟班也纷纷站了出来。马德魏晨，你疯了是吧？小胜只是劝几句，你动手干嘛？欺软怕硬的东西，没本事去招惹兰兰姐，就只敢欺负自己人是吧？好，本来想慢慢玩的，不过既然你们自己找死，那就一起收拾了吧。说完，魏晨一拳砸到季墙面门上，又一脚将谢思思踢出去数米远，顿时气得聂青兰咬牙切齿。好你个魏晨，你还敢动手是吧？今天我就要让你知道什么人你得罪不起。好啊，我就喜欢你这种总能找到理由让我收拾你。我不仅要玩死你，还要把你身边的人全部玩崩溃。说着，聂青兰就要上前动手，然而却被魏晨一脚踢进了男厕所里。见此情景，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而魏翔此时更是吓得脸色惨白。大哥，快住手，别伤了兰兰姐。刚才他指挥小弟霸凌别人时，你怎么不喊住手？你可别告诉我自己没看见。大哥你别这样，兰兰姐刚才是跟他们开玩笑呢。好啊，那我也跟他开玩笑。说着，魏晨抓起聂青兰的头发就往墙上撞去，霎时间惨叫声差点掀翻了屋顶。你疯了吗？他爸可是江州市的地下皇帝，你这样会给我们魏家带来麻烦的。少他妈废话，他敢霸凌别人，我就敢以同样的手段还回去。想救他是吧？来，你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我就放过他。
听到这话的魏翔瞬间就愣住了，他明白如果答应就要惨遭羞辱，可不答应他平时塑造的形象就会在众人心里崩溃。小盛，不许跪，我马上打电话找人来救兰兰姐。不许跪，我没事的，他不敢对我怎么样。是吗？我数10下，你不跪下，我就把他的头按到小便池里去。10。随着魏晨的一声声倒数，在场的所有人顿时全都瞪大了双眼，而魏翔却有些不知所措。不许跪，他吓唬你的，借他10个胆子，他都不敢这么对我。是吗？时间到。魏晨猛地将聂青兰的头按了下去，顿时一阵密集的水泡声传来，霎时间骚臭味填满了整个厕所。此时的众人全都被这一幕惊得瞠目结舌。疯了，这家伙真的疯了。那得，聂大小姐被按到小便池里，说出去整个江州市都得炸锅了。聂爷这辈子最宠女儿，他要是知道出了这种事，非得把魏晨大卸8块了不可。就在众人震惊之际，魏翔又突然站了出来。大哥，住手吧！你是想给魏家带来灭顶之灾吗？快放了兰兰姐，不然谁都救不了你的。你也不想承受聂爷的怒火吧？狗屁聂爷，谁敢惹我都得喝尿。说完，魏晨果断掏出手机给聂青兰拍了几张特写，随后将照片发给了聂胜元。而另一边的聂胜元看到弹出的消息时，却突然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这个家伙莫非是想来求和？罢了罢了，本来还想给他一点教训的。既然他主动来求和，看在他死鬼爷爷的面子上，我也不是不能饶他一次。然而，就当聂胜元点开消息，看到女儿满头尿渍后，顿时脑子一片空白。聂老狗，我说过你家狗崽子若是管不好，我会替你管的，不用谢我。我操！小子，我要你死！马上放了他！我女儿要是少了半根汗毛，我就将你千刀万剐！什么？还想让他多喝2斤尿？好的，聂叔，你这个要求我绝对满足。说着，魏晨继续将聂青兰的头往尿池按去，而另一边的聂胜元已经被气得大口喘着粗气，一腔怒火堵在心口，简直要爆炸。马上备车，我们去13中。聂爷，小姐不在13中，她已经转学去了盛瑞高中。盛瑞？她去那里干嘛？好像说是为了去保护她的救命恩人。今天早上刚去盛瑞报道，结果就出了这档子事。那就去盛瑞，赶快备车。要不要叫点人？叫什么人？您不是要弄死这小子吗？他身边保镖不少，咱们要想把人带走的话，可能还得多带点人过去。你他妈有毛病是吧？大庭广众之下，你带着一堆人冲入学校，你真当老子可以一手遮天吗？这是法治社会，做事用点脑子好吧？不管怎么样，这小子都必须死。今天过去先把青兰接回家，过后让老鬼他们动手。另外，如果魏家要护他，连魏家也一起动。明白。就在这时，寸头青年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然而当他打开一看，顿时忍不住脸色一变。卧槽，姓魏的半点情面也不讲，直接把小姐惨遭霸凌的照片发到了校园贴吧里，现在已经传播了出去。真是够狠啊！这种上来就把事情做绝的性格，还真是像魏老爷子。看来这件事是不能善了了。很快，聂胜元终于赶到了校长办公室，见状，校长立即微笑着迎了上去。聂董，对不住啊，实在是对不住。您先坐，咱们好好聊聊。今天过来不是讨论谁对谁错的，先知好胆色，回家该吃吃该喝饭，等下去见了你爷爷也不至于当个饿死鬼。你以为我敢把事情做这么绝就半点筹码都没有？此话一出，聂胜元顿时意识到了不妙，毕竟他这样的老江湖一眼就能看出一个年轻人不该有如此沉稳气度。年轻人，不管你有什么底牌，这件事都不可能简单过去，好自为之吧。做错事总归是要付出代价的。不错，那咱们就打个赌吧，半个月我要让聂家灰飞烟灭。女人每霸凌一次同学，她就要撒一泡隔夜尿。当女人霸凌到第3个时，她突然抓起女人的头往尿池按去，顿时水泡声与骚臭味填满了整个厕所。很快，几方家长相继来到校长办公室。当看到自己的女儿满头尿液时，聂胜元顿时气得火冒三丈。年轻人，我不管你有什么底牌，今天这件事我跟你没完，你好自为之吧。做错事总归是要付出代价的。是吗？那咱们就打个赌吧，半个月我要让你们聂家灰飞烟灭。此话一出，刚刚还在满脸愤怒的聂胜元顿时哈哈大笑起来。此时在场的所有人看向魏晨的眼神都像是在看傻。大哥，你别这样，爸妈教育我们要与人为善，你今天不但霸凌兰兰姐，还想挑起聂叔叔与魏氏集团的争斗，这样不太好吧？他妈的是聋了还是瞎了？你没看到是他先霸凌其他同学的吗？我收拾他就是在为您除害。聂老头，我建议你先认清楚他这张脸，这就是勾搭你女儿让他发疯招惹上我的罪魁祸首。等你家破人亡那天，记得找他算账。听到这话的聂胜元顿时神色微变，随后满脸厌恶地打量起魏翔来。而此时见势不妙的聂青兰突然站了出来。爸，这是我的救命恩人，他现在是魏家最疼爱的养子。然而聂胜元却懒得多看魏翔一眼，强行拉着聂青兰离开了校长办公室。而此时的魏翔又装出了一副担心的模样。怎么办啊，大哥？聂爷这次是真的动怒了，要不我让爸爸找人去说情吧，万一聂爷真的找你麻烦，你那几个保镖也挡不住啊。收起你那套虚情假意，少他妈在我面前唱大戏。小翔，你也别太善良了，人家都这样对你了，还要替他考虑什么啊？就是啊，这种人就是自己想找死，活该。
听到这话的魏翔故作伤心的转过身去，随后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勾唇挑衅一笑。时间很快来到下午，当魏晨回到家时，只见所有人都恶狠狠地看向了自己。义子，谁让你去得罪聂胜元的？是不是想拉着全家一起死你才甘心？魏董，咱们现在是什么关系？你应该清楚啊。名义上我们虽然还是父子，可实际上只差我成年后断绝关系而已。所以，请不要在我面前摆大家长相，否则我将无法控制我的拳头与巴掌。就算你不认我这个爸，可在外人看来，你我依旧是父子关系。现在闹出这等大事，难道我们魏氏集团还要替你背锅不成？我要做什么还需要考虑你们的感受吗？再说这件事是你亲爱的养子魏翔搞出来的，就算我和聂胜元不死不休，凭他与聂青兰的关系，这件事也扯不到你身上。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啊？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顿时所有人全都瞪大着眼睛看向了魏翔，而魏国红更是气得满脸涨红。我就知道你会把事情怪到小翔身上，还好小翔已经提前告诉了我们事情的经过，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不靠着魏家你怎么度过这个坎？小程，你就别犟了，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呢？你爸爸就是刀子嘴豆腐心，现在你遇到这种事，我们也是着急的，我们哪能眼睁睁看着你出事呢？是啊，大哥，爸妈不知道有多着急呢。要不你就跟爸妈道个歉，咱们在一起想想办法。实在不行，咱们全家给人聂叔道歉去，哪怕当众下跪也得把事解决了呀。面对一家人的虚情假意，魏晨没有当场拆穿，而是看向了一旁的佣人王妈，晚饭给我送2楼来。然而就在魏晨转身刚要离开时，却被外地赶回来的吴姐魏青青拦了下来。站住！你这是什么态度？难道连一家人坐下一起吃顿饭都不愿意了吗？看着你们我就倒胃口，你刚回来不知情我就不删你了，但是你只需要记住一点，别来烦我。听到这话的魏青青顿时露出了满脸的疑惑，随后跟随魏晨追到了2楼。对不起吴小姐，少爷不喜欢有外人打扰。谁是外人？我是他亲姐，赶紧让他给我出来，今天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少爷交代过，休息期间任何人不得打扰，而且血缘关系上的父母姐姐他不认。你说什么？魏青青顿时被保安的话气得直跺脚，随后又恶狠狠地看向了房门。魏晨，你给我出来！我是你姐姐，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难道就因为我们接纳小翔，你就如此极度排斥吗？一家人有什么话不能掰开了说？魏青青恨不得将她积攒的怨气全部发泄出来，而再也忍不住的保镖正准备强行赶人，这时魏晨却走了出来。怎么又想来给你的好弟弟出气？你说什么呢？你不就是我弟弟吗？别他妈来我这里套近乎，我连爸妈都不认，还指望我来认你这个姐姐？想要我帮忙就直说，想求人办事还如此趾高气扬，你还是一贯的不要脸啊！行，小翔的事情改天再说，你现在来给我改改歌，我下个月要开演唱会，到时候要是没有一首压轴新歌，我怕镇不住场子。都他妈到这个地步了，还想让我当牛做马？吃屎去吧你！你说什么？你疯了吗？再这样跟我说话，信不信我削？没等魏青青说完，就被魏晨一顿巴掌招呼了上。以前当你们是姐姐，我可以让着点，而现在只要我想，随时都可以收拾你们。记住了，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踏足2楼。说完，魏晨转身走进了房间，而魏青青却被揍得慌了神。就在这时，王妈端着饭菜走了过来。你这个混蛋，连自己的家人都敢打，你迟早会遭天打雷劈的。小姐，早点回去休息吧。王妈，你别给他送饭，他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小姐，其实你们也没养他呀。王妈，你说什么胡话呢？对不起，小姐，是我多嘴，只是有些事情我们外人看在眼里，可比你们局内人要清楚得多。人家陈少爷是老爷子养大的呀。那又怎样？他没吃魏家一口饭吗？我们对他不好吗？可是陈少爷也不缺这一口饭啊。自从3年前他与你们一起生活以来，明里暗里不知道做了多少努力，热脸贴冷屁股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而他却依旧不计前嫌，默默奉献。可自从魏翔少爷被收养进门以后，你们就对一个外人关怀备至，热情体贴，甚至每次2人发生冲突，你们都是第一时间来责罚陈少爷。长此以往下去，他能不翻脸吗？听到这话的魏青青瞬间呆愣在了原地，直到此刻他才终于明白，原来是他们一直在亏欠魏晨。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在徐茂公的牵线搭桥下，魏晨来到了市局办公室。我就直说了吧，昨天我和你的结拜兄弟闹了点不愉快，不知道樊局有没有收到这个消息呢？什么结拜兄弟？当然是咱们江州市的地下皇帝聂胜元啊！这个你可别胡说八道，本人遵纪守法，坚守本心，从来不搞什么拉帮结派的事情。装？你继续装，你不会以为面具戴久了自己就真是个人了吧？要不你看看这个之后再来回答我。当樊生看清魏晨递过来的资料时，顿时脸色一沉，随后故作镇定地看向了魏晨。你想要干嘛？你是个聪明人，装什么傻呢？我当然是要你那个结拜兄弟死啊！你在开什么玩笑？我们只会维护社会秩序与百姓安宁，怎么可能做违法犯罪的事情？没让你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只需合理合法的抓捕，然后将他击毙就好。你自己不也一直想这么做吗？
只是还没下定决心而已。一朝天子一朝臣，如今江州市这个小小的地界上突然换了主持人，而且对方还是从省里调来的，背景十分深厚，想必你最近的日子也不好过吧？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季家很快会倒台，以往的秩序会被重新推翻。大洗牌中，谁先站对了位置，谁就能获得更大的话语权。那我怎么相信你不是信口雌黄？你若打听一下，就该知道我最近与季家和聂胜元等人都闹得非常不愉快。我不至于为了坑你选择自己孤身入局吧？听到这话的樊生顿时陷入了沉思，他不明白眼前的年轻人为何会知晓这么多秘密。沉思片刻后，樊生满脸认真地看向了魏晨。那你想让我怎么做？聂胜元这个家伙做事滴水不漏，这些年只有他手里握着别人的把柄，可没有人能找到他的罪证呀。真想找，怎么可能找不到？你们不过是怕对方翻船时牵连到自己而已。只要你抓紧时间布控抓捕，并且在抓捕时将他击毙，那么他手里的东西将永远不会威胁到任何人。同时，你也可以在此事上大做文章，向新派系投诚谄媚，以此保证自己的地位更上一层楼。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刚刚还有所防备的樊生顿时换了副嘴脸，随后紧张地咽了下口水。好，您准备怎么做？我全力配合。如今聂胜元父女俩已经被我彻底惹毛，我想他必定会狗急跳墙，派人对我下死手。你只需要布置点人手，暗中跟着我，只要他敢动手，你就得到了一个铲除他的机会。对了，你也别想着暗中搞鬼，让我与他两败俱伤。我已经在某个秘密邮箱里存放了大量好东西，每隔2天我不取消一次，他们就会全部发送到网络上。而你只要帮我解决掉这次的麻烦，这些东西我将全部删除。听到这话的樊生再次脸色阴沉，沉思片刻后才强行挤出一丝笑容。魏小兄弟误会，你放心，我绝对保证你的安全。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当魏晨的车队来到一处偏僻地带时，突然被一辆油罐车挡住了去路。此时对讲机里传来了保镖队长的声音：停车，过去看看什么情况。当一个保镖刚准备上前查看时，油罐车突然爆炸开来。就在烟雾散去后，突然跑出来几名长手对着魏晨的车辆一阵袭击。然而没过多久，枪声便停了下来。原来是暗地里保护魏晨的武警赶到了现场。2小时后，别墅里迟迟没收到消息的聂胜元开始焦虑了起来。爸，你不舒服吗？没有，只是感觉有点不太安稳。难道鬼叔他们行动失败了？不至于啊，他们又是用炸药又是用枪的，魏晨手底下这些保镖连枪都没有，按理说应该是轻松横扫的呀。不要小瞧人家，没有重武器的情况下，手枪就跟烧火棍没什么区别。和谐社会谁都不敢弄出太大动静，只求能炸死对方就好。这时，一名青年突然满脸惊恐地走过来，随后递给聂胜元一个平板。老鬼叔他们可能已经全军覆没，事情闹大了，还上了新闻。听到这话的聂胜元顿时脸色大变。糟糕，咱们中计了。什么意思？这个爆炸现场不是挺惨烈的吗？也许魏晨已经被炸死了呢。不可能，他肯定没事，而我们却要有事了。爸，你到底在说什么啊？小姐，事情发生到现在，老鬼叔他们都没有回话，证明他们不是全军覆没，就是已经被炸了。而且这么久了，我们都没收到一丁点风声，说明上面已经达成了一致决议，要将我们铲除。我们已经被保护伞抛弃了。听到这话的聂青兰顿时傻眼，而聂胜元此时却露出一抹苦笑。这回算是踢到了铁板上，没想到这个魏晨竟是个狠人啊！这时青年的手机突然响起，然而就在他接起后，脸色却更加难看起来。果然，他们已经全对准了咱们。现在聂爷名下的所有产业都已经陆续遭到了查封，还有大批警力正在往这里赶来。妈的，这小子够狂！我今晚就带人去弄死他，哪怕鱼死网破也在所不惜。成王败寇，愿赌服输。再说我们哪还有时间对付人家？书到猢狲散，你不懂吗？现在你马上收拾收拾，保护青兰出国。聂爷你呢？不一起走吗？你们都是身家清白的，直接坐飞机走就好。我可能得从其他地方偷渡才行。此时的聂青兰早已泣不成声，他知道这次魏晨已不再是耍嘴皮子，而是动真格。爸，怎么会闹成这样？难道咱们就甘心这么被赶出去吗？孩子，保住命比什么都强，什么面子钱财都是虚的，你开开心心活着就好。咱们在国外账户里的钱也足够生活了，人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对不起，爸，都是我害的你。胜败乃兵家常事，我这辈子没什么看不开的，这次也不怨任何人，但是你给我记住，以后不许找魏晨报仇，你玩不过他的。另外，不许再与魏翔有任何来往。当日魏晨在校长办公室曾断言咱们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就是他，现在一切已经应验，这个人绝对在利用你，明白了吗？聂青兰哭着点了点头，随后青年强行拉着他离开了大厅。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聂胜元根本没有打算逃跑，只见他拿出一把手枪抵在了自己的太阳穴上。魏晨，好手段啊！只因家人吃饭没等他竟要他们和狗坐一桌。我还没到，谁允许你们先动筷的？管家，把他们给我赶到2哈那一桌去。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顿时众人脸上全都露出了一丝惊恐。只因前世他被养子魏翔不断栽赃陷害，不仅遭到家人的冷漠偏心，甚至被全校师生无情排挤，最后还落得个车祸惨死的下场。如今重活一世，当再次面对家人的冷眼相待时，他选择不再隐忍。聂老头是什么下场，你们应该清楚。
别再让我看到你们先动筷，不然把你们腿打断！哈哈哈哈哈！说完，魏晨转身潇洒离去，只留下魏家人惊愕地围坐在餐桌上。爸，你没开玩笑吧？魏晨他有这个本事整死聂胜元，会不会是误会啊？是啊，小陈这孩子还是个未成年呢，他撑死了也就有徐茂公给他撑腰，哪有本事弄死姓聂的啊？可能是因为这次聂爷出手动静太大，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吧。而且现在又正好是在扫黑除恶行动中，不就顺带把他给扫了吗？然而听到这话的魏国红却摇了摇头，他没想到两个儿子差距竟然会这么大。这个小畜生八成是借用了老爷子留下的人脉和人情，真是个混账东西。为了好勇斗狠，竟然把这么珍贵的人情都用上，简直不可理喻。若是这些人情用在集团发展上，魏氏集团早就更上一个台阶了，何至于到现在还蜗居在江州市内？老爷子也真是的，费尽心力培养这种白眼狼，简直是浪费了我魏家资源。这么不懂事的弟弟还要他干嘛？最近集团很多项目推进都不太顺利，爸妈你们可得想办法让他把爷爷留下的资源全交出来。是啊，人情债可是天大的资源，可不能任由大哥任性浪费掉，这可都是魏氏集团发展的机会啊！听到这话的魏国红顿时心动，可一想到魏晨如今的脾气，又忍不住皱起了眉头。这个小畜生现在翅膀硬了，口口声声要和我们断绝关系，贸然让他交出资源，必然是不肯的。你们有什么办法吗？听到这话的众人顿时全都尴尬地闭上了嘴，而魏国红此时却突然灵光一闪。林朗，上次交代你的事情尽快办好，以防不测。明白，明天我就去公司安排。爸，那聂青兰去了哪里？应该是出了国，具体去了哪暂时不知。不过他是未成年且身家清白，就算聂家倒台也不会牵扯到他，放心吧。听完，魏翔点了点头，而脸色却十分难看。妈的，都怪魏晨这个贱人，昨天怎么没有炸死你？每次沾上你总没好事，这家伙不会是克我的瘟神吧？小翔，你的脸色怎么不太好啊？聂青兰是你朋友吧？你别担心，他这种家庭的人迟早会面临这种事的。他们在国外都有各种黑户口和灰色资金，去哪都饿不死。是啊，你不用担心，实在不放心，改天打个电话问问就好。面对家人的安慰，魏翔强行挤出了一丝笑容。与此同时，另一边的霍英豪也正在端详着手中魏晨与魏翔的资料。霍董，您怎么突然对他们俩感兴趣了？因为看不透，所以才感兴趣啊。首先是这个魏翔，一个司机的儿子竟能获得魏家上下的青睐，周围同学朋友也无不喜欢他，这份本事很不正常。而这个魏晨则更加厉害，从他前段时间一连串的事件可以瞧出，他是个很有手段的年轻人，连我都不敢小觑了他。一个高中生而已，不至于吧？他能在短短几天内把江州市黑道霸主聂胜元连根拔起，你觉得这种高中生会简单吗？也确实有些了不起，一个未成年人竟然能把手伸向政界。是啊，这回三哥来江州市镀金，正头疼怎么把这里的局势洗一遍呢？可谁曾想这个未成年人竟主动打起了第一枪，你说厉害不厉害？这种人假以时日，必定又是一方枭雄，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生子当如魏小七啊！说完，霍英豪的眼神顿时变得忧郁起来，而另一边的几名富二代却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听说聂家对魏晨出手了？什么？卧槽！不会吧？那是他活该，谁让他不知天高地厚去招惹兰兰姐的？不过他们怎么出手的？今天早上江淮路发生了一起油罐车爆炸事件，还出动了武警，据说动了枪死了不少人。当时魏晨的车队就在那里。牛逼啊！你也不愧是老江湖，一出手就是这么狠。早就说了让魏晨别惹人家，兰兰姐岂是他能招惹得起的？就在众人正幸灾乐祸时，谢志江突然从门外走了进来。以后再也不要去招惹魏晨了，尤其是你，思思。爸，魏晨都被人炸了，你还不知道吗？他就算不死也得重伤，我们还怕什么？死个屁！这小子现在屁事没有，倒是聂胜元的手下当场死了8个，还被列为扫黑除恶重点清除对象。而且警方到达家别墅的时候，他已经开枪自杀了。随着谢志江的话音落下，在场的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顿时全都吓得手脚发凉。这是什么情况？一个高中生逼着一介黑道枭雄开枪自杀？谢叔，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现在聂胜元已经死了，聂青兰也被逼逃向了国外，聂家名下的各种产业全部遭到查封，警方已经掌握了聂家历年来上百件犯罪证据。聂胜元要是不自杀，可能枪毙几10回都不够。而这一切都是魏晨的手笔，虽然还不清楚他到底做了什么，但是从目前收到的风声来看，他肯定与上面某些人达成了某种协议，一起对聂家动了手。听到这话的众人这才清醒过来，顿时纷纷开始庆幸自己没去招惹魏晨。所以你们刚才的幸灾乐祸真是愚蠢，人家魏晨早已经跟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就算是你们家中的长辈以后见了他都得矮上3分，别再不知死活的去招惹人家了，懂吗？
此话一出，刚刚还在趾高气昂的富二代们，此时全都吓得拼命点头。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魏氏集团各部门高管再次齐聚总部会议室，然而众人脸上却全都表现出一副憎恶的表情。魏总，你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呀？凭什么我在财务部干得好好的，要调我到保洁部去扫垃圾？就是魏总是觉得我们有哪里做的不好吗？突然发出这份调岗通知书是什么意思？请你解释一下。面对众人的咆哮，魏琳琅并没有立即做出解释，而是不耐烦地扫视了一遍每个人的面孔。其实原因很简单，这是集团最近做出的重大转型规划。我们集团管理层近年来有年龄偏大，许多人不思进取，跟不上时代潮流，却始终霸占着高管位置不肯撒手的情况。这种行为严重阻碍了年轻员工的上升通道，也极大打击了他们的上进心与奋斗欲，对于集团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此我们才忍痛做出了如此调整，未来一大批年轻人会得以提拔，各位只能暂时委屈退至2、3线休息，希望大家为集团发展而包容一些。放你娘的狗屁！老子在集团干了20多年，一手搭建起销售部的框架，你说我老了不思进取？没错，公司多个网络项目都是我建立起来的，你们怎么能过河拆桥？就是我们这些年在集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这么做不怕集团陷入动荡吗？我们可是会去劳动仲裁的。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各位不会以为自己走了就没人能顶上吧？你们手底下的人不知道多想做你们的位置呢。至于劳动仲裁嘛，各位可以随意。集团养着一个庞大的法务部也不是吃干饭的，调岗不降薪并不违法，你们可以随便告。随着魏琳琅的话音落下，在场的众人顿时全都气得火冒三丈。魏总，真的没有商量余地吗？我们这些人全部调岗，必定会对集团造成很大波动，董事会能答应吗？魏晨少爷呢？这一点不用你们担心，魏晨还未成年，并且在集团内部不担任何职位。我知道你们这些人都是爷爷的忠心下属，做梦都期待着他执掌集团，可现在谁也救不了你们。若是有人想要改换门庭的，交出手上的人脉资源以及核心机密，我可以考虑让他官复原职，不然你们就等着在保洁部发烂发臭吧。听到这话的众人脸色再次难看了几分，他们没想到在集团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今换来的却是这个下场。胳膊呢，永远是拧不过大腿的。老爷子想让魏晨当集团继承人又怎样？留下了大笔股份给他继承又如何？现在集团是我父亲当家做主，他想让谁执掌集团谁才是继承人。至于魏晨不过是个遭人厌弃的小屁孩而已，你们想要跟着他就得付出代价。说完，魏琳琅似笑非笑的是全场，无声的给众人施加了沉重的压力。片刻后，一个中年人突然冷笑一声：调岗就调岗，老子为集团奋斗10几年，早就累出了一身职业病，正好去保洁部休养休养。不错，调岗怕个屁，老子不吃这套。想把我的独家人脉和机密套走，想得美！我就算离职都不可能低头。就是一份工作而已，吓唬谁呢？好啊，希望你们一直这么有骨气。真以为有魏晨当靠山就能跟集团对着干了吗？做梦吧！众人在权衡利弊之后，全部骂骂咧咧离开了会议室。魏琳琅见状，顿时气得满脸铁青。很快，几名高管便找到了魏晨，而魏晨在得知魏琳琅父女俩的恶心行径后，突然勾唇一笑。调岗有点意思。魏少，你怎么看？现在集团小保洁部几乎成了大乱炖，什么总经理、副总主管全都往里塞，大家伙现在每天都是无所事事，直接就被架空了呀。是啊，我们现在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魏少，您拿个主意吧。顿时，一双双审视的目光看向魏晨，言语间满是试探，而魏晨却满意的勾唇一笑。各位说白都是看着我长大的，这次什么情况大家也都清楚，你们是指望着我成年以后杀回魏氏集团去争夺董事长席位对吧？不错，老爷子留下的集团除了你还有谁能执掌？魏少，你虽然年轻，但是从小就受到老爷子的重点栽培，课余时间都是在集团办公室内度过的，我们都相信你。你一旦成年就可以继承30%集团股份，到时候公叔再联合一批老股东，优势在我们呀。面对众人的表态，魏红却摇了摇头。没用的，魏国红这个老狐狸开疆扩土不擅长，但内斗却十分狠辣。这么长时间，他完全可以用稀释、抵押等手段将股份搞走，打官司又费时费力，他能把我活活拖死。其实我从来就没想过要继承魏氏集团，虽然这是爷爷打下来的江山，但是几十年下来，集团早已腐朽不堪，内部陈疴太多，我不想把精力浪费在天天跟董事会扯皮上。那您的意思是要创立一个新的集团？不错，本来我想成年以后再创办集团框架，逐步把你们都挖过来的。可现在魏国红父女俩玩出这么一手，我的计划估计得提前了。接下来我会让公叔去一趟港岛，在当地注册一家跨国企业，由他担任法人，而我则是最大股东。继承爷爷的遗产需要成年，而担任企业股东却并未规定年纪，所以这是目前唯一能规避风险、快速搭建起框架的办法。集团名字暂定为强盛。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在场所有人全都被这番话说得热血沸腾。强盛集团，好名字啊！正好老子早就受够了魏国红父女俩的嘴脸，我们马上就辞职过来跟你。顿时众人争先恐后的表态，而魏晨却抬起手阻止。
辞职干嘛？乖乖在魏氏集团养老休息。强盛集团各项手续还得跑几个月呢，享受各项福利不好吗？不过大家摆烂归摆烂，你们可千万别随便举报集团内部有问题，也别故意丢失项目重要数据，撬走人家合作商，更不能鼓动手下人集体离职啊，这可是不道德的。听到这话的众人顿时一阵哄笑，毕竟他们都是混迹职场10几年的老江湖，魏晨的反话个个都听得明明白白。魏少，你放心，我们都懂，少了我们这些人，魏氏集团就算不瘫痪也得要乱上一阵子，正好让他们受气。男人每吃1粒米，就会遭到家人一顿骂。当他吃完1整碗时，突然起身对着主人一顿疯狂输出，顿时惨叫声与求饶声响彻整个大厅。只因前世他被养子魏翔不断栽赃陷害，不仅遭到家人的冷漠偏心，甚至被全校师生无情排挤，最后还落得个车祸惨死的下场。如今重活一世，当再次面对家人的冷眼相待时，他选择有仇当场就报。全他妈给我记住了，以后这个家只有我能先动款。魏晨冰冷的眼神顿时令所有人都为之一颤，而魏国红被抽肿的嘴巴却再次硬朗起来。小翔，以后你才是我的亲儿子，我也只有你一个儿子。谢谢爸爸。谢什么？你为家族做出了这么多贡献，不像某些人只知道吃干饭。就是有些人从小到大花了多少精力培养，结果长大了不但不为家族分忧，还要胳膊肘往外拐，真以为离了你集团就运转不了了吗？现在魏氏集团发展势头良好，等到金融2部彻底打出名声，我倒要看看谁才是真正的集团继承人。霎时间，众人七嘴八舌的开始鼓吹魏翔，而魏晨却懒得看他们一眼。见状，魏琳琅顿时气得咬牙切齿：装，继续装！你不是天天自诩为爷爷亲自培养的继承人吗？我就要让你看看继承人的身份是怎么被人抢走的。喜欢抢就抢呗，谁在乎呢？你以为有魏翔相助就能玩转金融了？别到时候爬得越高摔得越狠。我看你就是嫉妒咱们小翔。此话一出，一家人纷纷发出了嘲笑声，而杜思慧即使不太赞同大家针对魏晨，却也没有阻止，只是皱着眉看向了魏晨。你若还想保住继承人的身份，最好回头是岸。咱们始终是一家人，没必要闹得太僵。有时候小孩子闹一闹，也许有人哄，但是闹过了头可是会惹人厌烦的。我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向全家道歉，并且在祖宗牌位前跪够1天1夜，你依旧有那么一丝机会做魏氏集团继承人，否则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魏氏集团现在发展如日中天，不出1年就能达到1000亿规模，你不要不识抬举，再嘴硬未来想回来可就晚了。听到这话的魏晨不仅不怒，反而满身轻松地站了起来。说完了吗？说完就赶紧吃一点吧，我怕你们一会气死了，还是个饿死鬼呢。随着魏晨转身离去，魏国红顿时气得满脸铁青，而魏翔眼看时机成熟，立马跳了出来。爸妈，你们别太生气，大哥只是看不上我而已，如果他介意的话，我可以不做集团继承人的。小翔，你别理那个小畜生，我们集团的继承人只能是你。是呀，他不领情就算了，老是热脸贴冷屁股也不好。对了，小翔，听说你又换车了？最近换了台新车。话说大家买新车后都会怎么处理旧车呢？像我的话，我把开了2年的大众迈腾放瓜子二手车上卖了，没想到卖了13.6万。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车放到平台后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比我跑1、2家线下店卖的高多了。最近汽车掉价快，1年就没好几万。听我的，想卖车赶紧找瓜子预约免费上门估价吧。咱们始终是一家人，改天我再劝劝他。劝什么劝？就是你把他给惯坏了。你看看现在这个小畜生成什么鬼样了，以后小翔才是我们的亲儿子。听到这话的魏翔顿时露出了一丝邪笑。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魏琳琅将倒戈魏晨的高管全部架空后，迎来了各种麻烦。此时魏琳琅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文件，气得直拍桌咆哮。你们是怎么做事的？这么点文件都搞不定，再这么下去，这个月奖金还要不要了？今晚全都给我加班，不管怎么样，必须把文件给我梳理完成。以前这些文件梳理归类工作都是李总助在做的，我们不熟悉啊。李总助，他是有3头6臂的吗？凭什么他一走，你们5个人都分担不了这点活？李总助在集团10几年，各个部门都很熟悉，我们比不了啊。是啊，他一个人的工作量拆分下来，我们5个都接不了。听到这话的魏琳琅又是一阵头疼郁闷。此时又一个秘书匆匆走了进来。魏总不好了，公司内部网络突然崩溃，各部门全部陷入了瘫痪，如果不尽快修复的话，很可能对我们集团造成巨大影响。网络崩溃就去修啊，找我有什么用？网络工程部的人呢？以往网络安全以及程序维护都是网络工程部理工在负责，现在他被您调去了保洁部，如今网络工程部的所有人都束手无策。又是这样，偌大网络工程不都是吃干饭的废物吗？走了一个理工就玩不转了是吧？继续催他们修，再不快点修好，全部扣除季度奖金。说完，魏琳琅只感觉头晕目眩，身体一阵摇晃。很快，魏琳琅就来到了魏国红办公室，而当魏国红看着手中的报表时，脸色瞬间阴沉的可怕。这段时间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集团内部状况频发？还有正在推进的项目全部都出现了问题，集团很有可能要面临巨额亏损。你到底是怎么做事的？你这个执行总裁还能不能干？不能干就趁早滚蛋，别占着茅坑不拉屎。面对魏国红的一连串质问与臭骂，魏琳琅脸上顿时闪过一丝屈辱之色。
还不是您说的要将人赶去2、3线？他们个个都是有本事有手段的。要是你应变能力强一点，至于发生一点动荡就承受不住吗？各个部门里谁是干活的，谁是滥竽充数，你都不知道吗？还有你上次批准推进的4个项目，其中3个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真是半点也比不上你弟弟。要是魏晨，绝对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随着魏国红的话音落下，顿时两人都忍不住有些尴尬。就在魏琳琅失魂落魄地走出办公室时，魏翔突然凑了上来。大姐，你没事吧？没事，工作不太顺心而已。要是魏晨有你这么懂事就好了，都怪这个小混蛋怄气，结果搞砸了集团好几个项目，现在各部门也是乱成了一团。不会吧，以你的能力也解决不了吗？不，算了，不说这个了。等过段时间我被解除总裁职务，就出国去好好散散心吧。听到这话的魏翔顿时大吃一惊，同时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中悄然而生。大姐，你别灰心啊，我有办法帮你扭转局面。此话一出，魏琳琅顿时露出了满脸的不可置信。假如我帮你把亏损的钱赚回来，你能躲过这一劫吗？说着，魏翔拿出了一个平板，而当魏琳琅看到屏幕里魏翔的股市操作后，瞬间惊得目瞪口呆。怎么可能？你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运气好啊。魏翔随即将自己的好运向魏琳琅全部说了一遍。然而他不知道的是，魏翔是一个自带气运系统的重生者。很快，魏晨便通过监视得知了2人的计划。而同样作为重生者，魏晨想到了一个能消耗魏翔气运的方法。魏先生，您要对付的就是这几个年轻人是吗？一人600万没问题吧？600万？怎么，你是嫌贵了吗？不，太便宜了，我要的可是顶尖的意外师团队，别什么阿猫阿狗就过来糊弄人。600万这种便宜价格能有什么好货色？魏先生，您平时出手阔绰，可能不知道行情。我们这个圈子不大，600万已经是顶尖价格，我敢保证你找不到比我更好的意外师。也对，你是公叔介绍过来的人，应该是有点本事的。那你做这行这么多年，应该知道有些时候意外很难杀死一个人，对吧？是的，不知道为何有时候明明天时地利全部算到，可是有些人却能在关键时刻躲过必死杀局，非常奇怪。我告诉你为什么，这种人往往是气运深厚者，他们身上有超乎常人的运气。听到这话的中年人顿时就来了兴趣，随后一脸认真地看向了魏晨。我的对手就是一个气运深厚者，我要你不断设计意外对付他身边的人，在他们一次次躲过意外时消耗掉他身上的气运。所以您的目的不是要杀人，其他人无所谓，但是这个魏翔你们可得把握好尺度，别急着给我弄死了，我还要慢慢玩呢。明白。很快，在意外师的设计下，魏翔和他的2名富二代朋友相继出现了意外事故。魏董魏夫人，琳琅只是受到剧烈撞击而导致轻微脑震荡和擦伤，并没有其他伤势，静养几天就好。听到这话的几人顿时松了口气。此时，满身是伤的季强突然站了出来。你小子也太倒霉了吧！这么巧的事情都能被你碰见，真是活见鬼了。是啊，最近要不要去找个大师算算，请个平安拍回家？怎么这么倒霉？我觉得这不是意外，而是有人要杀我。不管是季强差点摔死，还是思思差点毁容，包括我差点被炸死，这些都是人为的。此话一出，病房内顿时响起阵阵倒吸凉气之声。很快，一家人便再次找到了魏晨。小畜生，说是不是你干的？魏董难道是更年期到了吗？我可不是你的儿子，别有事没事冲我吼。你别扯开话题，是不是你找人对小翔下的手？你是不是疯了？魏董说什么呢？我可听不懂。装，你可以继续装，敢做不敢当，这就是魏大少的本事。别忘了你可是有前科的，上回买凶杀人忘了吗？面对几人的逼问，魏晨轻笑一声，并不在意。承认又怎样？不承认又怎样？要不你去报警吧。此话一出，魏国红父女俩顿时被气得头昏脑胀，就连有些许悔意的杜思慧此时也是满脸失望。而魏翔眼看时机成熟，又装出一副委屈的模样，阴险登场。爸妈，你们别生气，以前是我不对，大哥，咱们和解吧。和解？你想屁吃呢？咱们俩这辈子只能不死不休。我可以搬出魏家，也可以退出集团，不做继承人，只要我能做到的，你都可以尽管开口。别他妈天天装圣母！再说了，我还没玩够呢。你要是离开了以后，我找谁发泄呢？哦，对了，你们有时间跟我吹胡子瞪眼，还不如想想怎么应对接下来的麻烦。再过2个半小时就要开盘了，到时候你们再开心也不晚。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众人顿时全都意识到了不妙，而魏国红更是脸色大变。不好，咱们刚刚在股市上投了一大笔钱，这个时候出事谁都承受不起，快去查！女人每骂一句脏话，她就要擦一次手掌。当女人骂到第3句时，她突然起身往女人脸上扇去，顿时惨叫声响彻整个大厅。只因她被养子弟弟栽赃陷害，因此遭到家人的偏心与排挤。如今再次面对家人的指责与谩骂时，她选择不再隐忍。你说够了吗？说够了就赶紧滚吧！你到底还要发疯到什么时候？你这次在外成立集团，就等于是宣布与魏家割席，还敢对爸爸见死不救？爸妈这回对你都非常失望。然后呢？你别在这里装傻，爸妈现在一致吩咐要请2位姑姑和姑奶奶回来，到时候他们会当着全家人的面将你彻底逐出魏家。
哦，还有这种好事儿？你知道一旦你被逐出家门就意味着什么吗？我当然知道，意味着我不再需要和你们这些蠢猪虚与委蛇，意味着以后我要对付你们就可以放开手脚了。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魏青青瞬间被对得哑口无言。此时听到动静的另外2人也纷纷靠了过来。我说爸爸怎么会被气晕倒？原来就是因为你这个白眼狼，生而为人却不知感恩父母养育之恩，简直是天理难容。你口中的养育之恩，就是他们提供了点生物材料，然后让我从代孕肚子里生出来，最后再丢给爷爷将我养大。我他妈是该感谢代孕呢，还是该感谢爷爷？听到这话的魏凯兰顿时不由得有些心虚，而一旁的魏秋妍却是满脸的傲慢与轻蔑。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爸妈为什么只指责你漠视你呢？我们几个怎么没受到爸妈的责罚呢？人应该多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别天天只会怨天尤人。不愧是多读过几天书的人，张嘴就是一股子仁义道德。不过你这套对我可不管用，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道德。说完，魏晨对着魏秋妍脸上就是一顿巴掌突出。见状，其他人纷纷慌忙逃离了现场。原来就在2天前，魏翔和他的2名富二代朋友相继出现了意外事故，而魏家人却将这一切归咎到魏晨身上。你们有时间跟我吹胡子瞪眼的，还不如想想怎么应对接下来的麻烦。再过2个小时就要开盘了，到时候你们再开心也不晚。听到这话的众人顿时全都意识到了一丝不妙，而反应过来的魏国红更是脸色大变，随后立即掏出手机查看。这时一个美女厂家抱着2箱手机走了进来。魏总，给你粉丝的手机都准备好了，都安排发货吧。什么东西？给大家准备的手机就放在左下角，人人都能领。你马上就要完蛋了，还有心情在这里招摇撞骗？你可别张口就来，我左下角是试过能领才推荐的，不信你点进去看看，下载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领不到直接卸载。左下角确实靠谱，我领的 P70 Pro 都用包浆了。我之前下载的都看不到领取链接，一看你就不是在魏总左下角下载的。左下角现在每天放送上万台苹果15、华为 Mate 60 Pro 和 P70 Pro， 每隔1小时刷新1000台，升级就能领，已经有好多粉丝领到了。真的有，看到领取界面了。看到我这条视频的粉丝朋友们注意了，只要点击左下角下载就能参与活动，华为苹果数量充足，挂机升级轻松拿。当魏国红看到手机上的走势图时，瞬间被吓得脸色惨白，而魏翔更是气急败坏到再也装不出平日里的温顺模样。王八蛋，你在算计我们？算计？我逼你往股市里投钱了吗？我逼着你大张旗鼓拉拢其他富豪购买私募基金了吗？永远只会给自己的失败找借口，就算傍上了魏家，你依然还是个废物。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魏翔瞬间就被气得火冒三丈，而魏国红夫妇却是满脸的惶恐。小畜生，你明明知道会有股灾，还坐看我们跳坑，好狠的心啊！从今天起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天天说这些，你到底累不累啊？你不会以为我还把你们当亲人看待吧？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全都露出了一脸震惊之色。直到此刻，他们才终于明白魏晨想要断情绝义的决心。你怎么敢的？我们可是你爹妈！从你们收养魏翔那一天起就不是了，装什么呢？还是想想这回该怎么收场吧。说完，魏晨起身潇洒离去，而魏国红却再次气得咬牙切齿。小畜生，你这是要害死我们啊！爸，这次股灾波及到我们还需要时间，我们的资金应该有机会出逃，绝不会让这个混蛋看了笑话。是啊，我们一定会没事的。顿时几人纷纷上前安慰魏国红，然而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这一次将会遭受多大的打击。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魏国红被各大家族的祝贺电话搞得一脸懵逼，而当他得知他们是在嘲笑他时，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爸，你这是怎么了？魏晨创立了一个什么强盛集团，而且还买下了天润大厦，比咱们魏氏大厦还要高大。几大家族得知后，纷纷打电话过来嘲讽我们。这个小畜生也不知道从哪弄来这么大一笔资金，该不会是老爷子留下的吧？不可能，爷爷留下了多少资产，咱们一清二楚，最多还有点古董字画留在银行保险柜里，这些钱不会是公叔给他的吧？不太可能，徐茂公这些年虽然赚了不少，但是根本不可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来给他买楼。要知道，创立一家集团哪里都得花钱，就算是顶尖富2代创业都只敢租楼，魏晨敢砸这么多钱买楼，代表着他手里还有更多流动资金。听到这话的魏琳琅顿时倒吸一口凉气，他没想到一直被他们看不起的魏晨，如今却让他们越来越看不懂。想到这里，魏琳琅突然满脸悔意地看向了魏国红。爸，咱们是不是做错了呀？要是我们不偏心小翔的话，魏晨也不会与我们闹翻。要是没闹翻，他会给咱们家挣多大的脸面啊？现在外边全都是嘲笑咱们家有眼无珠的声音。放屁！这个小畜生就是翅膀硬了而已，半点都不如小翔乖巧。我恨不得这辈子都没生过他。可是乖巧有什么用呢？小翔倒是嘴巴乖巧，结果对家族没有半点帮助，反而在这次的投资上还狠狠地坑了咱们一把。魏晨以前又乖巧又懂事，全家上下都被他放在心里，结果我们却不知道珍惜。现在他……住口！我不允许你这样说小翔。说完，魏国红突然气得心口不停起伏，随后一阵眩晕感袭来，瞬间栽倒在地。很快，家庭医生便赶到了现场。
魏董事情绪激动，外加常年高血压引发的休克性晕厥，现在必须要马上送去医院。如果可以的话，让陈少爷过来扎几针就能缓和病情。以前每次都是他出手才让魏董转危为安的。琳琅，快去叫魏晨过来扎针，快去！听到这话的魏琳琅焦急地往楼下跑去，而当魏琳琅上前抓住魏晨的手臂，想把他往楼上带时，却发现魏晨的身体始终纹丝不动。左啊，爸晕倒了，快去救救他！你爸晕倒了与我何干？要不要我替你预约火葬场的专车？此话一出，魏琳琅瞬间就被惊得目瞪口呆。此时背着魏国红下楼来的众人也顿时呆若木鸡。你怎么能这么狠心？他可是你爸啊！尽管杜思慧涕泗横流的控诉着，可换来的却是魏晨冷冰冰的漠视眼神。很快，魏国红就被送到了医院，而此时众人脸上全都带着担心与不安。王主任，我爸没事吧？是啊，怎么昏迷了这么久还不醒了？魏董只是情绪激动引发的高血压休克，目前没什么大碍，我们已经控制了血压，他很快就会醒来的。听到这话的众人纷纷松了口气。这时从外地赶回来的几个姐姐也慌忙走了过来。大姐，你们是怎么照顾爸的？他怎么会一下就晕倒了呢？是啊，吓死我们了，我还在谈一个大项目呢，慌慌忙忙就买机票跑了回来。面对几个女儿的质问，杜思慧张了张嘴想要解释，这时魏翔突然啪叽一下跪在了地上，随后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巴掌。你们别怪妈和大姐，一切都是我的错。小翔，你打自己干嘛呀？快起来！快起来！你疯了吗？都怪我要搞私募基金，害得爸在股市上亏了一大笔钱，这几天才会四下奔波劳累。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他。听到这话的魏青青等人顿时懵逼，随后满脸疑惑地看向了大姐魏琳琅，而魏琳琅在叹息一声后，将事情向几人详细的说了一遍。其实这一切也不怪小翔，他哪里预料得到股灾会爆发？要怪就怪你们的好弟弟魏晨，这个混蛋预料到了股灾，可他偏偏不告诉任何人，看着我们倒大霉也不吭一声，反而自己悄悄在股灾中赚了一大笔。昨天他买下了全市最大的天润商业大厦，据说还要成立一家名为强盛集团的企业，这摆明了就是要与我们彻底割席。不少人还因此打电话过来看笑话，爸爸就是这样被气晕倒的。当时他若是给爸爸扎个针，也许很快就能控制住病情，可他眼睁睁看着爸爸晕倒，不仅无动于衷，反而还问要不要叫火葬场专车。你们说这样的弟弟还能要吗？此话一出，几个姐姐顿时气炸了锅。可恶，这个白眼狼，早知道小时候就溺死他。他在呢，我现在就去收拾他，一天天真是欠收拾。算我一个，今天非得要罚他跪祠堂不可。呵呵，收拾他！现在他翅膀可硬得很，出行随时带着12个保镖，手里最少几10亿流动资金，连盘踞江州市多年的聂胜元都被他弄死了。你们凭什么收拾他？真以为他还是那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亲弟弟吗？随着魏琳琅的话音落下，病房里顿时鸦雀无声，每个人眼里都是浓浓的迷茫与懊悔。请姑奶奶来一趟吧，这种儿子我们要不起，我要把他踢出魏家的族谱。听到这话的众人全都震惊不已，而魏翔眼里却再次闪过一丝狂喜。你疯了吗？一家人闹一闹也就算了，你怎么可以将他踢出族谱呢？这不是要彻底断绝关系吗？是啊，我虽然也不喜欢这个弟弟，但是他毕竟是咱们家唯一的男丁呀。我们以前确实有些对不起魏晨，可是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呢？哄也哄了，闹也闹了，他还想怎样？难道非得杀了我们才满意吗？他现在如此断情绝义，甚至连亲爹晕倒在面前都毫不在乎，这种畜生我们家养不起，必须与他彻底断绝关系。你不能这样，大哥只是恨我夺走了你们的宠爱而已，大家多包容他就好了，大不了我离开魏家也是可以的。不，你不能走，而是他走。你这样做爸是不会同意的。我同意。爸，你醒了，太好了。爸，你刚刚说什么？通知你们两个姑姑还有姑奶奶过来一趟，我要将这个不孝子踢出家族，彻底断绝关系。我还要将小翔正式写入族谱，让他成为真正的魏家人。孙子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亲生奶奶赶出家门。臭老太婆，我心情好叫你一声姑奶奶，我他妈要是心情不好叫你个老不死的又如何？放肆！你就是这么对待家族长辈的？从小到大学的礼仪规矩呢？给我跪下！张口闭口让我跪下，我跪你大爷跪！你算老几啊？魏晨冰冷的眼神顿时令所有人都为之一颤，他们没想到曾经毕恭毕敬的魏晨如今会变得如此狂妄。原来就在1天前，卧病在床的魏国红终于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通知你们两个姑姑还有姑奶奶过来一趟，我要将这个不孝子踢出家族，彻底断绝关系。我还要将小翔正式写入族谱，让他成为真正的魏家人。很快，魏琳琅便带着魏翔来到机场迎接3位长辈。然而，当他们看到魏翔时，却纷纷皱起了眉头。这是小陈吗？怎么几年不见变化这么大？可不是嘛，不就2、3年不见，怎么长成这样了，还变黑了呢？听到这话的魏翔顿时满脸尴尬，而姐姐魏琳琅见状立即站出来解释。这是我们家司机李叔的儿子小翔，他爸为救我爸而死，现在他是我们家的养子。反应过来的2位姑姑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随后满脸鄙夷地看向了魏翔。
早就听说大哥为了一个养子和亲生儿子闹得不可开交，也不知大哥是不是脑子抽了，这次还特意让我们大老远回来一趟。小姑，你不懂，这件事非常复杂。总之，小翔是个很好的人，魏晨他心思恶毒，嫉妒心强，容不下小翔，就在家里闹事，现在搞得全家都不得安宁。前几天我爸被气得住了院，心灰意冷之下才想要把你们叫回来，开宗祠请族谱将他逐出家门。听到这话的三人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而姑奶奶魏秀英更是冷冷地扫了魏翔一眼。混账东西！魏晨是我们魏家小辈里唯一的男丁，虽然老太婆我也看不上他，但是总不至于把他赶出家门去吧？简直是胡闹！你爸妈到底在发什么疯？自从小翔入门以来，魏晨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做了个遍，一次次被罚被骂也是死性不改。前段时间还打了我爸一顿，明知道集团有麻烦却见死不救，还在外自立门户，口口声声要与我们断绝关系。前几天我爸在家晕倒，他明明会医术却见死不救，这种人我们全家怎么可能不寒心？霎时间，魏琳琅恨不得将他积攒的不满全都发泄出来。而听到这里的魏秀英三人顿时陷入沉思。总之这件事具体如何，我到时候会问清楚。这件事关系到魏家的未来，不是你爸一个人可以决定的。很快，车队便抵达了魏家别墅，而魏国红夫妇早已带着几个女儿在门外等候。大姐、小妹、小姑，大老远让你们过来一趟，实在是抱歉了。无妨，我们这些妇道人家闲着也是闲着，娘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自然是要回来一趟的。魏晨呢？怎么我这个姑奶奶亲自登门，她都不乐意见上一见？混账东西，长辈登门也不知道出来迎接，这些年的规矩都学到了狗肚子里了吗？王妈，还不快去把少爷给请下来！少爷他休息时不许任何人打扰，我没法通传啊。说的什么混账话？不知道我们是谁吗？马上让他滚下来！难道要让我们亲自去请吗？听到这话的王妈慌忙往2楼走去。正当她苦恼如何通报时，魏晨突然走了出来。哎呦，魏少爷，你可走快点吧！姑奶奶他们可都到了，再不过去他们可要骂人的。骂人？他们敢？很快，魏晨便来到了1楼，随后顶着众人的各色目光坐到了沙发上。不是想玩3堂会审吗？有屁就赶紧放，别浪费大家时间。此话一出，众人瞬间变了脸色，而魏秀英更是满脸愤怒。跪下，小王八羔子！老太婆我大老远从燕京赶过来，你就是这么对待家族长辈的？从小到大学的礼仪规矩呢？礼仪规矩都是对人的，你觉得我会把你们当人看吗？我跪你大爷跪！你算个什么东西？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众人再次被吓得满脸惊愕。臭小子，你疯了是吧？谁教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还有没有点规矩了？来之前就听说你如何放肆，我还不信。今日一看，果真如此，半点也没有我们魏家孩子的风度。若我是大哥，何止要将你逐出族谱，就算是把你手脚打断赶出去都毫不为过。听到这话的魏晨没有立即发怒，而是看着三人勾唇冷笑起来。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3位少说也泼出去几10年了吧？现在娘家之事还想管上一管，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些？不就是想断绝关系吗？爽快点不行吗？唧唧歪歪废什么话？真以为老子时间多有心情跟你们唱大戏是吧？反了，真是反了天了！今天老婆子我非得要将你家法处置不可！臭老太婆，我心情好叫你一声姑奶奶，我他妈要是心情不好叫你个老不死的又如何？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魏秀英被抽肿的嘴巴瞬间就老实了许多。好，本来我还想看在你爷爷的面子上调停1、2，看来老太婆是不配管教你了。也罢，这件事我管不了，你们爱咋办就咋办吧。老爷子就教了你张氏欺人吗？他老人家只叫我受了欺负就打回去，可没教我什么阿猫阿狗踩到脸上还不许反抗。他有没有教你对长辈要尊敬点？姑奶奶的人你都敢动，你真是胆大包天了是吧？我连亲爹妈都不认，还会认一个不知从哪冒出来倚老卖老的姑奶奶？别以为婆家有点权势就敢在我地头上撒野，江州市这1亩3分地还轮不到你们放肆。你知不知道动了姑奶奶的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只敢无能狂怒，意味着他根本动不了我。怎么只顾着打他忘记打你了是吧？奶奶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亲生孙子赶出家门，甚至还要将他踢出族谱。把族谱拿来，我倒要看看你离了魏家还能蹦跶几天。要是现在给我跪下，我还可以考虑让你留在魏家。我跪你大爷跪！也就是爷爷以前念着兄妹情谊惯着你，现在他不在了，谁认识你？还张口闭口让我跪下，你算什么东西？放肆，连姑奶奶都敢打，你疯了吗？只顾着打他忘记打你了是吧？一个老公出轨，把私生子公然带回家培养，自己却只敢忍气吞声的货色，回娘家来耍什么威风？小畜生，你别太过分了！过分？你们3个身为长辈不清楚事实就来指手画脚就不过分了？你们平时在夫家忍气吞声，回娘家却趾高气扬耍威风，一大把年纪还不知道收敛就不过分了？魏国红这个蠢货一直以为你们婆家背景深厚，才想请你们回来撑腰。他要是知道你们在婆家连话都说不上，会不会气得想吐血呢？
面对魏晨的一阵贴脸输出，三人顿时气得浑身发抖。他们从未想过一大把年纪还要遭人如此羞辱。此时一旁的魏国红见势不妙，立即拿出了族谱。吵什么吵？今天召集魏家亲朋长辈过来，就是要满足你的夙愿，咱们彻底断绝关系。其他废话不必多说。不过你现在还有机会后悔，只要你肯改过自新，再将手头上全部资产和资金上交，我可以不将你逐出族谱。什么狗屁机会你自己留着吧，请快点动笔好吗？不要磨磨蹭蹭惹人厌烦。你知道被逐出魏家代表着什么吗？代表着从今往后我将失去魏氏集团继承人的身份，和魏家扯不上半点关系，从此不可能在外获得半点家族助力，一切都得靠自己打拼，是这样吗？你知道就好，现在肯低头服软认错认罚，我们这些长辈也不是不能给你机会留下。那你知道魏家失去了我又代表着什么吗？魏家失去你又能怎样？不就是失去了一个男丁吗？这年头早已经不流行重男轻女，你几个姐姐哪个不够优秀，哪个撑不起家业？不好意思，他们一个都撑不起。魏琳琅这个废物进入集团7年没有半点建树，要不是我3年前开始替他做项目评估，暗中扶持，他配得上投资天才的称号吗？老二魏彩兰看似是国内一流娱乐公司副总裁，其实不过是个高级打工仔。老三魏秋妍表面上是名校教授，风风光光，其实就是个臭教书的，天天摆个臭脸教训人。老四老五老六都只是资本玩物而已，你指望他们有多大出息？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众人的脸色如调色盘一般五彩缤纷，而魏琳琅等人更是满脸愤怒，却又无力反驳。他们都知道自己在普通人眼中虽然光鲜亮丽，可对于大家族来说上不得半点台面。现在我告诉你，魏家失去了我代表着什么？代表着魏氏集团将失去一个极具商业天分的天才，代表着魏家将失去一个可以让你们这些废物永远当富太太、永远养尊处优的顶梁柱。知道我为什么不怕被逐出族谱吗？因为我早已脱离了受家族庇佑、花家族钱财的普通富二代阶层。前段时间的股灾中，我通过做空国际基金早已赚了200多亿，转手我就买下了天润大厦，创办强盛集团。而现在，只要我想，我随时可以凭借庞大的现金流将魏氏集团收购到手里。此话一出，顿时所有人全都露出了一脸震惊之色，就连一向强硬的魏国红也是满脸愕然。而一旁的魏老太太此时却冷笑一声：“哼，吹牛不打草稿，你只是个高中生，哪来的本金赚这么多钱？”小姑，他没撒谎，前几天刚砸18亿买下一栋大楼。听到这话的魏秀英三人顿时倒吸一口凉气，直到此时他们才意识到今天这个3堂会审有点可笑，而反应过来的三人瞬间就换了副嘴脸。国红私会，你们夫妻俩是怎么回事？这么优秀的儿子你们不疼，反而去疼一个养子，现在闹成这样，你们满意了吧？大哥，咱们魏家好不容易出了真龙，你怎么敢随便逐出家门呢？国红，我看这件事还是从长计议吧，这么优秀的儿子断绝了关系可不是开玩笑的。是啊，万事得三思啊，太冲动可是要吃大亏的。小陈，你有什么委屈可以跟小姑说，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们都得给你撑腰。霎时间，三人开始七嘴八舌地向魏晨表态，而魏国红却被三人的态度转变而气得满脸铁青。这件事你们别管，今天这个不孝子必须从族谱上剔除。你闭嘴！今天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也就算了，既然知道，就必须要主持公道。小陈，你这些年要是受了委屈，可以尽管说，老太婆我可以给你做主。一家人其实没必要闹得太僵嘛。打住！我刚才说这么多废话，不是想要挽回，而是想告诉所有人，离开魏家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还有一点，你们要搞清楚，现在不是你们不要我，而是我不要你们。从此咱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谁也别再干涉谁。听到这话的魏国红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好，真以为我们魏家离了你就不行了是吧？今天我就将你逐出族谱，再登报与你断绝关系。你最好说到做到，别让我看不起你。小陈，你还年轻，不懂社会上的错综复杂，还是冷静点吧，否则日后有什么事求上门来，我可不会帮一个逐出族谱的弃子。不错，真以为自己侥幸赚了点钱就能够离开家族自立门户了吗？你别太天真。年轻人别太气盛，别以为自己商业天赋不错就能为所欲为，有些时候人脉远比金钱更重要。不气盛还叫年轻人吗？签字！别让我说第2遍。国红签字，我倒要看看他离了魏家还能混得有多好，别到时候寸步难行又来求我们。好，从今往后咱们再无半点关系，希望你不要后悔。当然，我只会庆幸。哦，对了，这个房子是爷爷留给我的，现在我要你们所有人在3分钟之内全部给我滚出去。听到这话的众人先是一愣，随后纷纷焦急地离开了大厅。很快收到消息的徐茂公来到了魏家别墅。少爷，真的断了？断了，马上就会发公告，一切顺利。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我来说只是个数字而已，百亿千亿未来也能轻松赚到，但甩掉一家子吸血虫比什么都值得高兴。也是，从此你就可以放开手脚干了。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公叔，要不是你帮忙，很多事情可不会这么顺利。少爷有事尽管吩咐，我不辛苦。
你搬过来这里住吧。别墅重新招一批佣人，注意别让别人的耳目混进来。同时，之前联系的魏氏集团前高层也尽快让他们离职过来。强盛集团即将挂牌开业，属于我们的时代来了。明白。说完，徐茂公眼中光芒渐亮。时间很快来到几天后，天润大厦顶楼大厅内，魏晨正在召开集团开业的记者招待会。各位记者朋友们，欢迎大家莅临强盛集团开业剪彩仪式。魏少，魏氏集团官网前几天发布的公告宣称，魏董事长已经与你断绝了父子关系，请问是真的吗？网上有人爆料，魏董将你赶出家门，是因为你霸凌其养子是吗？强盛集团刚刚狂砸18亿买下了这座地标性商业大厦，同时还在香港以100亿规模注册，请问您哪里来的资金呢？首先，我在此纠正这位记者的问题。魏氏集团确实已经发布了我与魏国宏董事长断绝亲子关系的声明，不过不单单是与他一人断绝，而是与整个魏家断绝。本人如今已经与魏家签署了断绝亲缘关系的合同，也自请剔除在魏家族谱之外。所以从今往后，我魏晨与魏氏集团将不再有任何关系。另外，关于这位记者说魏董将我赶出家门是因为我霸凌其养子的言论，更是纯属造谣。如若有人肆意传播谣言，我们集团将会对其追究到底。可如果不是有各种原因，为何魏董会放着亲儿子不要而将养子宠上天呢？是啊，魏少，请问你能否告知其中缘由呢？据我所知，魏董的养子魏翔刚刚卸任魏氏集团副总裁之职，请问这与你是否有关系呢？魏董喜欢谁或不喜欢谁是他的私事。另外，我不是被魏家赶出来的，而是我主动离开魏家，其中内情不便多言。下一个问题，请问你从魏家离开时分走了多少钱呢？这次买楼和创办集团的资金是否是魏家支持的呢？不，我从小被爷爷当成继承人培养，按照遗嘱满18岁就可以继承魏氏集团30%股份。不过这次离开魏家，我只要了爷爷留给我的一套别墅，其他1分钱都没带走。创业资金也是我本人平时投资赚的。魏晨从容回答完所有问题后，来到了会议室，而这里早已坐着几十个魏氏集团的前高管。欢迎各位加入强盛集团，都是老熟人，客套话我也就不多说了。首先，我非常感谢大家信任；其次，作为集团起步初期的元老，我也绝不会让各位吃亏。所有人即日起在原有薪资标准上翻2倍。另外，新集团新起点，你们未来晋升空间都很大，希望大家一同努力，将强盛做大做强。魏董，我有几个问题，不知该不该问。李部长有什么问题？我想知道咱们集团现阶段的重点发展方向，另外大家伙都想知道咱们集团未来的发展规划，比如有没有上市的打算。首先，强盛集团未来并没有上市的打算。我知道这个说法可能会让大家失望，毕竟很多人都指望着集团上市拿着原始股大赚特赚。可事实上，我们强盛集团不缺钱，现在账面上资金还趴着将近200亿，未来资金只会越来越充裕，根本就没有借助股民资金发展的必要。听到这话的众人顿时面色各异，毕竟只拿死工资也没人愿意拼命。上市确实能让一个集团筹措到大量资金，迅速腾飞，也能让初创公司元老获得巨大利益，但是同时也面临着股市受人操控的危险。我不允许强盛集团上市，不代表着诸位无法获得巨额利益。未来我会从集团每年盈利当中抽出20%来与集团各部门共享，各位只要好好做事，每年都能获取一大笔奖金。具体奖励机制咱们日后再谈。但是比起上市套现赚一笔快钱，细水长流共享集团发展红利明显更加划算，不是吗？此话一出，所有人都若有所思的皱眉盘算，毕竟是关他们的利益，每个人都不想吃亏。关于集团前期发展方向，我也已经有了决定。目前我们集团初见每个部门人手都严重不足，不适合开展一些大型项目。前期我们将以传媒娱乐、互联网、金融风投为支柱产业大力发展，中期会渐渐扩展到房地产投资、实体业投资和医药美妆行业投资，逐渐将集团触手伸向各行各业。最后，我希望能在国内站稳脚跟，再将手伸向全球各地，开创属于我们的庞大商业帝国。随着魏晨的一阵疯狂画笔，众人顿时被他描绘出的精彩蓝图彻底倾倒，一个个眼神里都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光芒。他是当世华佗，可病人即将死在面前，他却见死不救。大哥，你明明会针灸急救的，怎么还不出手救人啊？别他妈一口一个大哥的恶心人了好吗？我们俩可没有血缘关系，再让我听见你乱喊，就把你的舌头拔掉。说完，魏晨一脚将他踢出去数米远，顿时所有人都被他的疯狂举动吓得瞠目结舌。原来就在几天前，养子弟弟设计将他踢出魏家族谱，随后又在一次宴会上再次相遇。就在双方正剑拔弩张之际，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突然晕倒，吸引了众人的目光。爷爷，你怎么了？怎么会这样？医生呢？快叫家庭医生过来。霎时间，宴会厅内乱作一团，很快家庭医生就赶了过来。然而当他诊断一番后，却瞬间皱起了眉头。不好，老爷子是急性心肌梗死。那你还废什么话，快救人啊！他要是出了什么事，咱们大家都有麻烦。不行，病人的情况非常危急，必须马上送去医院。此话一出，顿时全场一片哗然。毕竟大家都知道，唐山在省城可谓是一手遮天般的存在。此时人群中的魏翔突然邪魅一笑，随后开始低声呢喃：“大哥怎么还不救人啊？他明明有办法可以用针灸救人的。”听到这话的唐若琳瞬间起身四下张望，随后走到魏翔跟前，说：“谁能救我爷爷？快说！”我也不懂医术啊，我大哥懂。你大哥是谁？快说啊！
唐小姐，我儿子确实不会医术，他口中的大哥是我们魏家已经逐出族谱的不孝子魏晨。随着魏国红的话音落下，顿时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聚焦在了魏晨身上。快，马上给我救人！我爷爷要是出了事，本小姐要你陪葬。然而任凭唐若琳一阵拉扯，魏晨却站在原地纹丝不动。对不起，唐小姐，我不会医术。大哥，你明明会的，你以前给爸妈针灸按摩，还曾经救过不少人，你的医术比许多老中医还要厉害。别他妈一口一个大哥的恶心人了好吗？我们俩可没有血缘关系。再让我听见你乱喊，我不介意把你的舌头拔掉。可是你就算不喜欢，我也不能不救病人吧？这个老爷爷躺在地上急需救治，人命关天呢。我说了不懂医术，你听不懂人话吗？我不管你会不会医术，现在给我救人，救不了人你就陪葬，听懂了吗？我不懂，你以为你是谁啊？一口一个陪葬，电视剧看多了是吧？此话一出，人堆里顿时响起阵阵哄笑声，而唐若琳更是气得面红耳赤。别听别人瞎逼逼就来随意招惹敌人，小心你走不出江州市。你知道我是谁吗？还让我走不出江州市？你敢动我一下试试？好的，唐小姐，你这个要求我绝对满足。说着，魏晨就往唐若琳脸上一顿巴掌呼出，随后又抬起脚将她踹出去数米远。此时，哪怕是见惯了大场面的霍英豪也被吓得瞠目结舌。小林，你没事吧？我有事没事，你看不出来吗？给我打断他的腿！小林，你先冷静点，现在救你爷爷才是关键，可别因为其他事情耽误了人命啊！小杂种，现在赶紧给我救人！如果我爷爷没事，我最多打断你一条腿；他要是出了事，我会让你全家去死！魏晨贤侄，唐老爷子和小林都是你惹不起的人。刚才你动手之事过后，我可以替你想办法赔罪。现在先救人吧。不就是省城唐家的人吗？这有什么惹不起的？敢在我面前狂提他，都是我手下留情了。听到这话的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就连一向稳重的霍英豪也是满脸震惊。而此时魏翔眼看时机成熟，又装出一副老好人的模样站了出来。大哥，先救人吧。唐小姐因为爷爷的病情有些急躁，也是情有可原的。我被打了一巴掌，不也没说什么吗？万一真出了人命，你良心过意得去吗？面对魏翔的阴谋，魏晨直接一脚将他踹翻在地，随后在众人惊愕的注视下，抬脚猛踹在他脸上，顿时哀嚎声响彻整个大厅。你干什么？快放开他！魏国红咆哮着想要上前拉扯，然而却被魏晨一脚踢飞了出去。我说过，再让我听见你乱喊大哥恶心人，老子就拔掉你的舌头！你他妈是聋了还是听不懂人话啊？大哥，我不会懂，我错了，我真的不敢了，我只是想救唐家老爷子而已。你不是知道错了，你只是怕了而已。魏晨猛踹几脚后，将魏翔踢飞了出去。而此时的唐若琳却是满脸怒火的看向了身旁的保镖，去给我拿下他，再把他腿打断。是。几个保镖气势汹汹的往魏晨走去，而魏晨却是漫不经心的招了招手，身边就立即钻出10几个彪形大汉。想动我，就你们也配？都给我住手！看到霍英豪的出现，魏翔心中顿时一阵狂喜，哈哈哈！略施小计就坑死了魏晨，我倒要看看招惹到了唐家，你还能不能熬得过去？还玩吗？想玩的话，我再叫点人过来。魏贤侄，别太过火了，有些人不是你能惹得起的。惹不起是吧？我今天还非要惹一个试试看。3大豪门很牛吗？来呀，让我看看你们的本事！江州市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们唧唧歪歪？马德堂老头心梗不赶紧送医院，还耍起威风来了是吧？今天我就教教你们什么叫强龙不压地头蛇！我魏晨就是江州市最大的地头蛇，听懂了吗？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顿时会场一片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他这一举动吓得心惊胆战。我操，魏晨这家伙是疯了吧？竟然敢这么得罪霍家与唐家，这是要不死不休啊！那得，这家伙平时看起来斯斯文文，一遇到事就发疯了。幸好魏家和他断了关系，不然非得被他连累死不可。好好好，魏贤侄既然如此不给面子，我霍某人也就不再多言，只是希望你以后别后悔。我从不做后悔之事。几个月前就有人无视我的警告，不知死活惹上门来，最后是什么下场，我相信你们都清楚。现在我也提醒2位，不要莫名其妙给人当枪使，惹上了不该惹的敌人。江州市也许在你们眼里只是个小地方，但是在小的地方也有规矩，而现在我的规矩就是规矩。此话一出，霍英豪不由得瞳孔骤缩，猛然想起了前段时间家破人亡的聂胜元。这个小子不简单啊，今天敢这么猖狂应对唐若琳，只怕也是有其他底牌的。小林，急救车到了，先送老爷子去医院吧。霍叔，麻烦你亲自送我爷爷去一趟医院。什么意思？你难道还真想闹下去吗？现在你爷爷是死是活还不清楚，这个时候再闹下去，你们家长辈非得抽你不可。我不管，凭什么要忍这口气？本小姐从小到大从来都不受气，报仇也从不隔夜。今天这个狗东西必须要付出代价。亲，我也懒得管你们。说完，霍英豪无奈的摇头叹息，随后转身指挥医护人员将唐山海抬上担架带走。而此时的唐若琳却将目光看向了宴会厅里的其他人。各位，今天谁要试试帮我把这个家伙的腿打断？我唐家欠他一个人情。此话一出，人堆里顿时响起阵阵倒吸凉气之声，不少人更是目露金光，脸上写满了心动。你不是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吗？今天我还非得要压一压，免得有些癞蛤蟆坐井观天太久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是吗？听说唐家在江南省能一手遮天，我今天倒是想试试看能不能把这个天给捅破了。白天他是公安局局长，可到了晚上，他却化身无恶不作的黑恶势力。看什么看？动手啊！今天他要是完完整整的从这里走出去了，我要你们所有人都付出代价。唐小姐，求求您放过我大哥吧！大哥，听我一句劝。谁他妈要听你的劝？记住了，你只是魏家的养子而已，跟我养的那只阿尔哈没有区别，明白了吗？今天我就教教你们什么叫强龙不压地头蛇。我魏晨就是江州市最大的地头蛇，听懂了吗？说完，魏晨一脚将唐若琳踹飞了出去。而刚刚还蠢蠢欲动的几大家族，此时却是满脸的惊恐与骇然。原来就在半小时前，魏翔利用唐山海晕倒的契机，将难题抛向了魏晨，而魏晨却直接送他个100年长刑。各位，今天谁要是帮我把这个家伙的腿打断，我唐家欠他一个人情。此话一出，人堆里顿时响起阵阵倒吸凉气之声，霎时间众人脸上全都写满了心动。你不是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吗？今天我还非得要压一压，免得有些癞蛤蟆坐井观天太久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是吗？江州市也许在你们眼里只是个小地方，但是在小的地方也有规矩，而现在我的规矩就是规矩。天哪，一个小地方的乡巴佬竟然敢这么猖狂！要是让省城那些大家族瞧见了，非得要笑掉大牙不可。他们笑不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很快你就笑不出来了。唐家几百年的底蕴积攒不易啊！信不信现在我挥挥手，你就会像死狗一样被打断腿？现在给我跪下道歉，再扇自己100个大嘴巴子，否则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那你又信不信我只要说几句话，这些人全都得跪着求饶？想指望他们替你出头，别太不自量力。我看他们谁敢！你们是想尝尝我唐家的怒火吗？说完，唐若琳恼怒的目光扫视全场，凡是被他盯上的人，无一不是头皮发麻。正当众人蠢蠢欲动之时，魏翔的小心机又跳了出来。大妈，你们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大哥被欺负吗？你们救救他吧！怎么救？这个不孝子自己惹出来的事情自己背锅，我们魏家可与他没有半点干系。没错，小翔，我知道你心善，可是人家未必会领情啊，你还是先管好自己吧。听到这话的魏翔此时又故意装出一副担心的模样，看向了唐若琳。唐小姐，求求你大人有大量，我们这些乡巴佬不知天高地厚，您放过我大哥吧。我虽然只是魏家养子，但是爸妈对我的养育之恩，这辈子我都无法报答。哪怕今天唐小姐要叫人打死我，我也得护住大哥。唐若琳瞬间就被魏翔的演技所迷惑，随后一脸轻蔑地看向了魏晨。只要他肯当众跪下道歉，这件事我可以不牵扯到其他任何人。听到这话的魏翔顿时满脸惊喜，随后又假惺惺地往魏晨的方向走去。大哥，听我一句劝。谁他妈要听你的劝？记住了，你只是魏家的养子而已，跟我养的那只阿尔哈没有任何区别，听明白了吗？说完，魏晨一脚将他踹飞了出去。见状，魏国红夫妇立马上前搀扶，而唐若琳一张俏脸也再次变得铁青。动手啊！看什么看？今天他要是完完整整的从这里走出去了，我要你们所有人都付出代价。随着唐若琳的一声咆哮，众人顿时全都吓得脸色惨白。就在这气氛紧张的时刻，魏晨却淡定从容地走向了人堆。徐导，你们公司5年前也不出纳携款潜逃，这些年一点踪迹都没有，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是被人害死了呢？听到这话的许可顿时满脸震惊，就连嘴唇都开始哆嗦起来。你胡说什么？是不是胡说？你心里没点数吗？我再问你一遍，你有没有杀过人？此话一出，许可瞬间吓得一屁股瘫坐在地，顿时满脸都是惊恐与骇然。而魏晨一脚将他踹飞出去后，接着又来到一个中年男人面前。林董，天天往锦源小区 A 栋11楼跑，你腰子累不累啊？要不要跟你夫人提个醒，让她给你补补肾？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中年男人吓得双脚一软，直接跪在地上。魏少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嘛！给我滚开！秦老这些年过得不错呀，可还记得12年前的那桩命案？李家村的5条人命，你准备怎么还？听到这话的老头子瞬间就被吓得脸色惨白，就连身体都在微微颤抖。我心情好时可以与人心平气和的谈生意，可要是心情不好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你们说是吧？随着魏晨阴冷的眼神扫视过去，刚刚还在蠢蠢欲动想要靠拢唐家的众人顿时一片鸦雀无声。他们都清楚魏晨手上握着他们的把柄。魏少，我还有事先走了，先走了。是啊，我们家保姆刚摔断了腿，我得去医院照顾，下次再去吧。卧槽，我家猫要生了，我也得回去看看，你们慢慢玩。霎时间，众人纷纷惊慌失措地寻找借口离场，而刚刚还胜券在握的唐若琳却顿时呆若木鸡，就连谢家和魏家众人此刻也是一脸懵逼。瞧见了吗？强龙还真就压不住我这条地头蛇。今天我就算把你扒光衣服丢进乞丐堆里，也绝对没人敢管一下。别以为你们唐家的名号在哪里都能吹响，在我面前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也得给我趴着。现在清醒了吗？唐若琳的自尊与狂妄在这一刻被彻底践踏。时间很快来到2小时后，几辆军车浩浩荡荡地驶入了仁爱医院大门。当唐若琳看到自己的父亲时，仿佛重见了阳光。爸，你终于来了！废物，就知道给我丢人现眼。霍先生，今天多亏有你。说这些干嘛？老爷子过来江州市散心，我这半个东道主总得要护着您，可惜没什么本事让你们见笑了。
老爷子现在情况怎么样？老爷子是急性心肌梗死，右冠脉远端和回旋支远端同时闭塞，由于送医不及时而导致脑部大范围缺氧。现在虽然通过手术得到了缓解，并未造成心力衰竭和心脏停摆，不过脑部缺氧还是让老爷子遭了不小的罪。等到他苏醒以后，你们可以把人送去燕京大医院里瞧瞧，哪里更加专业。听到这话的唐卫国眼神顿时锐利起来。霍先生，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劳烦你详细说说。其实也没什么，老爷子在谢家宴会上突发急性心梗，若琳侄女心急之下强行抓了个人让对方救人，对方拒绝后就爆发了冲突。就这点小事？当然不止，这人名叫魏晨，江州市首富魏氏集团的前继承人，现在与家人断绝关系后自立门户，才17岁就资产过100亿，所以难免狂妄了一点。听完，唐卫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认为这种身价的人连给他们当狗都不够格。知道为什么打你吗？因为我没用，丢了唐家的人。不，因为你蠢。从小到大我都教育你们要低调，不要小瞧任何人，不要胡乱招惹敌人，哪怕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臭乞丐，你欺人太甚，人家都敢拔刀相向，何况是本地一个顶尖富二代，你身边就几个人也敢跟人家叫板，活腻了吗？玉器不与瓦片相碰的道理都不懂，愚蠢至极。魏国兄别生气，年轻人嘛，慢慢教就好。不过魏晨这个人的确很不好惹，他绝非是普通小城富二代。什么不好招惹？我带点人去把他带回去，到时候想怎么处置还不是随我们说了算？唐毅贤侄，你想多了。法治社会你们不敢当街拿枪把人带走，而且他身边随时带着2组12个保镖，你敢过去抓人，他就敢跟你来一场街头混战，把事情闹大，到时候你们唐家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好家伙，这狗东西到底什么来头？身边竟然带这么多人！反正是挺神秘的，一个17岁少年轻松将本地最大黑道头子聂胜元给灭了，轻轻松松赚到100亿资产，还硬要跟本地首富魏家决裂，这一桩桩一件件就跟传奇似的。我敢保证自己从来没见过这么难琢磨的年轻人。听到这话的唐家几人顿时不由得沉默了下来，他们虽然看不起对方，却也不敢贸然行事。要不我去查查这家伙的底细？不用，也许这个年轻人真有点本事，不过他的辉煌也就到此为止了。今天不管谁对谁错，敢动我唐家的人就是打了我们的脸，这件事就绝对不可能善了。放话出去，半个月内我要他名下产业全部破产被查封，不管谁护着他，就是与我唐家为敌。他只是看了眼手表，却被小仙女诬陷偷拍。臭流氓，你竟敢偷拍本小姐！别他妈自恋了好吗？就你这样的打你，我都嫌脏了自己的手，给老子滚一边去！就在魏晨一脚将他踢飞出去时，提前蹲点的帽子叔叔也随之登场。只因在几天前的一场晚宴上，不可一世的唐若琳遭到魏晨的当场羞辱。别以为你们唐家的名号在哪都能吹响，在我面前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也得趴着。现在清醒了吧？随着一杯红酒缓缓跌下，唐若琳的自尊与狂妄也在这一刻被彻底践踏。而回到家的唐若琳很快就被众人发现了不对劲。若琳侄女，今天这是怎么了？以往你可是话最多的，这可不像你啊。他呀，就是在乡下被人收拾了一顿，自然就没脸张口了吗？谁说我没脸张口的？不就是吃了点小亏吗？我迟早要让他付出代价。此话一出，众人纷纷皱起了眉头，而唐卫国更是满脸的疑惑。这都几天了，他还没付出代价吗？不然咱们家丢的面子怎么算？是啊，若琳侄女，人家都踩到咱们家头上拉屎撒尿了，现在还生龙活虎的，说出去丢人啊！听到这话的唐若琳顿时露出了满脸委屈。我只是还没有想到好的办法，至少通过合法手段是动不了他的。这小子手下不是有个什么强盛集团吗？随便找银行打声招呼断了他的资金链，他不就得像狗一样过来求我们吗？你想多了，强盛集团账目资金200多亿，他没有资金需求。那就找个部门给他施压，一天查他个3、5遍，我就不信找不出问题来。没用的，强盛集团刚开1个多月，账目做得干干净净，想派人做手脚都没机会。霎时间，唐家众人纷纷头疼起来。他们习以为常的以权势和财富压人，可没成想却对上了魏晨这种软硬都不吃的人。马德国内就是麻烦，要是在国外老死，直接找雇佣兵把他扫成马蜂窝都行。就在众人正一筹莫展之际，一旁的唐嫣却突然眼前一亮。我倒是有个办法，刚好我认识他公司里面的一名女员工，只要钱到位，我相信她会乖乖听话的。好主意啊！只要把他送进局子，我就有的是办法收拾他。听完，所有人全都满意的点了点头。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魏晨在女员工的诬陷下，很快就被抓进了局子。魏先生，你认识贵公司秘书处前员工叶斐儿女士吗？不认识。她是你的员工，而且还是秘书，你怎么会不认识呢？我们集团上上下下700-800号人，单是秘书处就有20多人，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见我的。请端正你的态度，好好回答问题。今天上午10点你在哪里？在公司大堂里。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当时你在公司大堂里？这是部分监控视频，我不知道叶菲尔女士诬告我性骚扰她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可以马上让法务部调取全部监控送过来，只需要简单查看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是否属实。这么快就发过来了？
当然，我这可是苹果16 Pro Max， 你要的话可以去我左下角免费领。现在左下角骗人的这么多，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假话？当着你们的面，我可不敢说假话。我左下角跟别的左下角不一样，群里大家一起验证过了，领过的都发货了。确实上线就看见领取界面了，没骗你吧？我左下角不整虚的，直接拉满奖品规格，不管是苹果16 Pro Max、华为 Mate 60 Pro 还是苹果全家桶，你想要的都能领。这不会领到不发货吧？当然不会，从下载到发货我全程把关，你就认准我左下角链接，苹果、华为升级都能选，选好我立马监督发货。耶，你这左下角确实靠谱。听完两人对视一眼，随后由于证据不足，便将魏晨放了出来。而回到家的魏晨立马来到电脑前，随后通过未知技术得知了唐家几人的谈话。有句话你们倒是说对了，国内做事束手束脚确实不太方便，而国外只要有钱就什么都能办到。说完，魏晨立即在国际著名暗网上发布了几个任务，随后又拿出了一个神秘 U 盘。爷爷，你说过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它，可我现在也是逼不得已啊。唐家在江南省根深蒂固，绝不是一般人可以撼动的。想要踩着他们上位更是天方夜谭，可我偏偏还真就想踩上一踩。如果畏手畏脚，那我重活一世还有什么意思呢？想到这里，魏晨便将 U 盘插入电脑，随后精心挑选了一部分资料往某个邮箱发去。与此同时，王涛看到同事手中的手机后，露出了满脸疑惑。苹果16 Pro Max 什么时候换新手机了？视频左下角免费领的，没想到真领到了。那我也赶紧去领一台。时间很快来到几天后，唐家别墅内，唐若琳神色慌张地走进大厅。小林，你跑这么快干嘛？稳重些，冒冒失失的像什么话？爸，出事了，有人向上面举报，燕京紧急派出一支调查组，已经抵达江州市，目前正在抓人。听到这话的众人顿时全都愣住了，而唐卫国则是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然而接通不久后，他便皱起了眉头。大哥，你这是怎么回事？很多年没见你这么焦急了。有人向燕京举报江州存在大规模贪腐风气，而且提供了详细的证据，几乎包揽了各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江州市这是要有一场大动荡啊！众人闻言全都微微蹙眉，而大家都清楚这一切必定跟魏晨有关。魏晨不是已经被抓进去了吗？他早就留了一手，由于证据不足，当天就放出来了。这个家伙不可小觑呀！我们在江州好不容易扶持起来的棋子，一下被他拔掉了大半。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年轻人就是年轻人，自以为能浮游汉术，殊不知连我唐家的皮毛都动不了。此话一出，唐家众人顿时纷纷露出一丝冷笑。然而就在这时，一个中年男人的手机突然响起，就在他接起后不久，顿时忍不住脸色大变。老二，发生什么事了？大哥出事了，缅国矿山被不明分子袭击，我们的人全部被杀，唐之、唐明、杨几兄弟也死了。听到这话的众人顿时倒吸一口凉气，然而随之而来的又是几个铃声响起，顿时在场的众人纷纷皱眉接通了电话。不一会，他们的脸色就渐渐变得难看起来，一个个隐隐有咬牙切齿之意。非洲2个黄金矿脉遭到了当地不明分子袭击，澳洲几个葡萄庄园和林场也遭到攻击，有不明人员四处放火，仓库里储存的大量红酒也被破坏。港城几家财务公司遭到突击检查，人员全部被抓，账目和 U 盘也是人赃俱获，目前有超过300亿资金被冻结。霎时间，一个又一个的噩耗接踵而至，唐家众人顿时全都冷汗涔涔。这小子怎么知道咱们这么多产业？有些不太合规的资产，我们可都是小心翼翼隐藏在海外的呀。他身边绝对有一个很厉害的黑客，我们唐家许多秘密怕是已经曝光了。妈的，这下麻烦大了，咱们手头上可不太干净啊！小声点，这个狗东西八成在哪监听着咱们呢？听到这话的唐家众人顿时面色铁青。就在众人正一筹莫展之际，唐山海突然走了过来。打电话给他，我来谈。爸，这种小事不用劳烦您费心，你养好身体比什么都强，大事小事都有我们呢。小事，死了这么多人，在你眼里竟然是小事，你还有没有人性？这些年位高权重让你飘了是吧？对于三叔公等人的死，我也是万分悲痛，还有旁支几位叔伯子侄，我也一定会妥善安置。唐家几百年来历经无数风雨，遭遇过数不清的强敌，可如今时代变了，我们面对的敌人不再是只会打打杀杀的莽夫，互联网时代脑子和技术远比你们想象的可怕。咱们这些人但凡身上沾染了污点，就只能被敌人从高位拽下来，活活摔死，懂吗？随着唐山海的话音落下，众人顿时全都哑口无言。谈谈吧，谈得妥就暂时把这件事接过，谈不妥就打。很快，另一边的魏晨便接到了唐山海的电话。小伙子，你做的有些过了吧？过嘛，魏某从未得罪过唐家，莫名其妙就要被唐大小姐打打杀杀，当时你们怎么不说过了呢？你们唐家人的命是命，我的命就是狗屎是吗？这件事确实是我唐家不对，当时老头子我生病昏迷，小林言行无状，多有冒犯，而今你我双方都各有损失，唐家也死了不少人，这件事不宜再闹下去。如果小友肯赏脸给个面子，我想咱们可以和平共处。害人诬陷我被抓，难道不是你们干的吗？这就是你们想和平共处的态度吗？小子，你别太猖狂。
我就猖狂怎么了？知道我强盛集团的强字怎么来的吗？游戏不是你想玩就玩，不想玩就能不玩的。小伙子，当年你爷爷魏岐山见了我也得低声下气，伏地讨好。你觉得你能和我唐家斗吗？能不能试过才知道。那我再问你一句，当真不肯和解吗？想和解也不是不行，这件事是你孙女惹出来的，她当众找个高楼跳下来，如果没死，这件事我就当没发生过。此话一出，唐家众人顿时个个面露凶光，而唐山海则是深吸一口气。有趣，有趣啊！有和解的机会你不珍惜，希望你的嘴永远这么硬。这句话同样也送给你们。游戏已经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只能由我说了算。这2天发生的事只是前菜，希望后续你们会玩得更加开心。只因父亲左脚先迈进家门，亲生儿子竟直接让他当众下跪。让你跪你就跪，再废话就让你们跟狗睡一窝。说完，魏晨就往魏国恒脸上扇去，顿时巴掌声响彻整个大厅。原来就在几天前，在养子弟弟的不断栽赃陷害下，家族长辈将他踢出了族谱。然而当他们得知魏晨在外飞黄腾达时，却又全都厚着脸皮上门求和。我让你站着了吗？贤侄，有话好好说嘛，看在我的面子上，咱们坐下聊聊如何？你的面子很大吗？你以为你是谁啊？随着魏晨的2个巴掌抽去，季明贤的一张老脸顿时涨成了猪肝色。很快，他又强忍着怒气，露出了一丝苦笑。对，我确实没什么面子，不过这些东西应该够面子了吧？这是我季家在海外的13处产业，包括矿山林场庄园以及许多高精尖企业的股份，总价值不下100亿。唐家之事是我们瞎了眼，还望贤侄你高抬贵手把这件事接过去，就当是季叔我厚颜求你一次。随着纪明贤的话音落下，在场所有人顿时全都愣住，霎时间众人看向魏晨的目光都不免多了一丝敬畏。你觉得我缺你这3瓜2枣吗？你们敢向唐家靠拢，就要准备好承受我的怒火，毕竟斩草还是要除根的好。不过是一点误会而已，你非得要赶尽杀绝吗？误会？要不是我手段高明，反将义军现在已经躺在太平间了。你们季家做了什么，要我一一细数吗？拿点破烂过来就想接过此事，真以为我为某人的命很见识吗？此话一出，大厅里的气氛再次变得剑拔弩张起来，在场的几大家族顿时全都哑口无言。就在这时，一个中年女人的出现终于打破了僵局。小姨，怎么你也来了？我听说你和家里断了关系，以你这孩子的性格，一定是受了不少委屈吧？不过季家这事，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上高抬贵手，算小姨求你。你是真心的？是的，我还带了厂商和你谈合作，表达我的诚意。陈哥好，我是左下角阴阳双剑的商务，这次是专门来和您聊合作的。天啊，我们上次求他合作他都不肯，这次居然上门求他。左下角我试过了，确实能领，但数量太少，我可看不上。当然了，毕竟是和陈哥的合作，必须最高配置。我们这次准备了不限量的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MAT60，还额外增加了500台华为 Matext， 从左下角下载就能参与，还算是不错。那你要检查好库存，确保我的粉丝都能领到。那当然，您左下角还是福利专服，首充就能领取全服资源，领手机的速度更快。季家答应，如果能替他们摆平这件事，他们就愿意让我离婚，并带着2个女儿离开。听到这话的魏晨顿时恍然大悟，原来是季家利用这点拿捏住了杜芳华。如果这让你很为难的话，就当我没说过吧，我再想想其他办法。有些人真是天真，你觉得他连我这个亲妈都不认，会为了你一个小姨放弃100亿赔偿吗？对不起小陈，你答不答应都没事的，我也确实不该张这个口。不，从今天起你就与季家一刀两断，我再让他把刚刚说的那些产业全部转让给你。季叔，没意见吧？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顿时全都露出了一脸震惊之色，就连杜芳华也是满脸的不可置信。你说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你觉得他们敢不同意吗？不，我只想带着女儿离婚离开季家而已，这些产业我一分也不能拿。我知道你有顾虑，季叔，你觉得我小姨该不该拿？该，当然该，你就拿着吧，弟妹，大哥我求你了，这些文件全部该过章的，只要你签下自己的名字，直接去接收就好，不麻烦的。可是这会不会让你为难了？放心，小小季家而已，翻不起什么大浪来，放了也就放了。听到这话的纪明贤瞬间如释重负，而一旁的魏家人脸色却再次难看起来。国红，你们就这么看着小陈胡闹吗？这可是100亿产业啊，咱们魏家才多少家底，多少年利润才能赚到100亿？是啊，这些本该是咱们魏家的。思慧，你说句话呀，你妹妹也太不懂事了吧，人家敢给她也敢要。此话一出，魏家人的脸色全都古怪了起来，而魏晨却再次不耐烦地看向了他们。这里有你们什么事？全部给我滚蛋！随着魏晨狠辣的目光扫视过去，杜思慧心中顿时一阵酸涩难忍。她只是你小姨，我才是你亲妈，你就是这么眼盲心瞎的吗？究竟是谁眼盲心瞎？亲妈会因为外人的一句话就不分青红皂白体罚亲儿子？亲妈会因为心疼养子而把亲儿子赶去睡佣人房？亲妈会安排司机接送养子，让亲儿子骑自行车上学？我好意思叫你一声妈，你好意思应吗？随着魏晨的一声声质问，霎时间人堆里的议论声如潮水般传来，而杜思慧更是满脸惨白与羞愧。
你自称是我亲妈，那么请问你知道我小学在哪个班，班主任是谁吗？你参加过哪怕一次家长会吗？而小姨再不济，却从小到大都会记得我的生日，每年再忙都会寄一份礼物过来，哪怕只是一份简单的玩具和一张贺卡，也是她用了心的。可你呢，生而不养，生而不教，就你这样也配当妈？听到这话的杜思慧紧咬牙关，浑身颤抖。她拼命想要反驳这番言论，然而回想起自己以前对魏晨的态度时，又顿时语塞。所以这些赔礼我敢给，你又敢要吗？我这人向来只信奉一个原则，辱我者千倍还之，敬我者百倍偿之。小姨，这些都是你应得的。不小陈，你的好意我清楚，你是怕我们孤儿寡母离了季家，没有容身之处。你放心吧，我这些年还是存了些钱的。那东西我先收着，回头挑几个合适的过到你名下，这样既不用打理，也不会惹人嫉妒。我小姨离婚和2个表姐改户口的事情，劳烦几叔多费心。好，贤侄放心，我一定办妥。魏晨的一声季叔顿时让季明贤喜笑颜开，他明白这代表着季家终于有了喘息之机。就在这时，人堆里的魏翔突然邪魅一笑，随后开始低声呢喃：大哥恩怨分明，好霸气啊！不过他真的只是因为还恩情才对小姨这么好的吗？我怎么记得以前他书房里还藏有小姨的照片和丝袜呢？听到这话的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一个个看向魏晨的目光顿时古怪了起来。哎呦喂，某些人说的冠冕堂皇，没想到竟是心思龌龊之辈。我呸！不是的，我们没有，你们怎么能这么肮脏啊？也不知是谁脏呢。小姨跟外甥，你们可真行。你别胡说，胡说！那你一大把年纪，为什么要拼命离婚？装什么大伟？然而没等魏春兰说完，就被魏晨一顿巴掌招呼，接着又将魏秋菊一脚踢飞了出去。大哥，你想干嘛？我想干嘛你不知道吗？他妈的一张嘴就开始喷粪，我说怎么这么臭？说完，魏晨一脚将他踢飞了出去。见状，魏家人纷纷落荒而逃。与此同时，唐家别墅内的众人个个盯着手机，而他们的脸色却都逐渐难看起来。原来是魏晨通过老爷子留下的 U 盘曝光了唐家的各种丑闻。好狠毒的家伙，他故意引来调查组闹大事情，又故意激怒我们出手，最后故意引导网友网暴我们，一切事情都在他的算计之下。这件事不能再这么下去，不管砸多少人，付出多少代价，都必须尽快把网上的消息压下去。是啊，这次热度要是压不下去，咱们全都得完蛋。然而就在众人满脸期待地看向唐一时，却只见他脸色大变。我找了好几个网站不断加下，哪怕是许诺人情，人家都不答应压热度，显然已经有人出手横插一脚了。听到这话的唐山海瞬间脸色惨白，身体摇晃。见状，唐卫国连忙开始安慰：没事的爸，咱们就算被人盯上又能如何？没有真凭实据，他们几天就忘了。就在唐卫国话音刚落，一旁的唐若琳突然一声惊呼传来：你们快看！原来是魏晨的第二招已经接踵而至，一则魏晨被诬陷和羁押室内被暗杀的视频传上了网，顿时全网都彻底炸了锅。完了，唐家完了！说完，唐山海一口老血喷出，霎时间整个大厅一片死气沉沉。他是个消防员，可眼前的女孩想跳楼，他却不阻止，反而还教唆他跳下去。跳啊，有本事就跳下去！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们不该是这样的。那该是怎样的？我把你当成亲人一样宠着爱着，让你享受万人尊崇，可你却为了魏翔这个狗东西而被刺我，下去赎罪吧！说完，魏晨一脚将他踢了下去，霎时间惨叫声差点掀翻了屋顶，只因前世他被养子弟弟和夏沫联合被刺，最后惨遭极端粉丝开车撞死。如今重活一世，当他得知夏沫要参加下一届的歌唱比赛时，突然心生一计。公叔，咱们集团旗下的强盛娱乐组建的怎么样了？一切准备就绪，就差一次大动作来提升热度了。几天后的歌唱比赛就是个好机会，到时候你把一个叫夏沫的选手安排到最后一个出场，然后把这首歌给前面的人唱，我要让他卷入一场抄袭风波，届时就是我们公司名声大噪之时，也是我的复仇之日。说完，魏晨忍不住露出了一丝邪笑，一场完美的复仇计划已然在他心中成型。时间很快来到几天后，关于夏沫抄袭的消息已经愈演愈烈，在网暴与多方追责的双重打击下，当天夏沫就来到了强盛集团顶楼，想要博取同情，而此时楼下早已围满了媒体记者与吃瓜群众。这是又要演什么戏呢？不会是被揭穿了真面目，想要靠跳楼博同情吧？姑娘先别跳啊，有什么想不开的说出来，让大家开心啊！我没有抄袭，真的没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为什么？霎时间，看戏的观众已经将夏沫的情绪刺激到极点，而此时一名帽子叔叔已经赶了过来。魏先生是吧？这位夏同学好像与你们公司有舆论纠纷，现在准备在你们集团顶楼轻生，不知道你能否想办法劝一劝的？对不起，警官，我想我帮不上什么忙。首先，我不是专业谈判专家，不擅长处理类似事件。其次，夏小姐与我们集团的舆论纠纷应该由法院审理，而不应该用跳楼来决定一个人的对错。可是现在人命关天，你就没有半点同情心吗，魏先生？所以呢，我有同情心就应该上去为了某人无理取闹而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吗？你是想让我放弃起诉夏小姐造谣呢，还是准备让我承认自己抄袭？
可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啊。所以这位记者朋友的意思是，人生不需要分对错，任何人犯了错只需要抹抹眼泪，然后往楼顶一坐，就可以得到无条件的原谅，是吗？听到这话的女记者顿时脸色惨白到无力招架。这时一个中年记者心疼地看了一眼夏沫，事情到底如何还没定论呢，谁知道是不是你们有钱人欺负一个小女孩呢？真实情况警方可以调查，法院可以审理，大家有证据摆证据，有道理摆道理。他随便哭哭啼啼几下就引导你们网暴我，谎言被揭穿只需要卖惨就能获得原谅，你这妖牛怎么不去当法官呢？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现场顿时一片鸦雀无声，霎时间众人看向魏晨的目光里全都充满了正义。我去，怎么感觉这位魏董三观这么正呢？说的好有道理。不错，天下苦版本 T09乙，犯了错就必须接受法律制裁，绝对不能一哭2到3上吊糊弄过去。妈的，早就看下表不爽了，一天天就知道哭哭啼啼，跳啊，怎么还不跳下来？就在众人纷纷话锋一转站在了魏晨这边时，天台边缘的夏沫顿时满脸不敢置信，身体更是摇摇欲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我认输行了吧？我承认自己斗不过你，愿意当你女朋友总行了吧？放过我吧，求求你了。说完，夏沫转过头掩面痛哭，而此时所有人看向魏晨的眼神却又变成了恍然与怀疑，显然大家都在脑补强取豪夺的大戏。若草果然是说的比唱的好听，原来是富家公子哥想逼两位唱了。妈的，我们穷人女孩难道就非得要被人强迫吗？面对众人的义愤填膺，魏晨却是气急反笑。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我这种人要什么女人没有？我看得上一个清汤寡水只会哭哭啼啼的小白花，你他妈侮辱谁呢？夏小姐其实也不用转移话题，故意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来污蔑我。今天咱们就聊聊歌曲抄袭之事。你一个家境普通，从小上学受魏氏集团资助，高中以后受我全权资助，3年花掉将近200万在吃喝玩乐上，从未正经学过音乐的伪贫困生，究竟是怎么有胆量说自己是原创作者的？他连五线谱都搞不懂，自己什么水平没点数吗？此话一出，全场顿时一片哗然，众人交头接耳间已然做出了判断。就在这时，魏晨突然眼前一亮，随后转头看向了一旁的帽子叔叔。这位同志，我以前做过消防员，要不我上去试试吧？那你怎么不早说？快去吧，一定要先稳住他的情绪。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让他活着下来的。很快，魏晨就来到了大厦楼顶，而当夏沫看到魏晨后，顿时露出了满脸委屈。你非要这样逼死我吗？我们不该是这样的。那我们该是怎样的？我该把你当成亲人一样宠着爱着，该花费无数心血和财力捧你当大明星，让你享受万人尊崇，然后转身就被刺我是吧？听到这话的夏沫顿时瞳孔骤缩，眼神惊惧。此时的他已然想起梦中的情景。我们可以和梦里一样的，对吗？我什么都听你的，一定。那不是梦，是上辈子我们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只不过我是重生而来的，而你只是做梦回忆起了零星记忆而已。你知道梦里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吗？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梦里的信息很少很少。我告诉你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我对你掏心掏肺，可你却为了魏翔这个狗东西而被刺我被你们弄得声名狼藉，最后惨遭极端粉丝开车撞死。当我得知你获得了前世的记忆时，我是开心的，毕竟报复一个什么都还没做的人，哪有报复一个已经觉醒了前世记忆的人来的痛快呢？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夏沫就像是见了鬼一般，眼珠子都瞪大了几分。而此时人堆里的嘲讽之声再一次击碎夏沫的心理防线，情绪也在这一刻彻底失控。随后他纵身一跃朝天台外倒去。我的天呀，他真的跳了！对不起，警官，我已经尽力了，但是夏小姐依然那么执着。医生，她的情况怎么样？楼层太高，冲击力太恐怖，安全气囊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他现在浑身骨骼大面积断裂，就算救活了，很大概率也会终身瘫痪或者成为植物人。听到这话的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也在魏晨的算计之中，毕竟他不会让夏沫这么轻易死去。时间很快来到3天后，躺在病床上的夏沫果然落下了高位截瘫，已然成为了一个无法自理的废人。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的死又不是我造成的。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就当做是为上辈子赎罪吧，咱们两清了。另外，我答应你爸妈负责你的全部护理费、治疗费，他们同意把你送到精神病院里去。从今往后，你可享福了，天天有人伺候吃喝拉撒，还有暴躁的护工以及吃不完的药片，想想就让人羡慕呢。你可得长命百岁啊！哈哈哈哈哈。他是个中专学渣，却在全省数学竞赛预赛上获得了第1名的成绩。然而就在决赛进行到白热化阶段时，却被人当场举报作弊。我要举报魏晨考试作弊，小抄就在他抽屉里，我亲眼看到他带进考场的。此话一出，顿时所有人的目光全都看向了正在认真做题的魏晨。竟敢在数学竞赛决赛上作弊！来人，给我把魏晨赶出去！慢着，你他妈是不是眼瞎呀？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老子试卷上写的是什么。只见魏晨的试卷上没有一题作答，反而画满了涂鸦。顿时所有人全都露出了一脸震惊。还有你这个老东西，眼睛不好你来当什么监考？随着魏晨的2个巴掌抽去，整个考场瞬间一片鸦雀无声。原来就在考试之前，魏晨就通过监视魏翔得知了宋圭遭到策反的消息。而就在排队进入考场时，宋圭突然假惺惺的来到了魏晨跟前。魏哥，紧张吗？
你这话说的，学生有什么好紧张的？他闭着眼睛都能把这些题给做出来。就是教授都未必有他厉害，竞赛不过就是走个过程而已。魏哥现在掌控百亿集团，跟咱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存在，他见过的大场面太多了，怎么会紧张呢？面对同学们的吹捧，魏晨并未理会，而宋龟见状却突然邪魅一笑，继续上前恭维。魏哥，你可别累着了，我帮你拿笔袋吧。听到这话的魏晨挑眉看向了宋龟，俨然觉得今天的宋龟有些不太对劲。而面对魏晨的犀利眼神，宋龟立即开始解释：魏哥，你别误会，你是我的恩人，没有你的资助，我宋龟也不可能来到这样的地方参加比赛。然而宋龟的小心思却早已被魏晨看穿，沉思片刻后，还是将笔袋递了过去。随后宋龟却趁没人注意时，偷偷将一则小抄塞入魏晨的笔袋内。就在快要进场时，宋龟递出了笔袋。魏哥加油，希望你能再次惊艳全场。这都小场面，等会先把这关通过了再说。不愧是魏哥，你在玩啥？最近爆火的休闲游戏啊，你看，开局一只小粉猪，召唤出什么全看你选择，然后不断强化升级，最后通关能领超多奖励。最近出了很多新关卡，这关我玩了好几次都没过，不信你来试试。看着有点意思啊，在哪下载？不用下载，直接点左下角就能玩，你快来试试。递出笔袋的宋龟顿时满脸得意，而魏晨却是不动声色地笑了笑。宋龟呀，宋龟，你终究还是做出了选择，不过这也将是你这辈子做出的最愚蠢的选择。咱们走着瞧。时间很快来到半小时后，宋龟眼看时机成熟，突然站了起来，随后指向魏晨，提高了音量：我要举报魏晨考试作弊，小抄就在他抽屉里，我亲眼看到他带进考场的。随着宋龟的话音落下，顿时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落到了魏晨身上。很快，2个监察就来到了魏晨的桌前。这位同学，有人举报你作弊，请你把笔袋和试卷全部放在桌上，再配合我们完成调查。不会吧，竟然有人敢在这种场合作弊？听说是圣瑞高中的。顿时，整个考场的人全都骚动起来，一道道鄙夷的目光从各处投来。见状，监察立即厉声呵斥：安静！所有人继续考试，不要发出任何声音影响到他人，否则全都以作弊论处。霎时间，众人纷纷噤若寒蝉，不敢吭声，而魏晨却是满不在乎地站了起来。我没有作弊，有人栽赃陷害我。我也希望如此，不过你得先跟我们走一趟，一切等我们调查清楚再说。别急，这件事现在就可以调查清楚。宋龟，这个小抄是你放在我笔袋里的吧？此话一出，顿时所有人全都满脸疑惑地看向了宋龟。就在这时，听到消息的几名带队老师也纷纷赶到了教室。不会吧，圣瑞高中不是实力很强的吗？不至于出现作弊情况吧？是啊，老梁手底下的人再怎么样也不可能作弊啊。谁知道呢？没准这大半年来圣瑞的成绩全都是作弊得来的。说完，众人纷纷向梁飞鹏投来鄙夷的目光。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作弊？梁老师，你先别激动，只是有人举报这位同学作弊，事实上到底有没有作弊行为还有待调查。梁老师，对不起，我本不想举报他，可我要是当做没看到的话，我良心真的过意不去。呵呵，良心？我看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吧？我救你养你，就是让你来诬陷我的。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只是觉得这种场合应该公平竞争，这可是全球数学竞赛啊！你对得起梁老师的栽培吗？少他妈在这里装圣母，我才是魏翔那个狗东西指使你陷害我的吧？这位同学，请注意你的言辞，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考试作弊的行为。对呀，宋龟可一直都是安分守己的好学生，怎么可能诬陷你呢？好学生，他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而已。如果没记错的话，从初中开始你就接受我们魏家资助，上高中后被我1对1亲自帮扶，每月5000元，持续了2年。你身上穿的、平时吃的、喝的、用的，哪一个不是我出的钱？魏翔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来背刺我？一码归一码，这是一场公平竞赛，你的行为就是有失公平。行，那就睁大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老子试卷上写的是什么？只见整张试卷都被画得满满当当，然而却没有一题作答。怎么样，老子一道题都没答，是不是很失望？哈哈哈哈！听到这话的宋龟瞬间瞪大了双眼，有些不知所措，而一旁的几名监察也是满脸疑惑。这是怎么回事？他明知道在试卷上乱写乱画成绩是要作废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带小抄呢？我去，那这到底是作弊了还是没作弊呀？各位不用猜了，在考试开始前，我的笔袋曾被宋龟以帮忙的名义拿走过。考试时我就已经发现了小抄，因此干脆选择放弃此次考试，以证清白。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此话一出，众人瞬间恍然大悟，而宋龟却是一脸满不在乎。考试前帮同学拿个笔袋不是很正常吗？就凭这点你就说我陷害你，那我考不好是不是也可以怪罪你影响我的发挥了？是啊，刚才我们也调取了监控画面，确实看到宋龟拿了魏晨的笔袋，但这也不能证明小抄就是宋龟放的呀。听到这话的宋龟顿时满脸得意，他自信做的天衣无缝，没有留下任何证据。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这里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公然污蔑我，对我的名声造成极大的影响，那你又该怎么负责呢？负责？就你这种白眼狼也配要我负责？我就算是养一堆猫猫狗狗，他们都知道对我摇尾乞怜，而不是反咬我一口。你敢打我？我想你应该知道我的身份，老子可是金圈大少，等我回归宋家时，你算什么东西？我管你什么狗屁大少，我说过，与我为敌将是你这辈子做出的最愚蠢的选择。
说完，魏晨一脚将他踢飞了出去。而此时，一名监察老师立即站出来想要制止。魏晨同学，事情还没调查清楚，你怎么可以打人呢？还有你们这些蠢货，他让你们吃屎，你们也吃吗？我敢动手，自然还有其他证据。此时早已候在门外的罗坤穿过人流递过来一个平板电脑，见状宋龟立马慌张了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件事真不是我干的。然而魏晨勾起嘴唇笑笑并不搭话，而是拿出平板播放出了一段录音。有一句话叫做大吵吵，如果你继续这么安心享受着魏晨的资助，未来的你会和宋家是他一定会以此道德绑架对你予取予求。那我该怎么办？如果他要是在这场比赛中被人当众揭露作弊，你猜他的名声会有多臭？没错，凭什么我要扣别人的资助吃饭？我不是谁的狗，老子是金圈大少啊！随着这则录音爆出，在场所有人全都露出了一脸震惊之色，而宋龟更是吓得瞬间瘫软在地。不是的，不是我，你没有证据，你没有。蠢货！网络时代还想做事不留痕迹，希望在警察面前你也能这么嘴硬。别招啊，魏哥，我错了，我错了，我就是鬼迷心窍信了魏翔那个狗东西的蛊惑，你别让他们抓我，我不想的。我去，还真是他。他们俩好像是同学啊，怎么会搞出这种事？一旦报警，这小子回到学校8成内被开除，后果可严重哦。霎时间，众人的议论声瞬间就将宋龟吓尿。此时他满脸祈求地看向魏晨，而魏晨却是轻蔑一笑：既然选择和魏翔一起对付我，还想要全身而退，想什么呢？报警！随着魏晨的一声令下，保镖罗坤立即拿起电话拨了出去。明明是京城首富的亲儿子，却连续3年被学校评为特级贫困生，就连1日3餐都要依靠同学接济。谁稀罕你那3瓜拉枣？老子可是京城首富的儿子，等我回归宋强后，你连给我舔鞋都不配。把嘴巴给老子放干净点！他妈的一张嘴就开始喷粪，我说怎么这么臭？说完，魏晨一脚将宋龟踢飞了出去。此时一旁的监察立即站出来喝止：这位同学，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呢？你他妈是聋了还是瞎了？我打的是人吗？他顶多就是个不要脸的吸血鬼而已。随着魏晨的2个巴掌抽去，在场的众人顿时全都吓得瞠目结舌。原来就在2天前，被魏晨资助多年的宋龟遭到魏翔的挑拨离间，随后在一场数学竞赛上将一张小抄偷偷放进了魏晨的笔袋内，而发现小抄后，魏晨直接放弃考试以证清白，随后当场揭穿了宋龟的阴谋。畜生，我见得多了，还是头一回见你这么不要脸的白眼狼！以后不管在哪见到我都要喊一声陈爷，听懂了吗？你给我等着，很快你就会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说着，宋龟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爸，你儿子被人打了，快来救我！住口！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以后也别再来烦我。随着电话里传来的挂断声响起，身为宋家私生子的宋龟瞬间瘫软在地，顿时眼神里满是绝望。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徐茂公在接过一通电话后，顿时满脸兴奋地看向了魏晨。唐家已经完蛋了，我将他们的罪证发给他们的政敌后，唐家几个身居高位的核心成员现在已经全部被双规审查，其他小喽啰也是抓的抓，逃的逃，许多灰色产业已经被没收。唐老头直接气吐血进了 ICU， 估摸着这次很难挺过去。唐若琳也在第2天跳了楼，当场摔成了肉泥。听到这话的魏晨没有半点情绪变化，毕竟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城西那个项目竞标的怎么样了？竞标非常成功，虽然这几天城西一直暗潮涌动，各方势力都看中了海边那块香饽饽，但最终还是被我们拿下了开发权，很快就可以动工了。听完，魏晨满意的点了点头。就在这时，一个保镖急匆匆的走了进来。不好了，少爷，魏家带着10几个人赶了过来。哦，他们以为这里是菜市场啊。然而就在魏晨话音刚落，只见魏秀英带着魏家人以及10几个男女老少冲进了别墅。各位这么兴师动众，是有什么业务合作想和我谈吗？那当然，难道侄孙子不欢迎我们不成？老太太年纪不大，倒是挺健忘啊。难道你忘了我与魏家早已经没有了关系？别一口一个侄孙子拉近关系，我可受不起。听到这话的魏秀英等人脸色一下就难看了起来，而魏晨却转头看向了一旁的秘书小刘，麻烦给我来一杯咖啡。不长眼的东西，没看到贵客在这吗？连茶水都没有，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吃的？我家的茶水是给人喝的，就你们也配喝吗？有什么屁就赶紧放，我没时间陪你们废话。好好好，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几位是凤阳老家的亲戚，这位是……打住！如果我记得不错，10年前就是你们挖了我太爷爷的坟之后，我爷爷就与你们断绝关系了吧？你们不过是和魏家有点沾亲带故的乡亲，现在跑来我面前认亲，你们不觉得很可笑吗？听到这话的众人顿时脸色一窘。此时，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头轻咳一声站了出来：“陈娃子，你看这话说的，血缘关系哪是说断就能断的？我们怎么说也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以前你爷爷糊涂，你可不能这么糊涂啊！”是啊，你这么大的家业没有乡里乡亲帮你守着，被外人抢了怎么办？就是，我们还能害了你不成？咱们可都是实在亲戚，你小时候婶子还抱过你脸。霎时间，众人纷纷搬出了以前的陈年，就是想要套近乎，而魏晨却一眼看穿了众人的丑恶嘴脸。这么下作可笑的手段，是不是太幼稚了些？想靠几句话就吃香喝辣，你们这是在白日做梦呢？话别说这么难听，这些可都是咱们老魏家3代以来的血亲，你不认我们，难道还能不认他们？
是啊，人总归是要落叶归根的，否则与无根浮萍有何区别？亲人总归是你最坚实的后盾和港湾。我不想再听什么长篇大论，你们到底想干嘛？不说就全给我滚出去！小陈，你现在也出息了，你可不能不管咱们家里人了。你看乡亲们现在过得都十分困难，能不能资助魏家村，让大家伙脱贫，再给大家伙找份工作？对，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都还穷得很呢，你出息了也不知道照顾亲人，做人不能这么无情无义吧？陈娃子，我们家7口人都能动弹，你给安排个工作吧，就去那种钱多事少的岗位就好。我们家大俊是大学生，陈娃子你给他安排个总经理当，这么大家业我们这些乡亲帮你守着，绝对亏不了。工作安排了，住处呢？总不能让我们在大城市连个落脚点都没有吧？一家给买套房子不过分吧？可不是嘛，还有车呢，我们家春生有驾照的，没车走出去多没面子。一个个口气比脚气还大，真以为我这里是银行是吗？谁都想来这里取点钱，想好吃懒做就回家躺着，睡着了梦里啥都有。10多年前我爷爷怎么扶持你们的，都他妈忘了是吗？一个个烂泥扶不上墙，不是烂赌就是吃喝喝，真以为天上可以掉馅饼吗？当年你们挖了我太爷爷的坟，老爷子已经宣布与你们断绝了关系。既然魏家人想要不计前嫌，那你们就赶紧去魏氏集团吸血啊，别来老子这里碍眼。魏晨，你别太过分了，这些可都是你的本家长辈，你怎么可以动手打人呢？你他妈耳朵是聋的吗？我早就说过，以后魏家我只认我那过世的爷爷，你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呢？随着魏晨的一声怒吼，魏家人顿时全都愣在了原地，片刻后又立马换了副嘴脸。小陈回家吧，我们还是一家人。只要你带着强盛集团和城西那个项目回家，不出3、5年，我们魏家就能成为江南省的顶尖豪门。别他妈天天凑过来硬攀关系，再敢跟老子逼逼赖赖，我就封杀魏氏集团，让你们全家都喝西北风去。魏晨，你发什么疯？魏氏集团是爷爷的心血，难道你连抚养你长大的老人都要背叛吗？你们魏家人能不能要点脸，别见了一点好处就往上凑？我再重申一遍，我已经和魏家断绝了关系，也不想与你们这些垃圾扯上关系，听得懂吗？我们也只是想多给你一次机会，免得未来你追悔莫及而已。难道你真要成为没有家的孩子吗？是啊，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魏家崛起就在眼前了呀！你难道想让老爷子在天之灵都不得安生吗？听到这话的魏晨忍不住苦笑起来，他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与魏家人讲道理。老子不需要什么狗屁机会，通知下去，从今天开始全面封杀魏氏集团，凡是与我们集团有合作关系的公司，一律不允许与魏氏集团有任何商务往来。小陈，你别冲动，有话好好说。魏氏集团这些日子以来经营不善，股价一直在跌，你这是想气死你爸吗？原本我还不想这么快动你们的，非得找上门来恶心我是吧？好啊，那就让魏氏集团灰飞烟灭吧。他是个瞎子，却是个眼科医生，任何疑难杂症只需摸一下便知。令郎的腿中毒太深，如果不及时切除，恐怕要不了几天就会变成一个植物人。你个死瞎子，就你也配给人看病？少他妈在老子面前装神弄鬼，再唧唧歪歪就把你的舌头拔掉！说完，魏晨一脚将他踢飞了出去。原来就在2天前，魏晨赶走了想来攀关系的魏家村众人，却成功引来了姐姐的仇视。当他们得知魏晨要进军娱乐圈后，果断找关系封杀了魏晨，而魏晨却来到了爷爷的好兄弟家里。黄埔泰然的腿明明只是被毒虫咬了才导致瘫痪的，又不是治不了。听到这话的黄埔老爷子瞬间就反应了过来，随后一脸兴奋地来到了魏晨跟前。你刚刚说什么？你有治疗我儿子腿的办法？那是自然，不过作为利益条件置换，你得答应帮我一个忙。只要你能治好我儿子，什么都好说。快说说你有什么办法？连老夫都治不好的人，尔等小小之辈简直是天方夜谭。面对老头子的嘲讽，魏晨却是淡淡一笑，随后转头看向了身后的保镖罗坤，把东西带过来吧。看着罗坤手中的简陋木盒，众人顿时全都皱起了眉头，他们怎么都难以将他与治病联系在一起。而就在魏晨将盒子打开后，众人又是满脸震惊。这是老爷子，这小子分明就是想害令郎，这无非就是几只尸鳖，且含有剧毒，怎么可能治病的？能不能闭上你的臭嘴？头发短见识也短的老东西，给老子滚一边去！说完，魏晨拿着瓶子走向了轮椅上的黄埔泰然。土鳖虫内还有可解除你体内未知毒素的抑制剂微量元素，吃几个试试。此话一出，顿时所有人都是一脸不可置信。见状，魏晨满脸认真的开始解释。世间万物相生相克，青蒿草中能提取青蒿素，积雪草内能提取抗衰老药物。你若嫌弃直接生吃太过简单粗暴，也可以提取成针剂注射，或者搭配通筋草熬煮成药汤，每日服用。总之，想要解你腿上的毒，就不可能绕过这东西。然而，魏晨的一番言论却并未打消众人心中的疑虑。就在黄埔老爷子还在沉思之际，黄埔泰然却突然抓过瓶子，直接将虫子一饮而尽。我们在野外训练时，什么蛇虫鼠蚁都得吃，这种小玩意不算什么。我不管你是从什么地方知晓这种治病偏方的，咱们就别浪费时间了吧。你想从黄府家得到什么，或者想让老爷子出面摆平什么事情，直说吧。显然，黄埔泰然此刻依旧不信魏晨，吃下土鳖虫也不过是为了尽快结束这场闹剧。
别急，再等几秒看看吧。就在魏晨话音刚落，黄甫泰然突然脸色一变，脸颊也不由得抽搐了起来。见状，黄甫老爷子顿时心急如焚。这是怎么回事？你给他吃了什么？别急，痛苦的感觉很快就会消失。然而就在魏晨话音刚落，一旁的黄甫泰然突然停止了抽搐，随后满脸享受地看向了众人。有用，真的有用，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肌肉和神经都在恢复。听到这话的黄甫老爷子顿时一脸狂喜，随后深吸了一口气。魏小子，你确实有把握治好泰然吗？当然，其实直接生吃土鳖虫这种方法太过简单粗暴，很容易感染未知病菌，正常情况下是不建议使用的。这次带几只过来，只是想试验一下而已。接下来还是得按我刚才说的那2种方法，期间搭配各种运动附件，最多1个月就能恢复正常。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在场的众人无不惊叹，而黄甫泰然更是将魏晨的每一个字都奉若圭臬。好，我记下，不管有用没用，我黄甫泰然都承你大恩。放心吧，绝对有用。好，难怪你口口声声要与我黄甫家做交易，单凭治好了泰然的腿，你有什么要求就尽管提。我们强盛集团最近大力进军影视行业，结果遭到不少人眼红嫉妒，暗中使了点绊子。我还以为什么事呢，就这么点破事你早说啊！就算不给老三治腿，老头子我还能让你受欺负了。魔都申家人出手也能办妥。你放心，就冲我这双腿，哪怕得罪燕京几大世家，我也要保你。日后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提，我们黄甫家从此欠你一个大人情。看到黄甫家的态度后，魏晨终于松了口气。而就在回到酒店时，却在大厅碰见了出差的魏彩兰。哎呦喂，这不是魏董事长吗？怎么大老远从江州跑到了燕京？不会是来求爷爷告奶奶的吧？魏总裁作为一个高级打工仔，怎么关心起资本家的生活来了？我来燕京旅游不行吗？总比魏总裁天天东南西北到处飞，屁颠屁颠帮人赚钱强吧？听到这话的魏彩兰脸色顿时难看起来，随后又强忍着怒气装出了一丝冷笑。魏董这么看不起我这个高级打工仔，可最终还不是被逼的到处求人？与其求外人，还不如求我呢。也许我心情一好就放你一马也不一定呢。求你，你算个什么东西？老子给你面子喊你一声高级打工仔，不给你面子你就是个臭要饭的。随着魏晨的几个巴掌抽去，全场顿时一片鸦雀无声，魏彩兰更是直接愣在了原地。就在这时，魏晨的手机突然响起，请问是强盛集团魏董吗？是我。魏董你好，我是燕京审核部的小李。关于你们强盛娱乐提交的5部电影审核工作已经完成，随时可以下发许可证。请问您还有什么要求吗？以后这种小事不用跟我说，找我们集团旗下子公司强盛娱乐负责人就好。好，那打扰您了，魏董。听到电话内容的魏彩兰早已惊得目瞪口呆，她想不明白李部长为何会对魏晨如此卑躬屈膝。记住了，以后再敢出现在我面前满嘴喷粪，老子就把你扔粪池子里洗洗牙。说完，魏晨转身就往总统套房走去，而魏彩兰却是气得满脸铁青，随后愤恨地看向了一旁的秘书，查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强盛娱乐的5部电影不是在卡着的吗？怎么会突然就通过了呢？听到这话的女秘书立即拿起电话开始打听情况，10分钟后又脸色难看地来到了魏彩兰跟前。魏总，情况不对劲，强盛娱乐不知道走了哪条路子，审核部那边不仅不敢再卡他们，反而一路开绿灯。为此我们几大影视公司原本定好的排片份额，除了魔都地区以外，有可能全都要重新排片，份额也将遭到强盛大规模挤压。现在圈子里早已闹翻天了。听到这话的魏彩兰瞬间呆立在了当场，顿时只感觉一阵头晕目眩。怎么会这样？魏晨到底做了什么？明明是无恶不作的黑帮团伙，却被授予了乐善好施的荣誉称号，就连当地警方都要对其俯首称臣。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以为你现在小有资本就可以随意抛弃你的家人，他们现在把你的臭嘴给老子闭上！别人怕你们，我可不怕。再敢道德绑架老子，信不信明天把你们也一锅端了？魏晨冰冷的眼神顿时令所有人都为之一颤。刚刚还胜券在握的魏家人瞬间就被吓得脸色惨白。原来就在2天前，与魏家断绝关系后的魏晨宣布封杀魏氏集团，随后导致了魏家濒临破产，而魏国宏却想借一档寻亲节目来挽回局势。其实这一切都怪我，这些年我整日忙于生意，没法照顾家里，和儿子的感情也就生疏了。如今年过半百，才发现亲情才是最重要的。现在我后悔了，我愿意向你道歉，愿意弥补这些年的亏欠，只求你给我一个机会补偿。当初把我踢出族谱的是你，现在舔着脸来求和的还是你。你早不道歉，晚不悔恨，为何偏偏在魏氏集团快倒闭时才知道错了？回家宠着你的养子去吧。此话一出，台下的观众顿时一片哗然。他们没想到，身为江州市前首富的魏国宏，竟会为了一个养子而将亲生儿子踢出族谱。可是，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呢？魏国宏先生已经表现出了最真挚的求和诚意，你是否愿意敞开你的心扉，让我们见证一对父子的大和解呢？说完，周小梅满脸期待地看向了魏晨，而魏晨却是冷冷地扫了魏家人一眼。你有没有问过他决裂的真正原因？有没有去了解深究其中的内情？有没有尝试去解决问题？没有，你什么都没做，你只是在听说了魏国宏先生的一面之词后，立马开始煽情演讲，各种大道理大帽子扣下来，想要逼我和解，这就是你们调解的态度？我这只是想皆大欢喜而已，父子间总不会有血海深仇吧？
你怎么知道没有血海深仇？不知内情不予评论的道理都不懂吗？上来就给我扣帽子，我看你是收了他的钱吧。听到这话的周小梅顿时心虚的涨红了脸，而台下更是一阵阵骚动与质疑声传来。我已经把你们的对话都录下来了，你看你都用这么好的手机了，就不要再计较这点破事了。你想要你也去领啊，这在左下角都是免费的。别说苹果16 Pro Max 了，只要你挂机升级，还能把抗摔耐造的华为 P70也一起领了。领手机真的假的？哈哈，为了感谢大家来现场见证魏国红的狼狈，我特意跟左下角厂商合作，开通了补货渠道，后台监控持续补货，不限量拿手机。你的话能信吗？不用怀疑，群里早就有人领到了。为了方便大家，左下角厂商还提供包邮服务，现在去左下角试试，明天就能发货了。真的有发货短信了？既然魏晨这么大方，那也体谅一下你的父亲吧。我只是送福利给大家，并不想跟你们虚情假意。看来魏晨先生抵触情绪很深，可是你母亲为了生你也不容易吧？你知道怀胎10月的不易和养育儿女的艰辛吗？别拿什么狗屁亲情来给我洗脑，我要感谢的只有把我养大的爷爷，而不是这些不熟的陌生人。此话一出，魏国红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而一旁的魏琳琅却是咬牙切齿，眼露凶光。一个家庭内部难免有磨合，以前是我们不对，大不了我们给你道歉不就行了吗？你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吗？就因为你与家族关系淡漠，封杀魏氏集团，现在导致魏氏集团风雨飘摇，几近破产，几千名员工和几千个家庭将面临失业，你良心过意得去吗？小陈收手吧，如果是因为以前冷落了你而让你一直记恨到如今，我可以给你道歉。随着魏国红父女的话音落下，观众席上立马传来了一阵阵谴责之声。见状，周小梅眼中突然闪过一丝得意。现场观众，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做人不能这样啊，小伙子，有钱有文化也要懂得感恩才行。你这样道德败坏是要受人唾弃的。是啊，父母纵使有千万般不对，也不能这样啊！赶紧给你父亲道个歉，一家人哪里还能说两家话呢？就是咱们华夏民族最基本的传统美德，你都忘了吗？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吧？年轻人不要有了一丁点成绩就目中无人，如此自私自利是走不远的。一家人能有什么大矛盾？不就是些家长里短的屁事吗？至于你这么斤斤计较吗？说完了吗？说完了就该轮到我了吧？就你这智商还想替人家打抱不平？都他妈被人当枪使了还不知道？真正败坏道德的是你这些不知事情真伪就来带节奏的人。他早不道歉晚不悔恨，却偏偏在魏氏集团快倒闭时来上节目。你们脑子里装的是屎吗？我看你们都是节目组请来的垃圾水军吧。随着魏晨的一阵巴掌输出，全场顿时一片鸦雀无声。哇，我在左下角领的苹果16 Pro Max 已经在路上了。谁没领到？是的，安静点吧。而眼看即将失控，周小梅立即站了出来。你别胡说八道！我们寻亲节目组虽然是调解栏目，却也有着监督罪恶、改正社会风气的职责。我希望你能做一个良好的表率。少他妈在老子面前装清高！从节目一开始，你们就一唱一和，想给我挖坑，烘托气氛，想要逼我就范。而你作为主持人，更是一直拉偏架，现在更是连装都懒得装了，是吧？我只是站在正义的角度去发言。如果遇到不平之事，我们这些媒体人不站出来发声，那么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该怎么办？那些道德败坏之人又有谁来审判？好，既然周女士把自己当成了道德审判者，那我就让全国观众看看你们到底是什么品种的垃圾。随着魏晨的一个响指，顿时7、8个男女老少缓缓走进了舞台。这几位全都是你们往期的嘉宾，也都是该当节目的受害者。你们不是自命清高吗？就让他们来揭露你们的真实嘴脸吧。此话一出，周小梅和魏家人全都不由得脸色一沉。在他们的设想里，魏晨应该当众掰扯讲道理，再被他们准备好的话术一次次踩入尘埃，而如今却被带进了魏晨的反击节奏里。你到底想干什么？非得要闹得这么难看吗？不是你们在闹吗？想玩咱们就玩到底啊！来吧，让我们勇敢向霸凌者说不！强盛集团就是你们最大的靠山。今天我们不站出来，未来将会有更多人遭受苦难。大家好，我叫刘美丽。3年前，我曾被邀请参加寻亲栏目第196期节目。刘美丽，你已经与亲生父母相认，过上了幸福日子，现在还来闹什么？还不快回去！幸福日子？你看我像是幸福的样子吗？当初我和养父母过得安安稳稳的小日子，你非得把我亲生父母带上门来，各种道德绑架让我认亲，结果他们找我回去只是为了吸血，将养父母给的存款全部骗走之后，还为了彩礼将我强行嫁给村里的老光棍。我本来可以上大学的，是你们毁了我的人生。说完，刘美丽愤怒地看向了周小梅，而现场观众的议论声也让周小梅彻底慌了神。这是与我们无关，我们也是被骗的。谁会想到他的亲生父母竟然会这么狠心地对待自己的子女呢？是吗？那你可还记得李秀芬？我就是李秀芬，2年前第224期节目嘉宾。周小姐还记得我吗？
眼看周小梅依旧满脸的不解与恐慌，李秀芬立即咬牙切齿的来到了周小梅跟前。你们毁了我一辈子，现在竟然连我是谁都不记得了。你自己回忆一下刘家村事件，观众朋友们可能不知道，刘家村是一个极度贫困的山村，长期有买老婆的习惯，而我就是一个被他们卖过去的女人。此话一出，全场顿时一片哗然，而周小梅更是早已吓得脸色惨白。就在这时，魏国红突然起身想要离开。站住！魏董事长亲手搭建好的舞台，怎么能现在就退场呢？继续唱戏啊！你到底想怎么样？今天是你们邀请我过来的，咱们不把戏唱完，是不是太对不起观众了？骑虎难下的魏国红咬着牙转身坐回了沙发上。各位观众想必都已经看清楚了吧？这个节目组长期仗着媒体力量霸凌普通人，为了流量颠倒黑白，无恶不作。这件事我们强盛集团管定了，刘美丽和李秀芬等人只是众多受害者之一。3年来节目组迫害的无辜之人还有更多，请你们在节目结束后立马联系强盛集团，我们集团法务部将免费为你们伸张正义。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现场顿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掌声。现在回到今天的节目主题，魏国红一家人一直口口声声说要挽回亲情，可是你们却找上这种有黑历史的节目组，你们的目的当真单纯吗？当然不是，我们和节目组可没有任何牵连，只是这个节目组名气比较大而已，我们也是真心实意想要修复关系的。这话你们自己信吗？今天我若答应与你们和解回归魏家，你们将获利颇丰，就算我拒绝，你们也能利用舆论同情而让集团股价暴涨，左右都不会吃亏才是你们的目的吧？此话一出，魏家几人顿时无言以对。片刻后，魏国红才露出了一脸无奈。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只想要一份清静，我已经和你们魏家彻底断绝关系，从今往后任何人不要再以任何借口来烦我，否则我不介意把你们以前做过的丑事全部曝光出去。7岁女儿惨遭校园霸凌，亲生父亲却不追究霸凌者责任，反而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和妻子离婚，并选择净身出户。然而奇怪的是，1周后霸凌者全家全都死于非命。此时刚从寻亲节目出来的魏晨正和罗坤有说有笑，而前方校门口的一群熊孩子却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你个有妈生没妈养的野种，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就不知道爷爷我的厉害。赶紧把你的零花钱拿出来，给我们花是你的荣幸，敢说半个不字就让你尝尝我的拳头，然后再把我的鞋子舔干净，今天就放过你，不然有你好受的。说着，男孩便指向了自己脏兮兮的鞋子。这时不远处的魏晨两人似乎发现了不对劲。罗坤，你看那个小女孩怎么有点像你女儿啊？听到这话的罗坤顿时精神一振，随后两人立即走向了霸凌者的方向。此时地上的罗琳正不停地哭诉求饶。不要，求求你们放过我吧！凭什么放过你？我们都是未成年，就算杀了你，警察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说完，几人忍不住露出了满脸得意。就在这时，他们身后却传来了一个正义的声音：他妈的，未成年是吧？没人敢管你们的是吧？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得挨巴掌。面对魏晨的巴掌，三人毫无招架之力。这时，地上的罗琳突然起身抱住了父亲。爸爸，我不想上学了。小林别怕，这件事交给爸爸和魏叔叔处理。太无法无天了，老子今天就替你们爸妈好好教育教育你们。说着，魏晨就往几名熊孩子走去。这时，他们的家长突然出现，挡在了他们前面。住手！你想干嘛？光天化日之下，你别乱来！宝贝，你的脸怎么了？谁打的你？天哪，妈妈都从来不舍得打你，这是哪个王八蛋干的？妈妈，我们本来只是想和那个小妹妹玩玩的，结果就莫名其妙的被那个王八蛋给打了。就是门牙都给我干掉了3颗，快点帮我打回去！在3名熊孩子的眼泪攻势下，几个家长顿时气得火冒三丈。还有没有王法了？你一个大人竟敢对小孩子动手？该不会是个精神病吧？他们招谁惹谁了？莫名其妙就挨顿打，今天必须给个说法。校长呢？赶紧把校长给我叫过来！我家孩子是你这个乡巴佬能碰的吗？都给老子闭嘴！再唧唧歪歪，老子连你们一块打！随着魏晨的一声怒吼，刚刚还嚣张跋扈的几名家长顿时全都愣在了原地。罗坤，先把你女儿送到我的车上去吧，这里交给我了。你什么时候换车了？最近换了台新车。话说大家买新车后都会怎么处理旧车呢？像我的话，我把开了2年的大众迈腾放瓜子二手车上卖了，没想到卖了13.6万。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车放到平台后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比我跑1-2家线下店卖的高多了。最近汽车掉价快，1年就没好几万。听我的，想卖车赶紧找瓜子预约免费上门估价吧。听到这话的罗坤立即带着罗琳往外走去，而此时的魏晨再次恶狠狠地看向了众人。明明是你们的孩子先欺负我朋友女儿的，你们的眼睛要是没用的话，就拿去捐了吧。抛开事实不谈，你朋友女儿难道就没错吗？一个巴掌拍不响，更何况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朋友的女儿肯定是先惹了别人才遭到欺负的。对哥，跟这种人讲道理是没用的。既然他们听不懂道理，那我也略懂一些拳脚。说完，魏晨就往一名家长脸上扇去，顿时所有人都被吓得瞠目结舌。此时校长也终于赶到了现场。快给我住手！这位家长，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校长，你一定要给我们做主！他不仅动手打我们家长，还打了我们的孩子。明明是他们的孩子先欺负的我女儿，你怎么能血口喷人呢？胡说八道！我儿子脸上还有你们的巴掌印，你当校长眼瞎吗？
那里还有我儿子的几颗门牙，就是你们2个畜生干的。听到这话的校长瞬间就反应了过来，随后一脸不屑地看向了罗坤。那好，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家女儿被他们的孩子欺负了？没有证据的话，就赶快给这些家长道歉，不然我们可要报警了。你个不分青红皂白就满嘴喷粪的老东西，就你也配当校长？随着魏晨的2个巴掌抽去，校长瞬间就被吓得脸色惨白。魏哥，要不咱们还是报警吧，帽子叔叔一定会还我们清白。报警就报警，就算帽子叔叔来了又能怎么样？我们都是未成年，我们就算杀人也不犯法。略，气死你们！大傻叉，你能奈我何？今天算罗琳运气好，不过你们能保证每次他被欺负的时候，你们都能在现场吗？下次我保证罗琳会被打得更惨。听到这话的罗坤顿时拳头紧握，心中的怒火像是随时都要爆发。就在这时，魏晨却拍了拍他的肩膀：不用报警了，今天我为我的所作所为向被打的孩子家长道歉，并且我愿意每人赔付10万块钱。魏哥，你这是干嘛？明明是他们有错在先，为什么还给他们赔礼道歉？你放心吧，我有我的打算。哼，这还差不多。看在你赔偿了10万块的份上，我们就不跟你这种没素质的人一般计较了。略大傻叉，还不是拿我们没办法，气死你！面对几人的再次挑衅，魏晨却选择听而不闻，随后转身离开了现场。而回到车上的罗坤却再也忍不住突然开口：魏哥，你刚刚为什么不让我报警呢？他们只有7、8岁，哪怕杀人也不用坐牢的，更别说校园霸凌了。那我的女儿不是白挨了一顿打？当然不会白挨，现在你就回家和你妻子离婚，选择净身出户，然后去公司办离职，再去精神病院住2天。我会想办法给你开个精神病证明，剩下的听我安排就行。听到这话的罗坤顿时心领神会。时间很快来到1周后，当看到魏晨的来电后，罗坤立马兴奋地接了起来。怎么样？那3户的家庭信息都查到了吗？查到了，3个熊孩子分别叫晨晨、子然和浩然，其中子然一家今天晚上有聚餐，是我们出手的最好时机。另外2家的枪支弹药放进他们家了没？都放好了，只要时机成熟，随时可以动手。不着急，报仇要一家一家的来，今晚就从子然这家开始。挂断电话后，罗坤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脸。时间很快来到晚上，子然一家3口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时子然突然跑到2名家长前面。嘿嘿，爸爸，我们来比比看谁跳得更远。说完，子然不等大人反应就往前面跳去。宝贝，你慢点，你那3颗门牙都还没长出来呢。老公，这10万块钱来的真容易呀，下次让子然再去欺负那个叫罗琳的小女孩，再弄她个10万块花花。好主意啊，1次10万，3次就是300万，我们要发财了。然而2人话音刚落，前方就传来了轰隆一声，原来是子然掉进了下水道里。就在2人满脸惊慌的想要捞起儿子时，魏晨和罗坤却突然出现在了2人面前。2位在找什么呢？哦，对了，你儿子在下面应该已经喝饱了。你想干嘛？这里到处都是监控，你不要乱来。哈哈哈，你觉得我们没想到监控吗？这么想你儿子，那就去地狱陪他吧。说完，2人一人一脚将他们踹了下去。走吧，还有2家已经等不及要被我们收拾了。很快，魏晨和罗坤就抵达了浩然家门外。精神病证明已经给你开好了，接下来就该你表演了。听到这话的罗坤会意的点了点头，随后一脚踢开了浩然家大门。限速30迈的市区，富二代却当着交警的面开到了300。贱人，敢跟老子分手，老子撞不死你们！说完，他加大油门继续向前冲去，然而下一秒却撞上了正在过马路的一家3口。走路不长眼睛啊，真他妈晦气！富二代下车后一脚踢向倒在血泊中的一家3口，发现3人似乎已经断气后，他非但不害怕，反而更加兴奋了起来。大家快看呀，这3个穷鬼长得真是难看！富二代随即掏出手机拍摄，而此时再也看不下去的路人纷纷站了出来。快打120呀！还拍什么视频？发什么朋友圈？你个乡巴佬还指挥上我了，我就不叫救护车怎么了？这3个穷鬼死了也是活该！众人顿时被富二代的嚣张气焰气得直跺脚。这时，富二代身后传来了一阵密集的脚步声。活该是吧？富二代是吧？老子今天就要看看是你的脸硬还是老子的拳头硬！你他妈神经病吧？你凭什么打我？面对富二代的质问，魏晨并没有立即回答，而是转头看向了身后的罗坤。罗坤，看看他们的伤势如何？听到这话的罗坤立即上前检查，片刻后他却无奈地摇了摇头。对哥，他们已经断气了。死得好，不然我还怕这3个穷鬼赖上我呢。你他妈还是个人吗？老子今天就替这一家3口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畜生！哎呦喂，别打了，别打了，我下次小心点还不行吗？不打你也行，先去给他们磕头赔罪。我凭什么给这些穷鬼磕头？是他们自己走路不长眼睛撞上我的车，我又没肇事逃逸，大不了就赔点钱呗。小爷家有的是钱。听到这话的魏晨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一把就将富二代的脑袋按在地上。300个头，少磕一个老子就让你给他们陪葬。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刚刚还不可一世的富二代此刻也只能乖乖听话，磕头的速度犹如机关枪一样快。很快磕完300个头的富二代已经肿成了猪头。你他妈给我等着，我马上就叫我大哥过来收拾你。大哥，我被人打了，你快带人来给我找回场子。听到对方的肯定答复后，富二代的态度再次嚣张了起来。
你最好别跑，我大哥可是江州首富的长子，一会一定给你揍得满地找牙。哦，你说的大哥不会是魏翔吧？算你识相，不过现在知道害怕已经晚了。今天你怎么欺负我的，待会儿全都会加倍给你还回去。说完，富二代忍不住露出了满脸得意。就在这时，一辆银色的比亚迪缓缓开了过来，见状，富二代立马兴奋地凑了上去。大哥，你终于来了，可是你怎么又换新车了？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没想到只花了9万多，比新车便宜了10万，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全国拍卖。总之，听我的，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行，那改天我去看看。不过现在你得先帮我一个忙，刚刚就是这个混蛋欺负的我，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就在富二代满脸期待地看向魏翔时，魏翔却直接一个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大哥，你打错人了。我他妈打的就是你，你惹谁不好，偏要惹我大哥魏晨。什么？他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巴掌狂魔魏晨？反应过来的富二代瞬间就被吓得脸色惨白，而一旁的魏晨却是勾唇一笑。罗坤，把准备好的大粪拿出来。你想干嘛？你不是喜欢满嘴喷粪吗？当然是给你这个畜生吃你最爱吃的大便啊！听到这话的富二代转身就想逃跑，然而却被早有预料的魏晨一把抓住，随后直接将他按进了大粪里。见状，一旁的魏翔顿时被吓得目瞪口呆。看什么看？再不滚你也给老子喝粪！好，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我马上就滚！说完，魏翔立马上车逃离了现场。就在这时，警笛声也随之响了起来。帽子叔叔，快救我！这个人想要杀我！这位同志，你在干嘛？快放开他！我当然是在替天行道啊！这个畜生撞死了一家3口，还恬不知耻地羞辱别人的尸体。可就算他做了天大的坏事，也应该交给我们警察处理啊！听到这话的富二代顿时心中一阵狂喜，仿佛看到了救星。就是帽子叔叔，快把我带走吧！我一定积极配合，争取得到他们3人的谅解。说完，富二代一脸得意地凑到了魏晨耳边。你不是挺能耐的吗？有种当着帽子叔叔的面打我呀！还有，我家有的是钱，我肯定不会坐牢，顶多赔点钱就能安然无恙的出来，气死你！说完，富二代立马钻进了警车。这时，一旁的罗坤顿时眉头紧锁，一只拳头更是握得滋滋作响。这家伙真嚣张，莫非3条人命就要这么不了了之了吗？当然不会就这么算了，一会去联系几家媒体，把富二代撞死一家3口的事情写成新闻扩散出去。我要借舆论的力量伸张正义。时间很快来到开庭当天，在富二代母亲的一番资本用作下，原本8年的有期徒刑直接变成了拘留15天。事情就是这样的，我儿子的车当时刹车系统出现了故障，这才酿成悲剧。说到底，我儿子也是受害者。而且我儿子精神也不太正常，这是医院开具的精神病证明。不过为了表示歉意，我们愿意支付死者家属80万元的赔偿款。说着，富二代父亲把精神病证明拿了出来，而富二代则朝着旁听席上的魏晨得意一笑。哼，不就是几条烂命吗？我爸妈自然会为我摆平。等拘留时间一过，我该潇洒还是潇洒？不是让媒体给舆论压力吗？怎么只被判拘留15天？这个富二代家的势力比较大，几乎在出事的第一时间就把锅甩给了汽车故障，还出具了精神病证明。你也知道，精神病杀人都不犯法。精神病证明是吧？行，既然想玩，那我就陪你玩到底。随后，魏晨凑在罗坤的耳边小声密谋了起来。很快，富二代就被送进了看守所。儿子，你就在这里乖乖等15天，15天之后妈妈会送你出国，一切就当是一场梦就行了。放心吧，妈，15天而已。等我出去了，一定要让那个魏晨付出代价。说完，富二代忍不住露出了一丝邪笑。然而，就在他母亲前脚刚走监狱外，就传来了一阵密集的脚步声。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谁在那里装神弄鬼？你知道被你撞死的一家3口都是独生子女吗？就因为你分手发泄情绪，让3个家庭绝户了。绝户又怎样？他们那种人就是贱命一条，我又不是没有赔钱给他们。再说了，我是精神病，杀人都不犯法。好，你不是喜欢装精神病吗？那今天老子就让你彻底变成一个真正的精神病。进来吧，各位病友。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一群穿着精神病制服的男男女女瞬间挤满了监狱。来吧，该你们表演了。而此时反应过来的富二代瞬间就被吓得脸色惨白，就连身体都在微微颤抖。不要，我错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然而任凭富二代如何求饶，早已饥渴难耐的精神病友们还是一拥而上，顿时惨叫声响彻整个监狱。时间很快来到半个月后，富二代神色恍惚地走在街头，眼神里早已经没有了当初的嚣张。不知不觉中，富二代已经走到了斑马线上。就在这时，一辆失控的轿车以200迈的时速向他冲了过来。每次偷东西前，小偷都会提前给警察打电话。帽子叔叔你好，我要开始偷东西了。说完，小偷一把拎起门口的外卖准备离开。然而从未失手的他这一次却被当场抓了个正着。原来是你个小兔崽子偷我外卖，今天老子就要替你父母好好管教你。事情的起因是魏晨每天都会点外卖，可奇怪的是每次外卖都会消失不见。于是为了捉住小偷，魏晨这次直接躲在一旁观察起来。
很快一对母子就来到了魏晨的门前。妈妈，这个傻伯姨又点外卖了，好像还是汉堡炸鸡，真是个穷鬼，不舍得点一些海参鲍鱼之类的吗？算了，儿子，咱们拿回去将就着吃吧。赶紧跟你爸爸说一声，今天的午饭又有着落了。说完，女人拿出手机正要打电话，就在这时，躲在暗处的魏晨突然站了出来。原来就是你们天天偷我外卖，我还以为是哪家的狗给我叼走了呢。听到这话的两人顿时一惊，随后又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姿态。是我偷的又怎样？我可是未成年，有本事报警抓我呀，大傻叉！气死你！不就吃了你几顿外卖吗？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呢？听到这话的魏晨顿时气得火冒三丈，随后一个箭步冲上去，对着熊孩子左右开弓。未成年是吧？帽子叔叔管不了你是吧？继续狗叫啊！还有你这个当母亲的，自己儿子偷外卖不以为耻，还反以为荣。今天老子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们这对败类母子！就在魏晨对着两人疯狂输出之时，一个中年男人满脸愤怒地赶到了现场。给我住手！你凭什么打我老婆儿子？我不但要打他们，还要曝光他们的丑恶嘴脸。说着，魏晨拿出手机就要拍照，而一旁路过的邻居看到魏晨的手机后，顿时眼前一亮。你怎么换新手机了？旧的呢？卖了，我那台小米14叫找量机上门回收了2900多，靠谱吗？当然了，我是找量机老用户了，每次换下来的旧手机、平板、笔记本都会叫找量机免费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吃着饭就把手机给卖了，特别方便。要我说，趁着旧机还值钱，赶紧叫找量机上门回收就对了。行，那我现在就去看看。你们继续什么？这家伙打人就是不对，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你儿子偷我外卖就有理了吗？你家是穷的揭不开锅了，需要偷吃外卖来维持生活了吗？说完，魏晨满脸愤怒地看向了男人，本以为他会因此羞愧，然而对方却露出了一脸傲娇。我儿子吃你外卖是你的荣幸，我还没投诉你点的外卖垃圾呢，给我儿子好几次都吃得窜稀了，还去了好几趟医院。好，既然你听不懂道理，那正好我也略懂一些拳脚。说完，魏晨一把抓住熊孩子父亲的脑袋就往墙上撞去，霎时间整个楼道里传出了悦耳的交响曲。你个大傻叉，快放开我爸爸！我已经报警了，一会帽子叔叔就来收拾你。听到这话的魏晨顿时心生一计，随后一脸笑意的来到了熊孩子面前。小弟弟，报警就没必要了吧？刚才是叔叔不对，叔叔愿意给你们一家赔礼道歉。此话一出，熊孩子一家顿时露出了满脸得意。哟呵，终于知道怕了吧？现在给我们点一份鲍鱼龙虾，我就放过你。一份怎么够？我们3个人至少要点3份，而且我们要吃最贵的那种。霎时间，三人提出了各种无理要求，而看着这家人的得意嘴脸，魏晨却是邪魅一笑。好，没问题，我现在就点。很快，一份价值不菲的鲍鱼龙虾就送到了熊孩子家里。妈妈，这鲍鱼真好吃呀，下次我还要吃。好吃宝贝就多吃点，明天咱们继续偷那个大冤种的外卖，他要再敢动手，我们就再讹他一顿饭，这样以后咱们就能天天吃好吃的了。是啊，这一顿饭能节省大几百了，1个月加起来能省4、5万了，以后省下来的钱都给咱宝贝儿子存起来娶媳妇。就在一家3口正吃得津津有味时，熊孩子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紧接着便是一阵剧痛传来。我肚子好疼呀，我要上厕所。说完，熊孩子一溜烟跑下了桌。就在这时，另外2人的表情也渐渐变得痛苦起来。我也肚子疼，不行了，我也要去厕所。糟糕，被你们这么一说，我好像也有点难受。顿时3人疯狂抢着一个厕所，而熊孩子还没上完就被爸爸一把扯飞了出来。此时憋不住的另外2人只能在客厅一泻千里。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魏晨看着手机上的时间，顿时心生笑意。贪吃是吧？今天就算是一头牛吃了，也得虚脱成一张牛皮，并且这个症状要持续3天时间，你们好自为之吧。时间很快来到3天后，走出医院的3人顿时全都失去了前些天的嚣张气焰。这个该死的小兔崽子，居然敢在我们的饭里加泻药，老娘回去一定要好好找他麻烦。就是这3天厕所都跑了几百次，以后他的外卖一个都别想吃着了。报仇的事情不着急，咱们得先补充一下营养。在医院这几天可是什么都没吃啊。很快来到火锅店的熊孩子就彻底的放飞了自我，不仅到处乱跑，差点撞上端锅底的服务员，还跑到水果区疯狂啃吃水果，且每吃一口就放回原位。此时正陪小姨吃火锅的魏晨正好看到熊孩子捣蛋的一幕。怎么又是这家人？还真是阴魂不散啊！小陈，你认识他们？这孩子也太没素质了吧！家长也不知道管管。也谈不上认识，只是有过一面之缘。就在魏晨话音刚落，熊孩子突然跑到了魏晨桌前，随后一把将魏晨2人的手机丢进了滚烫的火锅里。越大傻叉，居然敢在我们食物里放泻药！今天就给你一个教训，下次点好外卖乖乖放在门口等小爷我来拿。随着熊孩子的话音落下，魏晨的怒火瞬间飙升到了临界值，随后一把抓起熊孩子的衣领。喜欢满嘴喷粪是吧？老子今天就好好给你的臭嘴消消毒。说完，魏晨直接将他的脑袋按进了滚烫的火锅里，顿时惨叫声响彻整个大厅。就在这时，熊孩子的父母也赶过来。你干什么？快放开我儿子！你个小逼崽子，我跟你拼了！说完，男人满腔怒火地冲向了魏晨，然而却被魏晨如法炮制，也将他的脑袋按进了滚烫锅底中。霎时间，杀猪声再次袭来。快来人啊！这家伙疯了！你狗叫什么？马上就轮到你了！
魏晨一脚将男人踢飞了出去，随后又来到了女人跟前。不是喜欢偷吃我外卖吗？今天就请你们吃点特别的。说完，魏晨又将女人的头按进了火锅中。很快，救护车上的一家三口全都奄奄一息。爸爸妈妈，我脸好疼呀！闭嘴！就是因为你非要惹那个小兔崽子，害得老娘都毁容了。都别说了，到了医院先看看能不能让我们恢复原样吧。这个仇我一定会报回来的。而另一边，火锅店内的魏晨拿出电话拨了出去。罗坤，看到那辆救护车了吧？我要让他们再也偷不了我的外卖了。收到命令的罗坤随即加大油门，直接就往迎面而来的救护车撞了上去，而车里的3人瞬间就飞出了车外。他明明只想当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却没成想管理的公司蒸蒸日上，就连高考都考了750的满分成绩。可就在人生即将走上巅峰之时，却被人当场举报成绩作弊。我要举报魏晨成绩作假，并且还在学校实施校园霸凌，我的腿就是被他给打瘸的。此话一出，顿时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聚集到了魏晨身上，而反应过来的魏晨却是眼中闪过一丝杀机。又是你个白眼狼，几天没见你的嘴巴还是这么臭，再敢满嘴喷粪，老子就给你蒙上！随着魏晨的几个巴掌抽去，霎时间整个现场一片寂静，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已经停滞了下来。片刻后，在场的众人终于反应了过来。什么情况？难道真的存在校园霸凌吗？这位同学，请你详细说说自己是如何被强权欺压的吧。听到这话的宋龟顿时心中一阵狂喜，随后立马装出了一副可怜的模样。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宋龟，我曾是盛瑞高中的一名高3学生，而且是以优异成绩免学费入的学。可好景不长，这位魏晨同学借着资助我的名义对我实施长期的校园霸凌，不仅给我的身心带来了折磨，更是给我的身体带来了永久性损伤，就连我的母亲都不堪其负的离我而去。随着宋龟的话音落下，刚刚还满是疑惑的台下观众顿时全都骚动了起来。哎呦我去，这个宋龟同学好惨的样子，不会是真遭遇了权贵欺压，今天特地出来发声的吧？宋同学，你的意思是自己现在这么惨都是学校和魏晨同学害的吗？听到这话的校长脸色瞬间难看起来。这位记者话可不能乱说，我们学校对于宋龟同学可没有半点亏待。此时再也看不下去的魏晨突然站了出来。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母亲是被你杀的，你个丧心病狂的畜生！老子今天就要把你狗脑袋砸开，看看里面装的是不是屎！台上顿时响起了宋龟的惨叫声，而这一幕也引起了台下观众的群情激愤。快住手！你个以强凌弱的败类，你凭什么打人？建议有关部门严查，某些有钱人别太过分，法律不是任由你们践踏的。妈的，亏我刚才还把这个姓魏的当作偶像，这丫的简直就是畜生啊！报警啊！废什么话？这种人就应该送到精神病院去。就在众人正跟风谴责之际，忍无可忍的魏晨已经一个闪身来到了台下。你个小脑发育不完全、大脑完全不发育的蠢货，人家说啥你信啥？他说只是香的，你怎么不去吃啊？还有你个臭3八，老子需要你把我当偶像吗？我没有你这么蠢笨如猪的粉丝。你不是要报警吗？赶紧报啊！还威胁起老子来了，下次站队前多动动脑子吧。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霎时间整个现场一片寂静，所有人全都呆若木鸡，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已经停滞了下来。这就是你的手段，也不怎么样嘛。魏董不愧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这点手段当然奈何不了你。不过人生路还很漫长，高高在上的魏董不介意当我一次垫脚是吧？当然不介意，只是千万要小心，别被垫脚10崴了脚。毕竟你现在可就只有一条好腿了呢。听完，宋龟突然有些神经质的笑了起来。就在众人愣神之际，宋龟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了魏晨面前。宋龟同学，有话好好说呀，你跪下干嘛？是啊，有什么咱们可以私下聊，今天大喜的日子你可别乱来啊！宋龟，别再闹了，难道非得要把自己的前途也搭进去吗？面对校领导们的劝说，宋龟却依然无动于衷，反而嘴角勾起一丝冷笑。魏同学，以前都是我不知死活，得罪之处还请饶恕，只求你放我一条生路。我想上大学，我想活下去，求你了。说完，宋龟开始帮磕头。这突如其来的一幕顿时将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一旁的几名校领导更是张大着嘴巴，久久没有回过神来。天啊，这得受了多大委屈才会这样啊！姓魏的难道在江州就一手遮天吗？报案了，这个宋同学这是要被逼得没有活路了呀！建议有关部门严查。妈的，最讨厌这些垃圾有钱人了，他们凭什么这么高高在上？宋同学站起来，不要怕，我们支持你。宋龟的疯狂举动瞬间引起了台下学生们的群情激愤，很快数条关于魏晨校园霸凌的词条纷纷登上了热搜。这时强盛集团总部楼下已经聚集了一堆愤怒的网友。强盛集团作奸犯科，藏污纳垢，欺凌弱小，给我去死！强盛集团出来，姓魏的为什么校园霸凌？有关部门为什么置之不理？给我们一个解释！霎时间，一声声呐喊彻底把这件事推向了高潮。而此时顶楼办公室的魏晨却荡起了一丝笑意，有点意思，不知道这是宋龟的手段，还是魏翔的阴谋。魏董，你还有心情笑呢？现在我们集团风评已经非常差了，要是在股市上非得股价跌停了不可。这不是没上市吗？怕什么？难道咱们这么个大型集团还能被人造谣整垮？未必没有这个可能，毕竟舆论猛于虎啊！这些年来，多少企业被人用舆论搞破产，咱们强盛集团就算不在乎股价和估值，也不能任由脏水泼在身上吧？
这件事我有数，暂时冷处理吧。告诉大厦保安，不允许放任何人进来捣乱，不允许扰乱咱们的正常办公秩序，闹大了直接报警抓人。咱们是合法企业，必须受到法律保护。另外，给各部门每个人发一封邮件，让大家坚守岗位，不要在意网上的流言蜚语。如果不能承受网暴的，可以马上选择离职，不要因为闹情绪而耽误任何工作。还有给网上造谣的博主以及营销号发律师函，让法务部把他们告到破产。明白。说完，秘书转身走了出去，而魏晨则是拿起手机翻看着私家侦探发来的情报。宋龟呀，宋龟，你想踩着我回归宋家，可你不知道站得越高摔得越惨啊！3天，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很快3天时间一晃而过，另外一边的宋龟也顺利的回到了宋家，成为了有钱公子哥，天天在网络上分享富豪生活，一时之间涨粉100万。时间差不多了，让你们准备的东西都搞定了吗？已经完成，随时可以发出去。不急，待会我会往官网上发布一段视频，你们2个小时后再发布其他东西。明白。想将我当垫脚石，先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啊，蠢货！不过还得多谢你给我这么大的热度呢，结局该反转了。明明是1年1度的国庆小长假，可原本热闹的市区街道上却空无一人，唯独一所高校门口反而异常拥挤。同学，开学报到期间车辆不允许通行，请你立即掉头离开。你一个看门狗还支配起老子来了？你做个什么东西？老子想停哪就停了。听到这话的保安脸色瞬间难看起来，而后面的魏晨却突然发现了不对劲。原来就在几天前，宋龟通过在一场高考庆功会上抹黑魏晨，从而踩着魏晨成功回归了京都宋家。然而就在宋龟正得意之时，魏晨却把他杀害亲生母亲以及在数学竞赛上栽赃魏晨的视频发了出去，顿时让原本风光无限的宋龟直接从天堂跌入了地狱。可就在魏晨来到京都清大报道时，却再次遭到宋龟的阴谋。看样子他们是冲我来的，罗坤，直接给我撞过去！听到这话的罗坤顿时心领神会，随后打开了对讲机，前车直接撞过去。随着罗坤的一声令下，前方悍马立即加起了油门，巨大的动静吓得周围的人纷纷退避，而严傲北等人却是满脸不屑。哎呦喂，外地佬想吓唬咱们呢，真以为轰几下油门老子就会怕你了吗？来，往这里撞！你也有我今天要是退一步就跟你姓。什么东西，还像模像样的？真以为老子是吓大的吗？然而几人话音刚落，魏晨的车队突然像离弦之箭一般飞驰而来，直接从他们的跑车上碾压过去。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瞬间将严傲北一行人惊得目瞪口呆。我操，这小子疯了吧？他竟敢来真的！妈的，敢撞老子的车，我他妈弄不死你！快打电话叫人，今天绝对不能让这小子活着离开。霎时间，富二代们全员炸锅。就在这时，一辆新车缓缓开了过来，而当宋龟看到魏晨的座驾后，顿时眼前一亮。你怎么又换新车了？那台州的大众呢？我卖了，没想到开了2年的大众迈腾在瓜子二手车上还能卖13.6万呢，卖了这么多。当然了，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车放到平台后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比我跑1-2家线下店卖的高多了。最近汽车掉价快，1年就没好几万。听我的想卖车，赶紧找瓜子预约免费上门估价吧。行，那我现在就去看看，这里交给你们了。说完，宋龟慌忙逃离了现场，只留下几名富二代愣在了原地，而魏晨却阴沉着脸看向了身后的保镖。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开车也不知道看着点，你以为是阿猫阿狗啊？撞死人可是要赔钱的。对不起老板，车辆失控了，我们也没办法。不好意思啊，各位，大家没有受惊吧？要不我带各位去医院检查检查脑子吧。此话一出，顿时所有富二代的脸色全都像是吃了屎一般难看，而领头的严傲北却是冷冷一笑：魏董真是好魄力啊，刚到京都就敢玩这么大，不愧是江州首富啊！不敢当，刚才是我保镖失误，错把刹车当油门踩了，要是把各位的脑子吓坏了，魏某可以包赔。姓魏的你狂什么狂？一个暴发户你也配在我们面前撒野？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是吧？怎么，我主动赔偿你们还不要是吧？那我可就1毛都不给了。赔偿就不用了，魏董刚到京都安家落户，可能手头有点紧，几辆车坏了也就坏了吧，我们也不会放在心上。不过因为这件事造成的影响可不小，不如魏董道个歉吧。撞烂几辆车不算什么，但是面子得给我补上。没错，必须道歉，给老子鞠躬道歉。鞠躬怎么行？怎么也得磕个头吧。面对众人的步步紧逼，魏晨却是怒极反笑，随后眼中闪过一丝杀机。看来你们还真把自己当地头蛇了是吧？好狗不打道的道理你听不懂吗？还想让老子磕头道歉？别以为仗着你们京爷的身份就能横行霸道，谁的人我看不顺眼一样不给面子。撞烂你车又怎么样？你有意见吗？有意见也得给老子憋着。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刚刚还不可一世的几名富二代瞬间就被吓得脸色惨白。就在这时，人群中突然走来了几名教授，而其中一人正是魏家老三魏秋言。怎么回事？今天是新生报道的大日子，你们在这里闹什么？这位教授如果眼睛不瞎的话，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场意外车祸事件吧？怎么，现在的老师想把交警的活也抢着干了？这件事发生在清大校门口，对于我校学生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同时对于我们开学报道的秩序也造成了极大破坏。我有足够立场和理由，请你们立刻停止冲突行为，恢复秩序。魏秋言几人的到来瞬间拉高了几名富二代的底气，而他的一番义正言辞也引来了现场家长的支持。
就是有钱了不起吗？想斗去其他地方斗去，不要在这里碍事。什么东西？耽误我们家孩子报名，你们赔得起吗？霎时间，众多不明事理的家长纷纷把火气发泄到了魏晨身上，而魏晨却是上下打量了他们一番，随后冷冷一笑：“不明真相就来老子身上泼脏水，你他妈是不是眼瞎呀？你没看到是他们故意来找茬的吗？”随着魏晨的几个巴掌抽去，顿时所有家长全都闭上了嘴巴，而一旁的魏秋妍却仗着自己清大教授的身份，再次蹬鼻子上脸。本校开学报到日是坚决不允许任何人开车进入的，赶紧把车全部移走，不要留在这里堵塞交通。不行，他还没给我们道歉，哪能让他这么轻易离开？人家校方让挪车，难道我还能不挪？你乐意堵塞交通搞事情，我这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可不乐意奉陪。什么校方不校方？今天不道歉就不能走。对，10几辆跑车都有不同程度损伤，损失几个亿不说，还动手打了我们的人，却连一句道歉都没有。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眼看局面再次陷入了僵局，魏秋妍只好无奈地看向了魏晨，马上道歉，快点！不好意思，魏教授，我耳朵不好听不见你说什么，能大声点吗？听到这话的魏秋妍瞬间来了脾气，随后便不再遮遮掩掩。我让你马上给他们道歉，现在听见了吗？你算个什么东西，还让我道歉？你有执法权吗？就在这里唧唧歪歪，给你脸了是吧？魏秋妍如遭雷击般的愣在了原地，好在她心理素质过硬，很快就缓过神来。你别太过分了，这些人不是你能招惹得起的。堂堂清大教授就这点水平吗？为了解决争端，不问青红皂白，逼迫我道歉。魏教授不敢招惹本地富二代，只敢欺负我们这些外地人是吧？随着魏晨的话音落下，周围的一双双眼神立马发生了变化。魏秋妍一张脸早已涨得通红，双眸中更是怒气翻涌。你不要胡搅蛮缠，做错了事就得道歉，这是小学生都懂的道理。谁对谁错轮得到你来评判？你是法官吗？魏秋妍瞬间就被对得哑口无言。就在这时，一旁的几名教授立马站了出来。住口！你就是这么尊师重道的吗？你是哪个系的学生？叫什么名字？小伙子，我不管你是本校学生还是准备报到的新生，这里都不是你可以闹事的地方。如果不想还没进校门就被处分的话，你态度最好端正一点。陆教授说的对，赶紧道歉。刚那不还很嚣张吗？现在怎么不嘴硬了？面对几人的冷嘲热讽，魏晨并没有着急反击，而是掏出手机拨了出去。见状，众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你看他还想摇人，你特么知道这里是谁的地盘吗？哎呦喂，还不服气是吧？老子今天倒是想看看你能摇来什么人。高老师是吧？我今天就不去你们那儿报道了，之前谈妥的只能说声抱歉。什么？魏晨同学，你别冲动了，咱们可是谈好的，你怎么就不来了呢？没办法，你们学校不欢迎我啊，只当我与你们清大无缘了。什么情况？你现在在哪？学校一堆老头子天天盼着你过来，要是他们知道你不来报道，非得撕了我不可。我在校门口呢，要不你来一趟吧。挂断电话的魏晨抬头就对上了魏秋妍等人讶异的目光，霎时间教授们脸上全都写满了忐忑与懊悔。不一会，一群老头老太太浩浩荡荡的就从校门口杀了出来，所到之处学生们无不恭敬避让。谁是魏晨？谁？他在哪？每次喝水前，男人都要往杯子里吐口唾沫，接着再滴入硫酸，随后猛地泼向女人脸部，顿时惨叫声响彻整个大厅。就他这种货色，倒贴给老子都不要，还到反天罡说老子追求他，赶紧给老子滚！说完，魏晨冷冷地看向了几人，然而此时的严傲北却不打算就此善罢甘休。早就听说魏少林牙利嘴，没想到竟然敢做不敢当，喜欢孟大校花就去追呗，等我玩够了，你还是有机会的。不就是邀请妹子被拒绝了吗？没什么好丢人的，我们都懂。你们都小声点，人家魏少也是要面子的。要是我被一个女的拒绝了，他是也得要假装不认识对方，你们理解理解他吧。霎时间，众人纷纷开始冷嘲热讽，势必要将这盆脏水泼到魏晨头上，而魏晨却是闭着眼睛深吸了一口气，随后眼中的杀机一闪而过。你他妈的是听不懂人话吗？还是眼睛瞎了？孟小蝶那种货色，也就你严傲北才不求实。还有你们这些家伙，敢在老子头上泼脏水，再满嘴喷粪，就把嘴巴给你们缝上。说完，魏晨恼怒的目光扫视全场，凡是被他盯上的人，无一不是头皮发麻。而此时的严傲北却是早已红温，随后转头看向了身后的几人，还愣着干嘛？还手啊！今天谁要是废了魏晨一只手，就是我严家的恩人，以后在京都的地盘上都有我严家庇护。此话一出，人堆里顿时响起阵阵倒吸凉气之声，霎时间众人脸上全都写满了心动。而此时的魏晨却不紧不慢地走向了众人。大地集团账上突然少了10个亿，到底是谁从中作梗？我觉得刘公子应该比我清楚吧。还有你们张家，表面上3代从军，可背地里却干了不少见不得人的勾当，要不要我一一曝光出来？你爸为了上位，魏哥，刚刚是小弟有眼无珠，今天这事跟我没关系，小弟先走了。对了，我爷爷上学要迟到了，我得去送他，下次再聚吧。那个，我爸怀孕了，我也要去一趟医院，你们慢慢聊。霎时间，众人纷纷慌忙逃离了现场，而看到这一幕的严傲北顿时恼羞成怒。
废物，都是一群废物，还得老子自己出手。说着，严傲北拿出手机准备打电话。就在这时，一阵清脆悦耳的高跟鞋声突然响起，瞬间吸引了众人的注意。青音，你怎么来了？严傲北顿时满脸兴奋地迎了上去，然而黄埔青音却径直走到了魏晨身旁，随后挽住了他的手臂。抱歉，我迟到了。随着黄埔青音的出现，在场的所有人全都露出了一脸不可置信。天啊，青音学姐竟然是姓魏的舞伴，不会吧？你们还不知道吧？听人说他们俩是要联姻的。什么？那岂不是说孟大校花在撒谎？魏晨要是有这么个未婚妻，哪里还看得上他？随着众人的议论声传入耳中，严傲北与孟小蝶联手污蔑魏晨之事，也在不知不觉中宣告瓦解。多谢了，要不是你过来，今天这盆脏水非得泼我头上不可。我不来你也能应对，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原来是个小白脸，你别太嚣张。严少，请注意言辞，魏晨是我的未婚夫，不是入赘对象。青音，你疯了吗？他有什么好的？你们才见过一面就要订婚，难道我就这么比不上他？是啊，青音姐，你开什么玩笑？结婚是要讲究门当户对的，就算要联姻也不能这么随便吧？我看是黄甫老爷子年纪大了，脑子不清醒了吧？你们家人难道就这么任由他胡闹？面对众人的七嘴八舌，黄甫青音的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随后目光冷冽地扫视四周，吓得众人全都闭上了嘴。我们黄甫家做什么不需要向任何人汇报，不服就给我憋着。魏晨是老爷子亲自点头并且承认的，谁若是有意见，可以直接找他老人家闹。如果再让我听见某些不好听的话，可别怪我不留情面。另外，半个月后，我和魏晨将会举行订婚仪式，届时会给诸位发请柬，希望各位能赏脸参加。说完，黄甫青音无视了众人的震惊，拉着魏晨转身就往外走去。时间很快来到半个月后，魏晨和黄埔青音的订婚仪式如期举行，而得知消息的魏家人也来到了京都黄埔家。你们快看，那个人好像是魏晨哎！随着魏诗雅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魏晨在十几个保镖的拥护下走进了黄埔家大门。见状，魏家人顿时全都愣在了原地。什么情况？我们魏家都没有收到邀请函，怎么魏晨这个弃子却能随意进出黄埔家别墅？好像网上有传闻说魏晨与黄甫青音要订婚，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听到这话的陆小伟瞬间瞪大了双眼，心底早已经被嫉妒与愤怒填满。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凭什么？未必没有可能，我哥他以前好像是黄甫老太爷手下的人，曾经还救过他。早就听说有个什么婚约，难道老太爷真的信守承诺履行婚约？此话一出，原本就在崩溃边缘的陆小伟此刻更是嫉妒到炸裂。我也是魏家的外孙，凭什么婚约没我份？他魏晨不是已经跟魏家断绝关系了吗？是呀，真要是有婚约也轮不到他呀。没错，他自己断绝的关系，为什么现在又来沾我们魏家的光？姑奶奶，待会你可得仗义直言，不能让魏晨占了我们魏家的便宜。面对众人的鼓动，魏秀英很快就忍不住动了心，毕竟能得到这个婚约，就意味着能傍上京都黄埔家的大佬。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订婚现场也终于进入了正题。只见黄埔老爷子郑重其事地站在两人面前。今有江州魏晨，品貌绝佳，气宇轩昂，德才兼备。吴家有女黄甫青音，温婉贤淑，秀外慧中，如此良缘实乃天定。今日家族长辈见证，日月星辰为媒，贺你二人订婚之喜。然而就在老爷子越说越起劲时，魏家一行人突然冲了进来。请了。